刚才摔的时候，有个硬东西撞在腰上了。只是这葫芦太大了点儿，要是能小点就好了。再小点。到家门口了还磨磨蹭蹭，就知道吃，做点事儿就偷懒，一天时间才捡这么点柴火。你那死鬼爹娘走得早，要不是老娘从牙缝里挤出点吃食，你早就饿死了。是，多谢婶婶活命之恩。只要能活下来，吃点猪食，受点屈辱又算什么？蛇溪村周边全都是苦水，又苦又涩。家里有条件的会往里面加几片茶叶掩盖。这里面的水不苦了，也不知道这只葫芦究竟是什么来历，但从目前的神奇之处来看，绝对是一件宝贝。这是什么情况？大冬天的，所有绿叶子都被冻死了，更别说种子发芽。昨晚抱着小葫芦喝水，似乎洒了一些出来，当时没怎么在意。难道是溪水装进葫芦之后，就开始有了某种神效？二狗子，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躺尸。二狗子每天都要赶早起来煮猪食，帮堂弟烧洗脸水。只要他多努力干活，堂兄碗里就能多一块肉，弟弟的书包里就能多一支笔。以前我的梦想就是攒钱租地，当一个佃户。要是能娶到一个腰粗屁股大的媳妇儿，这辈子就值了。但现在嘛，当佃户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野心，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当上地主，就像村里首富黄老财一样，拥有几百亩地，娶5个媳妇儿，生10个儿子，隔三差五就吃顿肉。既然葫芦能让禾苗在阴暗寒冷的房间里生长，要不这次试试种到山上，不知道能不能种活，先种下去吧。希望葫芦能创造奇迹吧。这是他靠编草鞋卖偷偷攒下来的全部家当，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拿出来摸一摸数一数，心中特别踏实。小蛾子，你这么晚有什么事？猴子哥，你看，你快点吃吧，我要回去睡觉了，不要被我娘发现了。在大伯家这么多年，唯有这个堂妹把他当亲人看待，经常偷偷照顾。要是每个月能吃上2口猪肉，就算给人当奴做马，他也心甘情愿。杀千刀的，今天敢偷肉，明天就敢偷家里的金银。
娘供你吃，供你喝，养了你10来年，到头来还要偷老娘的钱粮，竟然养了你这么一只白眼狼！这是我自己的。要不是老娘当年好心收留，你早就饿死了。5岁父母双亡，6岁又死了唯一的兄长。从6岁开始，每天都要干繁重的活，活得比狗都不如。忘恩负义的是你们！是你们霸占了我父母的遗产！坏了，这是我一直积压心底密的秘密，从来都不敢说出半句。这些年来，我一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浑浑噩噩，任劳任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没良心的白眼狼，养了你10年，你现在要恩将仇报。这次大概是死定。住手！够了！可是，都是一家人，出了人命传出去，难免被人嚼舌根。大家乡里乡亲的，颜面上不好看，少不了还要吃官司。原来大伯并不是真关心二狗子的性命，而是怕打死人，传出去被人说闲话，还要花钱打点官府。二狗子，我把你从5岁养至今年13岁，作为你的大伯，我已仁至义尽。为我解开交换枷锁的那个你，现在外面冰天雪地，狗子一个人到外面，都死了。家里的事自有你爹爹和兄长做主，什么时候轮到你跟女子说话了？爹娘，能不能等到开春？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你的死活与我家无关。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每次喝了葫芦里的水，身上就有力气。大伯一家子的心思，我用膝盖也能想得到。把我扔到雪地里，给大伯家当了8年的狗，现在又要像条狗一样死去。手里有这只神秘的葫芦，只要熬过眼前难关，将来飞黄腾达，当上地主老财不是梦。只是眼前这一关，究竟要怎么熬下去？站在这雪地之中，天地间黑沉沉一片，不说没吃没喝，现在滴水成冰，没有树，没有房，没地方遮风挡雪，就算冻也冻死。我现在还有一身的事，如今唯一的生路是山上种的那一小片稻谷，在那里至少能有东西吃，还能捡点柴烧一堆火取暖。胸口肋骨不知道是不是断了，气都喘不上来。
真想就这样一汤了之。天亮时分，二狗子凭对未来的美好向往，终于爬到了山上。之前种的这些稻谷，吃不了几天，刚在的效果，必须尽快种更多的下去。幸亏现在下大雪，又正是过年，没人上山来，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这天寒地冻的，也很难扛下去。常年在山上打柴，这里的地形我熟。不远处就有个能避风的地方。这个石头窝子也不错，比住在大伯家还要舒服。这个肚子一点儿也不争气，每天都要吃2顿饭。听说有些牛马每天光干活，不用吃草料，还听说这世上有很多神仙，他们也不用吃饭。要是我也有神仙那种本事就好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正月15，元宵节。经过半个月的劳作，二狗子用木柴和稻草搭了一个小茅屋，可以遮风避雨。他已经在这片雪地里种下了半亩禾苗。今天已经是元宵节了，过了今天，所有人都要筹划春耕了，得把这些粮食卖掉，然后去找黄老财租一块地。时间不等人，晚一点全都被人租完了。这座山上不能久待了。昨天看到2个人在对面山脚下捡柴，当时让我提心吊胆很久。幸亏这地方地势高，冰雪溜滑，又全都是乱石，没几棵树。打柴的没有过来。若是被人发现，我在冰天雪地的石头山上种了这么多水稻，还长势极好，到时候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谁都不会放过我。而且这些山看似都是荒山，其实都是有主之地，不是谁想占就占的。三岔子镇距离蛇溪村20里，是二狗子从小到大去过最远的地方。在二狗子的印象中，三岔子镇很大很繁华，有很多青砖青瓦的房子，有几10家店铺，集市里有很多人，很热闹。肉包子和糖葫芦，在我5岁之前还是吃过那么1、2回的，那味道真香，真甜。小伙子，你这稻谷怎么卖？25文1升。这些稻谷还不错，可以做种子。过手的每1文钱，我都牢牢记着，总数应该有775文钱。775文，猪肉80文，旧锄头300文，柴刀250文，盐100文，最后只剩45文了。听你大伯说，你一直闹着要分家单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黄老爷，我想从你这里垫租几亩地。如果他种不好地，到时候连租子都收不上。哦，你今年几岁了？我今年14岁了。黄老爷，你放心，我这些年每天都在地里干活，对于种地，我早就门清。你来的不巧，去年大家退回来的地，这几天都已经租出去了。没有地，我空有一只宝葫芦，却无法施展。一点也没有了吗？有1亩也行啊。
如果租不到地，这块肥肉就亏大了。能不能找个借口把这块肥肉要回来？确实还有一块地，不过这块地比较贫瘠，是刚刚开荒出来的生地，而且位置也比较偏远。你要不要？我拥有黄皮葫芦，冰天雪地的山顶上都可以种植，根本不用在意土地是否肥沃。蛇溪村周边的人都知道蛇口山这个地方。蛇溪起源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下有一石窟，如张开的蛇口，从蛇口中流出一股泉水，在蛇溪这条水源的上方，那里没有水，山上石头比土还多，无法耕种，一直都是荒山。不过去年村里出了一个不信邪的，人称老犟驴，劝都劝不住，非要去走口山开荒。当时在村里都传开了。且不说有没有蛇妖，开荒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蛇口山那种穷山恶水。果然，这头犟驴才干了1年，就把自己给累死了。老犟驴一共开垦了1亩荒地，还没来得及播种，现在租给你，头3年只要5斗粮食1年。如果你能在蛇口山上开垦出新的荒地，头3年免租金。多谢东家。时间不早了，吃完晚饭再走吧。大狗死后，大伯家从没让我同桌吃饭。二狗子，快坐下吃，饭都盛好了。吃菜别光吃饭，敞开肚皮吃，白米饭管够。多谢东家，我先走了。这次收获的稻谷有10几斗，装了满满3大袋子。每天吃1升，吃1升，这些谷子够吃小半年。这边1亩地也快收了，起码又能收40稻谷，只要不大吃大喝，今年1整年的口粮完全够了。得置办一条新裤子，还想买一口铁锅，没有锅，天天用瓦片炒稻谷，嗓子冒烟，嘴巴上火，下面还便秘。以前吃猪食都没上火，现在有吃有喝，反倒生出这么多毛病。人就不能过得太好，以后长期住这儿，草屋也要盖起来，这次要盖大一点。要是有余财，弄几块木板铺一张床，睡地上铺再厚的草也冷，还回潮。想去镇上卖粮买条裤子，可这么多稻谷摆在这儿，万一被人偷了怎么办？就算没人偷，山里的老鼠麻雀也会偷。能不能把稻谷也装进葫芦里，随身带着？里头已经装了大量的水，稻谷放进去，会不会被泡烂了？试试就知道了。心里想着稻谷，倒出来就是稻谷，一滴水都没有。想着水，倒出来就是水，一粒谷子都不带。就留这2袋，带去3叉子镇卖钱，缝一条裤子。大概是过完年关，大部分人家底都空了，只能把一些压箱底的物品拿出来售卖，卖儿卖女的也变多了。人牙子在人群中跟选牲口一样挑三拣四。你要缝衣服吗？
我想缝一件棉衣和一条棉裤，需要多少钱？手工费一共15文钱，棉花100文钱一斤，布料种类很多，看你选什么样的。印染过的布匹，价格要再加1-20文。我就用麻布吧。一共要用到9尺布，3斤棉，加上手工费，一共585文钱。好的，好的，你数一下，大概多久能缝好？585个，刚刚好。我和姐姐还有娘一起做，大概半天就好。木半山，少年，老夫观你根骨不凡，将来必成大器。先生是在跟我说话吗？当然是你，不过你虽根骨不凡，终究缺少高人指点，恐怕将一事无成。老夫今天先指点你认2个字。你看旗帜上这3个字，第一个木下有子，念作李，李。最后一个人在山上，念作仙。李半仙，旗帜上才3个字，我竟然认错了2个。原来你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半仙。少年，我观你天庭饱满，地土方圆，原本也是大富大贵之命，奈何，算得真准。要不是父母暴亡，家里有几十亩地，原本至少也是小富之家。唉，原来是本届的武秀才今日放榜，三岔子镇这边有人成功考上武秀才，不知道谁家的祖坟冒青烟，考上秀才老爷。秀才见官不贵，免徭役，减赋税，光宗耀祖。我也要学武，也要考武秀才。做你的春秋大梦。武秀才考试第1项，必须举起500斤巨石。你有这种天赋吗？竟然是堂兄张有良。李先生，我也想考武秀才，有办法吗？官府每年都会举办1次考试，交一笔钱就能参加考试。想要考取武秀才，必须学武。天机不可泄露，这钱我宁愿不赚。先生，您就行行好，再给我看看吧，我这里还有20文钱，都给您。我就向你泄露少许天机，你这命格贵不可言，只要能得名师指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远不是区区一个武秀才可比。本人乃是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我连仙家法术都会，区凡人武术不过是信手拈来。我虽是神仙般的人物，看不上世俗财物，视之如粪土一般，但你只是个俗人。俗人表达诚意最好的法子就是交情。首先要奉上一份拜师礼，举行拜师仪式，然后每年再奉上白银10两，上好的猪肉10斤，美酒2坛，精白的大乳1段，肥鸡1只，大鹅1只。我并不是贪图你的财物，只是想看看一看你的诚意够不够。回到蛇口山得加快开荒，种更多粮食。
然后向李半仙表示诚意。长2丈，宽1丈，高1丈，虽然不大，但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比睡草堆强多了。只要浇足水，半个月就能成熟收割一次，每亩地一次能收4室左右。收割完给核茶浇水，就能重新发芽，省种子又省时间。3亩地半个月收1轮，一茬能收12担左右，1个月收2次就是24担。就算按最低价10文钱1升来算，一制有100升能卖1000文，1个月也能赚24两银子。床上铺了厚稻草，躺着特别舒服。这10几袋稻谷加上葫芦里存的，两边加起来起码有80石了，都是这大半年的收获。换成银两，向李半仙表示诚意，拜师学武，绰绰有余。就是把粮食运到3叉子镇卖掉，得花些时间。不能让人发现我用葫芦水种地的秘密，这条路必须堵死。等攒够了钱，就去找黄老财，看能不能把蛇口山的地买下来。买到手就是我的私人地盘，名正言顺把山围起来，不让外人上山。周掌柜，麻烦称一下。好嘞，临近秋收，粮价已经开始回落。今天的收购价格是1至1600钱，16文钱1升，12等6升，合计得钱2016文。行，镇上就你们一家粮店能大规模收购，效率要紧，不计较这点小差价了。衣服定做一套夏天穿的，碗外和生活物品也该添置了，总不能一直用破瓦片和树枝吃饭。换了10两白银，就被收了500文钱，这种生意竟然比种地还赚钱。不孝子孙李半仙，坏了祖宗的规矩，无颜列祖列宗。最后向李半仙敬上一杯茶，从此以后二狗子就算是李半仙的弟子。你识得多少字？大概识得几百个字。识文断字是学习所有东西的基础，只能慢慢学了。从今天开始，为师便传你绝世武学，但为师我不喜虚名，你不得向外泄露跟我学武之事。好的，我一定听师傅的话。这本书乃是我老李家祖传绝世武学，就用这本书当做你识字的教材吧。今天先教你50个字，待你彻底掌握之后，再来找我学习50个字。等到你把这本书上的字学会，就可以对照着修炼，一举两得。多学会1个字，感觉又赚回来1个铜板，因此他学起来是一点也不敢含糊，不然这笔钱就亏了。用了2天时间，他已经把这58个字彻底掌握，能写能认会读。这次李半仙见他学得还挺快的，便教了85个字。接下来的日子里，二狗子每隔几天就能学会几10个新字。如此过了2个月，二狗子已经将那本书的第1个章节学完。不过他虽然认识这些字，但对于整篇文章的意义还是不怎么明白。是武道中人，他们通过修炼将天地间的元气引入自己的体内，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武道真意。先练有形者，脏腑筋骨血肉也，以有形之精微，培无形之元气。二狗子回到蛇口山，按照李半仙教导的方法，每天修炼。怎么回事？这么静不下心来？花了那么多钱，不能放弃。
想要练成绝世武功，就要克服一切困难，不能有任何退缩畏惧。3、2天练不成，那就练3、5个月。大概所有练武之人都必须经历这种痛苦吧。李半仙，花了那么多钱，功法还没练成，靠武秀才更是遥遥无期。哇，好舒服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突破吗？我二狗子也有今天！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死了呢？师傅说的没错，果然只要勤加修炼，必定能成。做我这一行，就要善于观察、揣摩人心，从各种细节中收集信息，主动发现潜在客户，然后再引客户上钩。有时候抓住一条肥羊，就能吃上好几年，甚至获益终生。三岔子镇还是太穷了，唉，大部分人恨不得把一个铜币劈成2半花。直到今年终于时来运转，遇到一个不通世事的傻小子，不但吃上了饱饭，还有肉有酒，哎，肥羊。今天该怎么忽悠这个便宜徒弟呢？那套所谓的绝世武学，我自己练过很久，什么鸟用都没有，纯粹是骗人的玩意儿。师傅，你来了，最近修炼可有进展？上次这小子来请教，似乎遇到什么难题来着，我忽悠了半天才哄过去。有进展，我终于修炼入门了。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要感谢师傅的教导。修炼入门？估计是少年人爱面子，好大喜功，把没有的事儿说成有，有丁点的事儿就吹上天。你现在拿起这块石头，捏成粉末给为师看看。我现在虽然力气很大，但要想捏碎石头还是不可能的。连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到，也敢妄言修炼入门，这个有点小。习武之人要戒骄戒躁，切不可狂妄自大，谨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师傅，我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待到你哪一天能捏碎石头，轻轻一纵能跳丈许高，便算是修炼入门了。你也别气馁，只要坚持不懈，终有一天会修炼入门，考上武秀才。今天继续抄书识字，先把这本书上的字认全了再说。这么点微末道行，在师傅那种神仙人物面前，一眼就能看透。说出来烦了师傅耳朵。自从被师傅敲打过后，
二狗子自深知天外有天，戒骄戒躁的道理。师父的实力竟已深不可测到如此地步，我一定可以的。以前每天只需要吃早晚2顿饭就行了，现在每天至少要吃3顿还不够，大部分时候要吃4顿。如果某天少吃几碗饭，修炼进度都会放慢很多。幸亏现在不愁吃，否则这武还真没法继续练下去。葫芦存过的稻谷跟普通粮食差别极大，只要吃过一次，绝对能感觉到不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稻谷为了储存方便，都收进了葫芦里，以后还怎么往外面卖？别人问起这个稻谷的来历，该怎么解释？三岔子镇距离蛇溪村不算太远，如果引起别人注意，还是能找到蛇口山来的。在没想到解决办法之前，暂时不往外面卖这种储存过的稻谷。如果把食物煮熟煮烂，搞成跟猪食一样，谁还能认出是什么东西来？不过也不能直接卖猪食，卖不起价钱，也不见得好卖。毕竟喜欢吃猪食的人应该不多。大力丸，吃了我的大力丸，也许可以当成药来卖。以前镇上有玩杂耍的，卖过一种大力丸，也许自己也可以试一试。用白米肯定不行，别人吃了一辈子大米，肯定一口就能吃出来，需要往里面掺点野菜才行。除了不好看，味道还挺好吃的，软软糯糯，带着一些香甜，搓成丸子，晒干，一点药味都没有，味道还太好了点。就这个卖相，当成大力丸卖，可能很难让人相信。大力丸，大力丸，吃了我的大力丸，一口气上5楼。小小年纪不学好，随便弄了点东西就想来行骗，别人杂耍卖药的都会胸口碎大石。来来来，你也给大伙表演一个头顶开砖，胸口碎大石。这骗子，这人一看就像个卖假药的。你看，你看，人家卖假药的都能卖出去，我卖的是真药，反而没人相信。狗子哥。小蛾子，狗子哥，你现在有饭吃了吗？饿不饿？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家里还有些剩饭，我这就回去拿。我在蛇口山上店租了几亩地，现在有饭吃。那就好，有饭吃就好。狗子哥，听说蛇口山上有蛇妖，你见到了没有？没有，可能只是老人编出来的故事，吓唬小孩子的。哦，对了，你上次打了我二哥，二哥在家里哭了1天没出门，连学堂都没去。你也要小心点儿，我大哥说要打你，还说要见一次打一次。这是什么？大力丸，我在集市上买到的，据说吃了能头顶开砖，胸口碎大石。哎呀，你被人骗了，这一看就不像什么药丸，颜色不对，闻起来一点药味都没有。走，咱们找他算账去，把钱要回来。不去了，那人早就走了。我试过，味道挺好的，咱们就留着当零嘴吃吧，万一有效果呢？怎么样？香啊！走了。走了。哎，二狗，你来的正好，5天后随我县城一趟。好的，东家有什么事情吗？哎，这不秋收了，我也得去县衙上交赋税，人手不够，需要大家帮忙。东家放心，到时候我必定来。听人说县城里的房子有2、3层楼，还有马车，还有说书唱曲玩杂耍的。三岔子镇上的人没见识，不识得我的大力丸，拿到县城，没准就能卖出去。而且县城距离这么远，我卖东西也能随意一些，不用担心被人找上蛇口山。
得尽快攒钱，从黄老财手里把蛇口山上的地买到手，我心中才能踏实。按如今市价，1亩地能卖20贯钱，光我种的这3亩地至少得60贯，黄老财还不一定舍得卖。这次进城找机会跟黄老财提一下，能不能把蛇口山这块地卖给我？铜钱银两全部身家，才5贯多钱，我得赶紧去县城把大力丸卖了，好把钱凑齐了，把地买下来。黄老财，你要的粮食，二狗子给你送来了。哟，原来是二狗子呀！咋一看还以为是谁家的新郎官来了。小伙越长越俊了，这么高，该娶媳妇儿了。老话说得好，跟着婆娘困，一夜长3米，娶了媳妇儿更能长个。各位叔伯，我还小，没到娶媳妇儿的年龄，我才刚满14岁，现在就娶媳妇儿还是略早了点。张老爷，都是乡里乡亲的，神气啥呀？嘘，别乱说，人家现在是秀才老爷，咱们佃户可得罪不起。大家伙久等了，咱们先吃早饭，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平时在自家吃饭，过年都不见得能敞开肚皮吃一顿饱饭，每次都能混一顿饱饭，这也是佃户们喜欢上黄老财家干活的原因之一。黄老财收的租子，差不多有1多半要拿出来交纳赋税，而且眼前这些还只是总税额中的一部分，还要挑出最好的粮食，老老实实的送到县衙。如果逾期不交，县衙会派出一队官差下乡征缴，官差上门就没那么好说话了。你得小心翼翼的伺候着，稍有不如意，便是打人、砸东西、抄家，至少得脱一层皮。有点酸麻。这些技巧师傅从来没教过，只能自己慢慢揣摩，越走越有心得，不仅没累，反而越走越轻松。本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原来是赵大王，失敬。你可知道规矩？知道。赵大王维护地方安定，风餐露宿，实属不易，一点心意还请笑纳。不用说的那么好听，老子就是劫道的山贼。弟兄们，散了！这位赵大王虽是山贼，但也是个讲究人。我跟着东家在这条道上走了10来年，只要主动奉上钱财，他从不伤人。不仅如此，听说这一条道都是他的地盘，只要他收了钱放行，就没有其他人再劫咱们的道。这买卖其实挺划算。赵大王派2之色。蛇溪村到县城路途遥远，他们大早上出发，路上遇了一次山贼，又歇了2回，直到傍晚才赶到县城。这就是县城啊！这些乞丐欺软怕硬，专门欺负第一次来的乡下人。来福啊，咱们还是去老地方凑合着休息一晚，明天早上再去县衙。是。小哥，快进来玩呀！我下次再来。二楼，你怎么不进去呢？里面可好玩了。没想到你人小鬼大。别着急，等晚上我带你来玩，只要5个铜板，让你开荤。饭可以少吃2顿，大老远的不能白来了。今天晚上大家要轮流值夜，4个人一组，每组值1个时辰。我去药铺了。前段时间琢磨着往大力丸里加点药材，让大力丸吃起来有点药味儿，而且必须是吃不死人的药才行。谋财害命的生意我不干，要是这些药材还能有些足补强山的功效，
那就更好了。为此，我专门向师傅李半仙，他介绍了人参、黄精、灵芝这些滋补药材。不过生长时间长，价格昂贵。刚出炉的肉包子，皮薄馅大，快来尝尝啊！来，拿好，谢谢。你是要堕胎，还是治花柳？我不用堕胎，也没病。没病你来干啥？小小年纪不学好，染上了花柳病还不敢承认。我没病，1天2包，内服外敷，20文1包。我没病，就想问一下，你这里有没有人参？人参？没有。别说我这里没有，整个鞍山县的人参大都在县太爷手里，顶多余下1、2株也被红安堂买走了。你去红安堂看一下吧。那黄芪总有吧？那打参呢？此物名叫肉苁蓉，生于塞外荒漠之中，大补肾阳，谁吃谁知道。我有一种大力丸，吃了能长力气，你这里要不要？不要。老伯，红安堂怎么走？哦，顺着这条街一直走，走到头就是了。哎，好，谢谢啊。别把人家的地给弄脏了。我要的培元固本丸现在有货了吗？正好，我们前几天又来一批，一共也只有10几粒。好，我要2粒。这个培元固本丸是什么药？这是本店秘制的药丸，强身健体，大补元气，尤其对于练武之人有极大帮助。怎么卖的？多少钱1粒？啊，这个药有点贵，10两银子1粒。10两银子1粒，我全部身家也才5贯钱。那个抽屉能给我看一下吗？人参多少钱1株？这一株是10几年的野山参，卖20两银子。原本是有2株的，前2天刚刚用掉1株。刚才那个培元固本丸里面就添加了人参。啊，这么贵，更加买不起了。不过，更要种人参了。也许只需要1年，我就能培育出10年份的人参。盒子里的人参籽全都给我倒出来称一下，3钱半，一共210文钱。再给我称一些黄金种子，这些种子本来也都是药材，买个1、2种不会惹人怀疑，但买太多就不合适了。对了，你们这儿收不收大力丸？人家觉得我是江湖骗子，只是开门做生意，以和为贵，没有当面斥责罢了。原本满怀期待，想要借此发财的大力丸，竟然1粒也卖不出去。哟，二狗子回来了，一个人偷偷摸摸去暗门子玩，脸皮薄，还不好意思跟我们一起去。东家，你蛇口山上的地卖不卖？啥？你想买？山上都是些石头，连水都没有，你买它干嘛？这小子几个月前连饭都吃不起，穿的裤子还露着屁股蛋儿，现在居然想买地。东家，反正那块地全都是石头，又不是什么好田，不如卖给我算了。不行不行，就算再差的地，也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我也要孤城大地，一到万年9天，手举山川积云却为什么就没有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土地？挤什么挤？都给老子排好队！排好队！吵什么吵？大人，我们是来缴税的。缴税就赶紧的，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后面的都排好队。来了来了，大人，我这就给您搬进去。今天就此结束，明日再来。没办法，人家关老爷有规矩，他们只能遵守。
好不容易排到的位置，只能守在门口休息过夜。老财，我先去逛逛。去吧。你是要看病还是买药？你是这里的郎中吗？不像是郎中的样子，难怪生意差。谁敢让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子给自己看病？是啊，我就是回春堂的郎中。别看我年轻，我3岁识字，5岁学药，7岁学医，9岁学脉诀，18岁饱读医经。请你帮我看看这个。此物味甘性温，可益益气扁息，不中益气强身体，可列为上品。我手里有一些这样的药丸，想要卖给你，不知道你收不收？收，当然收，有多少要多少。你也吃一个试试。越嚼越香，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曾经吃过的某一珍稀灵物，果然很不错。你打算卖多少钱一粒？看他这么急着要，感觉还可以卖贵点，3文钱一粒，差不多150文以上，绝对是暴利。他不会直接拒绝吧？好，没问题。总共285粒，30文钱一粒。30文一粒？啊，你说的不是30文一粒吗？我懂了，卖300文一粒就太贵了。你的药丸虽好，还是不值这个价的。现在安商县最贵的培元固宝丸，售价1万钱。你的药丸虽好，比起培元固宝丸还是差了很远。我最多只能给你50文钱一粒，可以吗？可以。好，咱们就按50文的价格计算，一共285粒。50文钱一粒，合14250钱。这么多钱，我买多少丸头啊？二狗子，你可真是没出息！如果能娶到黄老财家的二闺女，看在自家闺女的份上，没准就能买到蛇口山了。人家可是村花，又是首富家的闺女，我一个小独户，高攀不起，只能痴心妄想罢了。将斗装满，上面抹平，就是标准的一斗。但很多小商贩售卖货物时，为了拉拢顾客，会在斗里装满之后，再在上面堆一个尖，多出来的算是赠送。所以时人都说无商不奸。快点儿，磨蹭什么？你们这些刁民，斗都没有抓满！都给老子老实点儿，倒满！哎，好，谢谢啊。二狗，你小子疯了！这么大手大脚，小心年底要饿肚子，连稀粥都喝不上。趁包子还热乎，快拿到包子铺去退掉，吃1、2个解馋就行了。你要是脸皮薄，不好意思，我陪你一起去退，大不了多说几句好话。来福哥，我储备了很多干野菜，过冬没问题。众人都觉得这孩子没父母管束，太败家了。太平年景还能勉强度日，一旦遇到灾年，第一批被饿死的就是这种人。不过事不关己，说多了反而成仇。又在这儿了，可惜了，可惜了。咱们好像快到上次被劫道的地方了吧？没事儿，赵大王很有原则，一趟路只劫一次。前面可是赵大王，他只有一个人，
我们一起动手弄死他！二狗，救我！救我！蛇口山的利益！他追上来了！二狗子，快跑啊！黄老财会不会反悔？那可是3亩地，价值60两银子。而且黄老财现在半死不活，救人任务顶多只算完成了一半。万一他没来得及交代土地的事，就一命呜呼怎么办？二狗，你救了我一命，石窝子里那3亩地，以后就是你的了。多谢，多谢东家。我可以给你2个选择，你可以选其中一项。一是把二闺女嫁给你，陪嫁20亩良田。爹。第2项就是我可以把整座夺口山作价800两白银卖给你，这800两白银不需要一次还清，每年只需要还40两，分20年还清。这2项任你选一项。这2样我都很想要，娶到整个蛇溪村人都眼馋的村花，还能得20亩良田的嫁妆，人才兼得。至于了。但这次进城，让我发现了更广阔的天地。我要买下口口山。好，从今天开始，守口山就算卖给你了，但必须每年还款40两白银，1两不能多，1两也不能少，不能提前还款。如果年底不能还清当年的40两白银，我将税收回蛇口山。等我伤势恢复，就与你一起去县衙立下契约。黄老财为什么要立这么一个奇怪的契约？考虑到我现在穷，一次性拿不出800两银子，分成20年还清，这一点我能理解。但又为什么每年都不能多还，不能提前还清？这就让我无法理解了。就是有点对不住二闺女了，希望她不要怨恨我，另外寻个好人家吧。以后省口山进出只能攀岩，反正我现在力气大，身手敏捷，难不住自己。以后我还要在山上盖一座大房子，把山上所有能开垦的荒地都开垦出来，还要养点鸡鸭鹅。我记忆中还是5岁那年生日的时候吃过鸡腿，可惜山上不能养鱼，鱼肉也很好吃。这次在县城成功买到3种药材种子，肉苁蓉、人参、黄精，需要重新开垦一块地种植。如果能种植成功，今后就大量种植这些药材。粮食虽然是硬通货，但产量太大，自己吃不了这么多，一包包扛出去卖也没那么方便。现在葫芦里还存着100多石稻谷，每天吃3、4顿也吃不过来，只能做成大力丸，慢慢往外售卖。人参和黄青苗又长大了很多，唯独不见肉苁郎出苗。肉苁郎种植大概是失败了。二狗子回到头口山已经有2个月。这是什么？上次那个不靠谱的老郎中说这玩意儿大补，也不知道怎么个补法，干脆一起试试。
今年14岁了，也不算太小。要不要自己使点钱，请媒人给说个媳妇儿？村里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姑娘有12个，说哪一个更合适呢？杏花、荷花、翠花。小时候一起挖野菜、扯猪草的翠花嫁人了。黄老财家伙食真好，从来没见谁家姑娘长这么圆，走路一扭一扭，一晃一晃的。唉，可惜了。这是补太狠了，还是昨晚上在梦里急的？不对，今天的感觉跟往日完全不一样。哎，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怎么变得这么灵敏了？我的身体怎么感觉轻飘飘的？这是什么？这难道就是书中所说的灵气？我能感应到灵气了！这大半年里，李半仙把那本书当成启蒙课本，已经让二好子从头到尾抄了一遍。书上说，天地之间有灵气，任何生灵只要能将灵气纳入体内，都能强身健体、益寿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但普通人虽然生活在灵气环境中，却无法感应到灵气，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达到一定境界才能感应得到。一旦成功感应到天地灵气，便被称为感气。生死注定的来世在爱，等了太久，苦心无奈。这么少呀！哇，这么多！葫芦里的东西有神效，大概就是灵气更浓的缘故吧。修为突破，让二好子能感应到天地灵气，仿佛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既然这才是第一重，那前面修炼的功法又算什么？还有挖出这么多的肉苁蓉，也可以拿一根请师傅看一下，该怎么加工，怎么用。昨天晚上应该是吃太多补药上火了，但如果不是一次吃了这么多，今早也不一定能突破。这次突破，还是去向师傅请教一下才好。看能不能向师傅讨一门刀法、剑法之类的。小蛾子，鸽子哥，大伯家得了我父母的遗产，有几十亩地，自然不需要吃狗尾巴草，但供应张有良习武，开销巨大，日子过得也紧。收些草籽野菜回去，可以喂鸡喂猪，也能省下一点口粮。狗子哥，你也来挖野菜的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西湾田后面那里还有很多很嫩的野菜。哦，好的，谢谢你。我去镇上，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帮你买。我什么也不要，你别乱花钱，到时候又要饿肚子。好吧，我不乱花钱。这个世上，我大概只有小蛾子一个亲人了。今天看在小蛾子的份上，不打他了。这位少年，我看你根骨不凡，有人中龙凤之相。唉，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我话还没说完，你怎么就走了？又有10几天没开张了。现在的人又穷又精，还死抠，越来越难骗了。经历了社会的毒打，才深刻体会到二狗这小子真是个好孩子，尊师重道，好忽悠。我这铁口直断的招牌，看来是要砸了。李半仙，我来了。你最近修为进展如何？我能感气了。感气？功法中确实有感气一说，只是我本人连入门都没能练成，一直怀疑功法是假的，后面的内容都没太在意。
一本前人杜撰的假功法，我练了好几年，亲身证明过的。该不会真被这傻孩子练成了吧？你如何敢气呢？说来给为师听听。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娶媳妇儿。这些细枝末节不必说。就是今早起来，发现能感应到天地灵气了。空气中飘着许多小光点，就是那种在你身体里到处乱窜。不错，不错，但你仍然要戒骄戒躁，切勿骄傲自满。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一块小石头，你将它捏碎试一下。师傅，我捏不烂。所以你还得努力。不知道要修炼到猴年马月，才能拥有师傅这样的本事。你也别气馁，只要能学到为师一点皮毛，考上武秀才并非难事。弟子明白了。师傅，我想学刀法。刀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教你一些剑道倒也可行。想要学剑道，必须从最基础的剑招开始。你把这个拿回去，每天练习1000次。多谢师傅。对了，师傅，我刚才在集市买到一根这样的东西，摊主说是肉苁蓉，还请你确认一下。咦，还真是肉苁蓉。奇怪了，这玩意儿只在荒漠中才有，而且必须与特定的植株一起才能成活。为师最近在研究药象，这根肉苁蓉正好合适。不过还缺一坛酒当药引子。师傅，下次来一定记得给你买酒。山上开荒有很多杂草，种的妖鸡腿也有很多叶子，都可以用来喂鹅。等到明年，还能孵出一批小鹅崽子。鹅吃草，能下蛋，能看家护院，还能吃大鹅腿。2只鹅能卖不少钱。老板，这排骨咋卖？这就是俺不养狗的原因，省粮食还能看家，关键时候还能当口粮。嘿嘿。咦，今天好像没那么容易饿了。以前每天要吃4顿，今天只吃3顿，也没觉得太饿。这么算起来，吃些肉还能省下1顿饭，以后还可以10天半个月的吃1顿，感觉有点奢侈，但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练武就是要多吃肉，进展才快。气的总量比先前少了100余倍，但品质更高，更凝练，更强大。进入功法一重后，修炼中可以大量进食，由有形生无形，产生元气，再转化成真气。这种方法修炼进展最慢，略胜于无。天地间灵气稀疏，修炼大半天也吸不到几个灵气光点，进展也很慢，只略胜于第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服用蕴含丰富灵气的食物和药材，这种方法最高效。只是蕴含丰富灵气的食物本就不多，且价格昂贵，比如人参就能吸纳天地间游离的灵气，将其储存于体内。因此，生长年份越长，蕴含的灵气也就越多。幸亏我手里有黄皮葫芦，能提升各种物品的灵气浓度，否则就算拥有黄老财那样的家产，也消耗不起。这块石头起码300-400斤，现在总算能轻松举起了。
不知道还要修炼多少年，才能像师傅一样。快过年了，还欠黄老财40两银子，年底就得还。卖大力丸赚了14两，买酒买肉和孝敬师傅花了不少，现在只剩6两了。葫芦里存粮，够吃20年。稻田也改种人参吧，这黄金长得可真好。往大力丸里加点药材，带点药味，看起来更像回食，也许能更好卖。东西收进葫芦，品质就能提升。第1天最快，第2天还能提升一点，3天后就到极限了。这次进城买一双棉鞋。上次进城看到那些贵人老爷全都穿棉鞋，看起来好有气派。听说县太爷穿的那种长鞋子叫靴子，牛皮做的，上面还镶金线银线呢。又是一个6、7岁，我和大狗也是这个年纪就成了孤儿。去年也不是有葫芦，我大概也是这样死在路边。还有呼吸，没死。这一包粮食，你留着慢慢吃。能不能活下去，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虽说这伙山贼信用不错，但几10万钱能买1斤猪肉了。站住！别跑！别跑！哼，那帮山贼天寒地冻的，还出来拦路。至于跟山贼拼命，刀剑无眼，万一身上捅个窟窿，就亏大了。对这些乞丐真不能忍让，不然连衣服都会被扒光。你终于来了，我等得好辛苦啊！看来上一批大力丸已经用完了。你上次给我的大力丸还有吗？这次带了多少？这么多啊！好，我全都要了。咱们还是按上次的价格吗？好，就按上次的价格。这个价格我还算满意，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看来司马懿这家伙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不过只要价格合适，合作也不是不可以。一共5695粒，50文一粒，一共284750钱。我给你一个整数，285两银子，怎么样？没问题。不过先别急，我还有2种药丸，你看一下。我第一次吃这个加强版大力丸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东西不一般。我只能感觉到这2种药效增强了很多，但具体哪些方面的效果还不确定，需要试验几次。
你如果不介意，这些算60文一粒卖给我，试验后确有奇效，我再加钱。2种药丸，每种50粒，共100粒，合6两银，一共白银291两。你再查验一下。我叫司马懿，以后还有大力丸都可以卖给我。哦，好的，我叫张二狗，以后还卖你。这辈子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钱，这笔钱足够买10亩良田，够佃户之家省10多年的开支。10亩良田，10几年开支，10几个黄花闺女，10个，要最大的肉包子。去，住店？我是来住店的。呸！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一晚上2两银子，你住得起吗？如果让你住进来了，这里面其他贵人老爷们脸往哪里搁？狗眼看人低。小伙子，你要买布料还是缝衣服？我想买一双鞋子。你要2脚定做呢，还是买现成的？就买现成的吧。有单布鞋、棉鞋，还有能防水的靴子啊！试试这双。不行，这双太小了。一双桐油靴子重达4、5斤，要卖1两银子，是普通棉鞋的好几倍。我要那双大的。客官，本店专门打造各式兵器，你需要什么样式的？我想要一柄重一些的剑，至少要10斤以上的剑。8斤以上的算是重剑，你到这边看一下。就这柄。要不要剑鞘？木质调剑鞘只要200文钱。不用。总算都买齐了。咦？爹，你看看这几罐铜钱，什么是大惊小怪的？不错，这就是百乱铜经。不知道，今天收的钱太多，我也是清点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件事情不要声张，也不要轻举妄动。这是一笔横财，但也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小蛾子，你看，我给你买了些好东西。呀，好漂亮，给我的吗？当然给你的，我又用不着。狗子哥，你下次别买这么多东西了，以后没钱饿肚子了怎么办？就昨天，村西头的3肚子死了，饿死的，你拿去退了吧，不好吃。小蛾子别担心，我现在不会饿肚子了。黄老财已经把蛇口山的地卖给我了，还允许我以后慢慢还钱。真的？我大哥一直想买那块地，听说黄老财死活不愿意卖，没想到他居然愿意卖给你。你家有好几10亩良田，你哥非要买那座黄山干嘛？西西可能不知道，我大哥最近又买了些田地，现在我家有100多亩良田了。张兄，那我就先告辞了。捕头慢走，捕头慢走。官差怎么到你家来了？这个王捕头是大哥的朋友，来村里拿人的，顺道过来跟大哥叙叙旧。拿人？谁家招惹到官府了？哦，我忘记跟你说了，黄老财大儿子打死人，家属告到县衙里了。黄老财家出事了，我得去看看，我还欠黄老财几百两银子呢。让一让。黄老爷，二狗啊！黄老爷，别急，要不要我想点办法，提前把800两银子都还给你？不，绝对不行，还是按照原来的约定，每年40两，20年还清。我们明天就去县衙盖上大印。好。这次差不多一时大力丸就卖出200多两白银，
尝到了甜头，计划把葫芦里那200石粮食全都制作成大力丸售卖。进去吧。多谢，多谢。好了。爹，我没有杀人，我只推了那个乞丐一下。爹，我是冤枉的，救我出去，我受不了了。他们打我不给饭吃，还逼我喝尿。大人，行行好，孩子还小，不懂事。黄老爷，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手里还有些银子，可以借给你。以后就别叫我什么老爷了，我跟你爹同辈，如果看得起，喊我一声皇叔就可以了。借钱就不必了。如果有余钱，我可以把蛇口山脚下那些田地也卖给你。为什么？我们老黄家好几代人攒下来的基业，大概是守不住了。早知如此，当年就该砸锅卖铁，也要中应富贵习武，考个秀才功名。二狗，等你赚到钱，劝你一定要舍得钱财，去习武考一个功名。读书没用的，文秀才地位远远不如武秀才。过完今晚，他就15岁了。15岁的他拥有一座蛇口山，还有山脚下的50亩上好良田。如果没有足够实力自保，赚再多钱财也守不住的。决定今后把主要精力和财力都用于习武，考武秀才。来了，坐。看看这个，拿着，院里朝树结的，甜。谢谢师傅。二曹，快进来吧，外面冷。富贵哥，这包大力丸你拿着，对你的伤势恢复应该有点帮助。谢了，狗子兄弟。有心了，二狗。去，把里屋那包柿饼拿来。皇叔，我走了，你们保重。我总算是明白了一些道理，只要我变得更强，强到没有人能威胁我，就没有人能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感觉修炼进度还是太慢了。这2种丸药我出80文一粒，培元固宝丸只剩8粒，10两一粒。30斤重剑加140块5金铁片，这花费……爱你吗？天地间风雨忽然变，究竟人都要回来。爱总会来，生死注定原来是在。我终于成功了！师傅，我能捏碎石头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好，不错，不错，能把石头捏碎，算是小有成就。不过，全凭一股暴力，仍然欠缺一些火候。
师傅教训的对，弟子这点微末本事在师傅面前，如同那什么萤火与日月争辉，已经很不错了，但仍需努力。你的基础剑势练得怎样了？我已经可以使用60斤重剑练习基础剑势。还不错，需要继续努力。当你能使用100斤重剑的时候，为师就可以传你一套剑法了。弟子一定努力。都卖光了，要等下次了。师傅，我已经能使用100斤重剑了。你真的能用100斤重剑？可以了。把你这柄剑给为师看看。好的。此剑声音清脆，品质倒也不错，你自己捡起来吧。师傅，你看我这样直刺对不对？师傅能不能为我演示一下？不用为师演示，你已经练得很好了。我这样刺真的没问题吗？要不，师傅你还是露一手，让弟子见识一下。不用了，为师已修炼至更高境界，早已无剑胜有剑，举手投足之飞花摘叶皆可伤人，执杖开外取人头颅，犹如探囊取物。此这等基础剑势，辱没了为师这双手。你的基础剑势已经练成，现在为师传你一套剑法。这是为师祖传剑法，博大精深，高深莫测。你拿回去要仔细研习修炼，不得懈怠。多谢师傅。不过，师傅从来没骗过自己。越是难以修炼，就越能证明这门功法非同一般。只要持之以恒地修炼下去，迟早会成功的。余下这些舍不得用了，算起来好像还是购买培元固本丸更划算。怎么回事？他娘的总是动个不停，还打着我呀！等了太久，苦尽无奈。昨晚上的事虽然没吃亏，但也没占到便宜。二娃子事后反思，原因还是自己的剑法没练成，只会一些基础剑形，敌人乱动一下他就刺不中，必须再加快修炼进度。决定再去一趟县城，看看能否买到一些培元固本丸。他下山之后，一直都绕开大道，没让任何人知道他已经下山。二脚兄弟，你总算来了，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来？你看我的黄又稠白了好几根。不好意思啊，最近有点事情耽误了。这些先不说，那个加强大力丸你带了多少？之前卖了一些，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把你那些小伙伴都叫过来。好的，谢谢恩公。走吧，咱们等下少吃一道菜的钱，够他们生存好几天了。那些小乞丐好像都跟你挺熟的，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孩子。我每次少吃一道菜，把省下来的钱送给这些乞丐，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走吧。
听说鸿雁楼前段时间搞到一块百年鱼妖的肉，咱们也去尝尝味道。哟，原来是司马公子，里面请。奴婢拜见两位公子。听说你们这里弄到了百年鱼妖肉，给我来2份。二乔老弟，你喜欢吃点什么？我吃炖猪肉。好的。好，上1份炖肉。尝尝，鸿雁楼的厨子祖上可是给皇宫里当过御厨的。这就是百年鱼妖肉，难得一遇，你尝尝味道。你知道吗？据说这条鱼妖有300多斤重，就连这条鱼剩下的鱼鳞鱼刺也被洪安堂买走。对了，你跟洪安堂很熟吗？跟他们家的少东家认识，但来往不多。你有什么事吗？我想买培元固宝丸，但来了好几次都没买到。如果能买得到的话，这些银子全都买了。哦，这事儿啊，你要多少？我可以帮你买，没问题。真能买到这么多？不是说人参都被县太爷掌控，外面流通极少吗？话是这么说，但安城县除了县太爷，还有几家传承数百年的家族，早就根深蒂固。对于一些地下秘密交易，县太爷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你放心吧，明天早上到我的药店来取药丸就行了。那就多谢了。掌柜的，结账。客官慢走。竟然花费了18两银子，这么多银子可以买好几头猪了。仅仅是他吃掉的那一小片鱼肉，就要5两银子。二狗兄弟，今晚就住我那里吧，明早拿了药丸再走。不了，司马兄，我还有点事儿，明早一定去药店找你。那好，明日静候。好。18两银子，就这么没了。多谢，多谢，小事一桩罢了，不必客气。倒是你的大力丸还可以多送一些过来。如果你手里有其他珍贵药材不方便出手，也可以卖给我，我能找到销路。好的，不过手里暂时没有什么珍贵的药材，大力丸倒是还有一些，我过段时间给你送过来，还是换成培元固本丸。哎，客官你好，这次要一柄什么样的武器？我要打造一柄120斤的重剑。没问题，你需要什么材质？我们这里除了寻常的钢和铁，还有一种百炼铜精，只要往武器中加入少许，就能大幅提升性。百炼铜精是什么东西？百炼铜精这种材料是仙师用一些特殊手段将100斤铜反复锤炼，最后只剩1斤。这种材料出自仙师之手，里面带着仙气，你说好不好？哦，1斤200两，就打造一柄普通的铁剑使用算了，还不如买20粒培元固宝丸吃。哎，客官，你看这柄剑还满意吗？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小子，今天怎么不闯关了？我想让你试试我的剑。都别动，老子亲自杀他！好小子，有点意思啊！这把不算，是我的刀断了。你换一把刀再来。我还打不打？老子肚子饿了，回家吃饭，明天再跟你大战300回合。他才刚找到一点窍门。百段银晶，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百段银晶。刚才那位客官给出来的100两银子，竟然是百段银晶。爹爷爷，这人刚走没多远，我们要不要？住嘴！你以为人家不识的百段银晶就觉得好欺负？你没看到人家手里提一柄100斤重剑，比你拿烧火棒还轻松。老子警告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你也不小了，从明天开始传授你武器锻造法门。这一本百兵谱，你先拿过去看。
这是咱们家祖传之物，小心保管，别弄丢了。他在琢磨着以后如果有时间，要把悬崖上那些凸出来的石头全部削平，稍微平缓的地方还要种上荆棘。一粒药丸被炼化之后，相当于平时修炼10来天。至于师傅教的那门剑法，始终没有多少进展。这门武功果然高深莫测，太难了。东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找阿贵吃饭吧。二寡，你看那是不是赵大王？哎，是他。那咱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对，表示表示。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哎呦喂，我肚子疼，好像吃坏东西要拉肚子了。秀才老爷的车队，你们也要拦吗？啊呸！秀才算老几？反正所有人从这条道士过都得交钱。你这么多独轮车，就这么点银子，是打发要饭的呢？你不要欺人太甚！告诉你，我们家赵大王今天心情不好，最好是老老实实交钱滚蛋，早晚要灭了这群山贼。刁民，没吃饱饭吗？装这么满，想累死官爷？重装！姚毅目的地西南边境修建城墙，为期1年，10个人里大约只有3个人能活着回来。东家仁义，张有良那老东西，针尖上削铁，克扣佃户，不是东西。现在1条人民卖多少钱？这得看年龄，青壮男子最贵，大概要20栋上好的稻谷，50岁以上的老弱只需要2栋稻谷。女子的价格还得看年龄姿色，最贵不超过20栋，便宜的几斗谷就能买。若是遇到灾年，价格还能便宜很多。那我出20坛，你帮我请一个大夫徭役的。东家真的愿意开出20坛的高价？没错，就20坛。东家，不用找别人了，让我去吧。阿贵，这可是苦役，有可能会死的，你没必要冒这个险吧？况且今年收成不算交完租子，应该还有100担余粮吧？唉，这也就是想今年风调雨润，收成不错，还要春缴纳户税，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19还能卖个10道，也没几年活头了。现在有一个卖20担的好机会，不去的是傻子。有这20栋粮食，我就能攒下1亩薄田。万一要是能活着回来，这20栋就是白赚的。好，尽量活着。这肉真好吃，是给我吃的吗？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他阿贵叔，这大过年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他阿贵叔，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你要好好照顾你娘。过完年，二狗子，你看，二狗子也到了16岁，捉眉的对象之中，就有黄老财家的二闺女，李屠宰的大闺女，张铁子家的老六，隔壁村的杏花，都是些腰粗腿壮、屁股大的好人家。只要他点下头，就能吃到全村最肥的肉。只是迫不得已，暂时只能打光棍了。他不想再被那些衙役呼来喝去，任意鞭打。要是娶一个媳妇放在家里，就好比让一只猫守着一条鱼。而且如果娶一个媳妇放家里，他黄皮葫芦的秘密也有可能会泄露出去。算了，还是再忍几年吧。眼看着武秀才报名的时间越来越近，求求师傅！师傅，我手臂加上长剑，一共才5尺多长，无论如何也刺不到1丈之外的目标，这几招该怎么练？想要使蛮力刺中1个丈之外的目标，自然无法做到。外烧之外放，而不是蛮力。区区5、6尺的境界之后，只是你肉上度的真气外放，
而不是真气的极限。当以无间入有间，无形入有形，理解了吗？师傅，还请手下留情。咱们要不要换成一只鸡鸭试试？反正试完了还能吃，也不会浪费。这老乞丐死了，咱还得给他埋。放心，为师自有分寸，你且睁大眼睛看仔细了。痛死我了！痛死我了！老神仙饶命啊！没看明白。老夫刚才隔空在你的肝脏上轻轻戳了一下，并无大碍，休息几天就能好。你刚才没看明白，为师在近距离为你演示最后一次，看仔细了。哦，你功力不够，高深的武学一时半会儿也难以理解。回去之后慢慢修炼参悟吧。记住，待你哪一天修为足够，你现在实力还太弱了，再等等。多谢师傅指点，我悟了。调动丹田中的真气，沿着经络运转，寻找合适的突破口，最后手击阴心包经上的劳宫穴。这真的是仙术！原来你真的是仙师，我不敢收你的钱了。什么仙术不仙术的，就是咱们师徒搞出来的杂耍。这是给你的50文钱，快走吧。师傅，我这样算不算真气外放？哎，真是朽木不可雕，真气外放哪有你这么蛮干的？你这样简直是一头蛮牛！你要懂得控制力量，要收放自如。谢谢师傅指点，我领悟了。他又悟到啥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丹田中储存的真气被消耗一空，用了3天时间，丹田中的真气才恢复到正常。还是师傅他老人家经验老道，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一次消耗1柄剑就得100两银子，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说，学习任何技艺都需要名师指路。二狗子就很庆幸自己得遇名师，这次向师傅请教，虽然没完全看明白，但也为他指明了修炼的方向。站住！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你能进的吗？乡下人真不懂规矩。我想问一下，出去，出去！我是来报考的，我要报考。就凭你，你知不知道应该考些什么？该如何考？对啊，我就是不知道这些，便想来打听一下。滚！什么都不知道，也敢来消遣老子！有什么要打听的，快点问吧。我就是想打听一下，考武秀才该如何报名，怎么考的？我想要报名。报名简单，拿上你的户籍名册，衙门里就能报名。户籍名册应该去什么地方办理？除了这个，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哪有这么多废话？不懂的回去问你家大人，问你们村里正去。黄老，我是来求您帮个忙的。我现在已经不是李正了，管不了那么多事儿了。我想考武秀才。哦，考武秀才，你如果需要户籍名册，可以直接去镇上，积分那边直接就能办理。这样吧，我反正也是闲着，我以前与乡政也有些交情，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上名帖。哦，那就多谢了。乡政是个文化人，有文秀才的功名在身，一切面由我来交涉。见过乡政，这位是张二球，是我远房亲戚，想来咱们三岔子镇落户。你叫什么名字？回禀乡政，小人叫张二球。今年多大了？回禀乡政，小人今年16了。既至于武士，当勤勉不戒。多谢乡政。你这个不行，要到县衙盖章，缺了李正的画押。这个税单的印模糊了，重开。包家长的文书呢？保荐信呢？什么保荐？你连这也不知道，还报什么名？回去好好种你的地去。求求你了，能不能跟我说说？无论文武，参与考试必须有3名秀才联名保荐，才有资格报名考试。你上次要的培元固本丸，我早就帮你换好了。哦，这段时间忙其他的事情，差点把药丸的事情忘记了。什么事？能忙得连培元固本丸都忘记了？这可是几百两银子，你要是再不来，我可就摊墨了。唉，就是一些烦心之事。二高老弟，你可能不知道，我一位兄长吃了你的药丸，修为大涨，已经准备要去考武举了，所以必须好好感谢你的。只有秀才才有资格考举人。你家兄长是秀才老爷？嗨，什么老爷不老爷的，就一普通秀才，武夫而已。你认识很多秀才吗？也不算多，家族中有8个秀才，
县城里有几个秀才也是相识的，总共也就认识10-20个吧。司马兄，大哥，想求你帮一个忙，包在我身上。明天我就去学政衙门帮你问一问。太好了，我在学政衙门门口已经等了3天了，他们就是不见我。我给门房塞了银子，他还是不见我。他们还把我的户籍名册给扔了出来。程歪嘴，又是这个程歪嘴，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你放心，保荐信我明天就能帮你要来，后天早上我陪你一起去学政衙门。司马公子早。四哥，哈哈，14弟你来了，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肯定给我带来好消息了。哈哈哈！嘿嘿，我昨晚在黑市里还真搞到了一株品相不错的人参，起码也有20多年药龄了。这株人参还真不错，我已经感觉到任督充盈发胀。等我把这株人参服下，应该就可以开辟七海丹田了。天下习武之人，谁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修得正果，成仙入道。你快要突破到炼气3层了。还得多亏了你帮我找来的这些药丸，价格便宜，功效又很不错。14，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些药丸从哪里买来的？停，收起你那颗贪婪之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现在这样就很好，何必杀鸡取卵呢？哎，我就是好奇问一下，你至于这么一板将眼的吗？我司马洪看起来像是坏人吗？我说小易，你真不打算习武，然后走武举路线？不去，我要成为一代名医，济世救人。学医是救不了世人，白白浪费了你大好天赋。咱们今天不谈修炼，你帮我弄几份武秀才考试的保荐信，我一个朋友要用，这是姓名与户籍。行，这事简单，你坐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就来。张有良，大力丸到货了，这次要多少？司马堂主，有什么事吗？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家里的地租还没收上来，能不能赊几个月？行，赊给你100粒和10两银子。谢谢啊。先别急着谢，帮我写一份保荐信。没问题，帮谁写？三岔子镇张二牛。张二牛好像和你一个地方的，跟你还是本家，你们认识吗？见过几次，不太熟。站住！我进衙门报考，你还要阻拦吗？司马公子，你老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你让下人过来吩咐一声就行了。听说你这里不送银子就不能办事，甚至送了银子也不能办事。程歪嘴，你收人那几两银子不过是多逛一次青楼，打赏里面的粉头。你有没有想过，这几两银可能是普百姓的全部家产，没了这几两银子，他们就有可能活不下去。公子教训的有理，以后一定痛改前非，实实在在做事。那你还愣着干啥？给人家办事啊！张兄弟一表人才，年少有为，是我看走眼了，以后多关照，常来喝茶。公子慢走，张兄弟，以后有时间过来一起喝茶吃酒。司马公子，多谢了，你还是称呼我司马懿就行。什么公子的，听不习惯。其实我平时也不喜欢跟衙门里的人打交道，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他们那个样子，想想就觉得恶心，跟躺在蛆虫堆里有什么区别？我开药店治病救人，不用跟他们打交道，自己赚钱自己花，所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自己的钱花起来心中踏实。站住！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一下，你手里还有这种铜钱或银子吗？你忍忍，快去不同意。小子，好狠的心！好小子，果然有些实力。不过蛮力再大，终究不过是武夫罢了。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修仙者的手段。嘿嘿，小子，仙家手段岂是你凡夫俗子能够奈何的？你竟然也是修仙者，道友，误会啊！你杀了道玄宗的人，你惹上大事了！看来你知道很多事。别杀我，我都说，我全都说。根据小胖子交代，道玄宗是个修仙门派，他家刀剑铺偶尔会帮道玄宗打造东西。既然人都死了，初风也省了事，但这场火未免太结实了。师傅，你有没有听说过道玄宗？怎么了？你可千万别跟他们接触，会掉脑袋的，甚至诛九族。为什么？所有宗门都必须获得官府批准，没在官府批准备案的宗派都是邪教，道玄宗就是这种邪教。师傅，还有一件喜事儿，我已经成功报考了，准备参加武秀才的考试。
私传修仙功法这事儿恐怕瞒不住了。只要去考试，肯定被人看出端倪。我想去试试，万一成了呢？二狗啊，为师最近准备要出一趟远门啊！师傅要去哪里？多久回来？为师要去昆吾仙山采摘几株仙草，少则3-5年，多则11年。你好自为之，切不可懈怠。弟子谨记师傅教诲。在二狗子身上也骗了不少钱财，是时候该走了。但最后一笔，你以后纵使修成绝世武学，也要低调行事，不要轻易在人前显露。更不要在外人面前提及为师的名号。为师向来淡泊名利，不喜外人打扰。师傅这种世外高人不显山不露水，反观自己取得一点成就就沾沾自喜。弟子明白了。师傅，你离开后，弟子修炼遇到问题该怎么办？此事确实很难，不过师徒一场，看你诚意可贵，老夫决定背叛祖宗遗训，将全套功法传授于你。多谢师傅。不过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若是白送给你，就是大不孝了。师徒之间谈钱就显得生分了，你只需表示一下诚意即可。师傅，大概要多少银子才显得有诚意些？钱财这等黄白俗物，身上留太多反而沾染了俗气，随便拿个100多两，表示一下诚意即可。弟子明白了。为师手里还有一块祖传的玉佩，干脆也留给你做个念想。不过祖传的东西又不能白白送人。弟子明白了，需要付出多少诚意？祖传的东西，宝物有价，情义无价。以前别人出50两银子，我都不卖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14岁拜师学武，至今大约2年半。师傅他老人家果然也是神仙人物。至此，他生前怎么也练不成的那一套剑法，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爱你了，天地间风雨忽然变，有情有义的人都要回来。爱走回来，生死注定的来世在。原来就空虚无奈。最真心的爱，曾体验过，春去又来，只要死不再也能排。明天就是武秀才考试之日，他要去县城赶考。卖瓜子儿，1文1桶，让让，借过。嘿嘿，又要发财了。都让开，都让开！他跟我一起的，多谢司马兄弟。不用，我只是受兄长之托罢了。大周王朝安盆县武秀才考试正式开始。考试规则如下：第1轮，举重淘汰，绕场场1圈。司马东，那人是谁啊？你怎么把一个庄稼汉领进考场来了？我也不认识，我14哥非要我带进来的。什么时候考武秀才的门槛这么低了？连庄稼汉也来凑热闹？快看，那个穿粗飞衣的，就他也敢来举重，这小子是来搞笑的吗？就他那小身板，还想举500斤的石头？这一幕给围观诸人一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他担心被考官揪住辫子。此子力气不小，动作略显笨拙，但底子扎实的吓人。是哪个家族的？面生的很。其实对于二狗子而言，双手举500斤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背上的剑就有150斤。第1轮举重考核结束，通过者64人，淘汰者42人。通过者休息1刻钟，准备第2轮兵器考核。第2轮兵器演示，现在开始。跟师傅教的不太一样，感觉这么小的剑，跟大姑娘的绣花针差不多。剑法的评分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看，怪力小子又上场了。哎，那是什么？银板？这个少年是谁家的子侄？14，这就是你那个朋友。小小年纪就有了炼气3层的修为，此人真是天才。
还是炼气3层，这是谁家子弟？操的真是！以中。为什么才以中？我就说花架子没用，把地砸坏了有什么用？老夫司马刚，安城县尉，本次的主考官。你的剑法演示可谓一言难尽，让人不忍直视。可以说你丝毫认不懂剑法，才勉强不乱舞了一冲。还有，你砸坏考场青石地板，责令你赔偿白银100两。学生，认罚。全力出招吧，看你能撑住几招。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会小心点。考试继续，经5位主考官商议，张二镐本轮实战考核成绩为甲上。甲上满分。张二镐，你出手过重，需赔偿白银100两，可有异议？学生没有异议。因为这一次的考试，他还欠下了200两银子的债务。哎呦，我总算找到你了！我大伯想要见你。你大伯是县尉大人，他找我干嘛？我欠县衙的200两银子，今天就去还清。别紧张，我大伯很和蔼的，就是找你谈谈，没别的事。好吧，你先把这些大力丸清点一下，还有这株人参送给你。司马公子，4楼雅间请。大伯，张二镐已经带来了。你叫张二狗？回县尉大人，小名张二狗。你修为还不错，就是修炼不得其法，简直是乱七八糟。不知你师从何人？抱歉，家师有嘱咐，不能对外透露他的名号，还请县狱大人恕罪。既然不便透露，本官今天就暂不追究。不过私传仙法可是重罪，以你资质，若是能勤加修炼，将来大有可能再进一步，考上武举人也说不定。老夫可以推荐你进入正武堂担任教giáo，同时还可以继续学习。你意下如何？小民当然愿意，多谢县丞大人。好了，你且回去吧。要是能考上武秀才，就能免税免役，还能进正武堂，那我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你昨天给我的那种人参，手里还有没有货？我可以出高价购买。没有了，那一株也是偶然得到的。张兄弟，你可有婚配？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堂妹，跟你年龄差不多，便想着给你们俩撮合撮合。哦，戏文里女扮男装，以妹妹许婚的桥段，现在还小，不想成家。该死，路堵死了，墙也这么滑。可恶！这次有贝尔来，你接下来。你天性最小，最灵活，你爬上去试试。圣人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不需要是成功爬上去，我给你20两银子，还请人给你做媒。圣人，君子安贫乐道，不亦乐？区区银两打动不了我。行了，让你读书考秀才不是用来狡辩的，我自己上。小心点儿。你可不要死，你是咱全家人的希望。我们道玄宗原本是上古修仙界的大宗门，只要加入就能学习传承。你看，此符激发10步之外取人首级。你考武秀才，在那些官老爷眼里，你就是用来干活和背黑锅的。道玄宗随时欢迎。你刚才说不是符纸变成利剑，怎么隐身了？你在哪里？你还在吗？我在你身后。中了，我中了！尔等今后当勤勉忠君，报效朝廷。恭喜恭喜，张兄弟年少有为，原来咱们还是远房亲戚。哎呦喂，原来是二宝啊！沈娘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有出息的，不枉我含辛茹苦养了你10几年，晚上到达不家来吃饭。多谢沈娘，离开这么多天，我还要回蛇口山看看。小蛾子，我在县城帮你带了一件小玩意儿，送给你。谢谢二狗哥，多谢秀才老爷，好人啊！
有人来过。看家护院方面，鹅比狗还要可靠。这一晚上他是横路都睡不着。要是有心人，万一爬上来了怎么办？大白鹅应该能成为一大助力，应该再加强点。剩下的这13只鹅大概是不会死了。让二狗子过足了自由飞翔的瘾，但从山下往上飞就很费劲了。上，喂！的领地意识很强，看家护院应该没问题了。经过这些年的培育，他现在拥有20年以上的人参数量，差不多7、8千株，一直没怎么挖。10几年要龄的则有好几万株。听说100年人参有奇效，再有8年。目前完全绰绰有余，只可惜这些多余的人参，他不敢拿到城里去卖。以前偶尔拿出一根10几2年的人参卖给回春堂，司马懿开心的像个孩子。其实还没有他家里的大鹅吃得好。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还挺对不住司马懿的，毕竟人家那么够朋友。唉，我们司马家种参那可是在悬崖边上，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收成少得可怜呐。只是这葫芦太大了点儿，要是能小点就好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你的死活与我家无关。若是被人发现，我在冰天雪地的石头山上种了这么多水稻，还长势极好。确实还有一块地，不过这块地比较贫瘠，是刚刚开荒出来的生地，而且位置也比较偏远。你要不要？木半山。一点药味都没有，味道还太好了点儿。就这个卖相，当成大力丸卖，可能很难让人相信。你的药丸虽好，比起培元固宝丸还是差了很远。我最多只能给你50文钱一粒。好，从今天开始，守口山就算卖给你了，但必须每年还款40两白银，1两不能多，1两也不能少，不能提前还款。你所说的灵气，我能感应到灵气了。道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教你一些剑道倒也可行。多谢，多谢。小事一桩罢了，不必客气。倒是你的大力丸，还可以多送一些过来。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一下，你手里还有这种铜钱或银子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14岁拜师学武，至今大约2年半。尔等今后当勤勉忠君，报效朝廷。东家，这是100担稻谷，早就准备好了，只是蛇口山太高，我们送不上来。终于体会到了当地主老财的快乐。按照正常人的食量，这100稻能吃很多年。不过，如果换成培元固宝丸，按照现在的粮价，只能换到10几粒药丸。东家，要不要我想办法帮你把这些粮食调到山顶上去？不用了，
搬上搬下的太麻烦了，暂时先存在你这里。我干脆请些工匠在山脚下建一座大仓库，他又不能在人前直接用葫芦装粮食。现在自己有粮有地，干脆在山脚下盖一座大房子，可以临时居住，也可以用来储存物品。阿虎，现在正好是农闲时间，你帮我请工匠张罗一下盖房子的事情，工钱就从这100山稻谷里出。这只鸡你就留着下蛋，还能补贴点家用。你放心，这50亩地明年还租给你，地租仍然只收50%，不涨租。狗子哥，小蛾子，咱们找一个地方烤鸡蛋吃去。好呀。好香啊！狗子哥，你这么会烤鸡蛋，以前经常烤吗？以前没有鸡蛋，山里有鸟蛋呀。我跟你说，有好几次我把鸟蛋烤熟，剥开里面是那种成了形、长了毛的小鸟。啊？这样的你也敢吃吗？这有什么不敢的？都是肉，我连毛都不会剩下半根。知道你家以前养的猪为什么总是长不壮吗？为什么？因为好吃的都被我偷吃了。我想起来了，我娘还跟卖猪仔的吵了一架，说是把长不壮的病猪卖给我家。在二狗子心里，他只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其他那些攀亲戚的、称兄道弟的，都很假。多谢帮忙，一点土特产。肯定不是人参，自家腌的腊鹅，尝尝。客气。去正武堂报道，顺路我领你过去，那就多谢了。四哥，四哥，还带下酒菜，张兄弟送的。新秀才张二乔，正是在下，有事找四哥。这是你的腰牌，凭借这块腰牌可以借阅书籍，领取俸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成了教习，能免费查武学资料，交流学习。不过还是惦记起蛇口山的庄稼，偶尔来住。这已经是二狗子有生以来见过最多的书籍了。自古以来书籍都很珍贵。他拜师李半仙之前，眼里只有三岔子镇，县城都没来过。拜师之后才知道，安安县只是大周王朝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县，但仍然所知不多。此刻通过这本书才知道，大周王朝共有9州36府186郡，下辖数千个县。大周王朝的东边是一片无边海洋，西边有一个桃山国，北面有巨人国，南边为万妖国。安平县地处王朝西南角，边界与万妖国及桃山场妖魔鬼怪就离自己很近。庆幸这几千年都太平无事。相比李半仙教自己的武功，这里的武学都要浅显易赏得多，要求也没那么高。以他现在的身体条件，应该很快就能将这些武功练成，没有难度。讲到这些珍贵内容，早就被人整理成书籍，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学到。除了武学，竟还有耕种、兵法、野贴这些不传之秘。若要考取武举，兵法乃是必考科目，武秀才只能当打手，武举却截然不同。用了3天，细细读完。以前跟着师傅学，总觉得懂了些什么，可直到今天，我才算睁开了眼，看懂了这世界的模样。眼界总算不再只盯着三岔子镇和安昌县城了。在大周王朝建立之前，这一片土地上，人类与妖魔鬼物混杂，宗派林立，普通人类只能依附于少数修仙大宗们，才得以苟且偷生。这些仙道大派实力确实不弱，门内飞天遁地的高手无数，足以保一方无忧。这些仙道大派虽然同属人族，但立场不同，甚至这些小山头内部又有许多不同的团体，面和心不合，不同的流派和山头各怀心思，相互之间攻打杀伐。人族之间3天2头地争斗攻打，就从来没消停过，以至于经常元气大伤，反而被妖魔所成，连累普通人跟着遭殃。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散修出身的奇男子率领人族修仙者杀退妖魔，荡平四方，终于建立起大一统的大周王朝。组织强大的修仙者军队与周边妖魔鬼怪抗衡，对内又以科举的方式层层选拔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吸纳大量人才为王朝效力。为了天下安定，大周王朝将所有仙道修炼功法都收集到了官府手里，对于私自传修仙功法者治以重罪，普通人连修炼之法也接触不到。从此天下太平，无人敢有二心。据大周史记载，历史上曾经有好几次大规模的刁民作乱，当时声势浩大，但朝廷派出由修仙者组成的大军，举手投足之间便已经将作乱的刁民屠杀得干干净净。大周王朝的民风愈加淳朴，那些刁民再也刮不起作乱的刁风。合上这本书，心里头沉甸甸的。我得庆幸生在了这个太平的年月。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经是炼气3层的修仙者了。师傅他真的没骗我，他是真的冒着杀头的风险把仙家功法传给了我。我竟然还怀疑过他，我真是猪油蒙了心，恩将仇报。下次遇到师傅一定得好好报答。可师傅他老人家淡泊名利，看不上俗世的钱送钱送物，反而污了他的仙风道骨。哎，还是以后多奉几盏茶吧。炼气3层
好像也没什么可自傲的。大周史里提到的人物，随便一个不起眼的，都是筑基以上，路还长着呢。果然是，什么书都有，就是一本功法典籍也找不到。大周史所言非虚，为了天下安定，便于统治，官府收走了民间所有功法典籍。副堂主，何处可寻得功法？民间功法早被收走销毁，考取武举人方可获赏赐。对面可是张秀才？正是，不知有何见教？丁家庄富甲一方，跟司马家差不多，这请帖就值几百钱。既然盛情邀请，就顺便去打打秋风。我们俩是丁家庄的丁秀清香，奉家主之命，特来邀请张公子到丁家庄做客。好，有劳带路。作为一个农民，他走到任何地方，第一眼就会下意识地观察庄家长势。但现在已经是秋冬季节，百草凋零，其他的地方和稻谷早就收割了。你们这里的稻谷怎么还没收割？哈哈哈，这个正是我们丁家庄的特产猫牙米，在整个三阳郡都很受欢迎。县城里鸿雁楼就用我们这个米煮饭酿酒。村庄很大，起码有上千户人家。世上竟然还有如此富饶的地方，都不关门，不怕小偷吗？锁门，丁家庄没小偷，挂锁防贼，太不尊重。张秀才，稍等片刻，趁日头烈，把草除完。二狗子曾经听司马懿说起过，人参种植极为困难，但世间有一种地，天生适合人参生长，便是灵田。就是面前这块地，竟然是一小块灵田，不愧是安章县数1数2的家族。哈哈哈，张老弟远来是客，咱们庄户人家也没啥好招待的，炒点青菜，杀只老母鸡下酒。张老弟要是觉得好吃，到时候包几斤回去，细细品尝。多谢丁家主。见过家主。哈哈，两位不用客气，请坐。这位是张二岛张秀才，这两位是沐风王英，往年的武秀才。这些食材竟都含灵气，简直不输我那黄皮葫芦转化的功效。他们极少吃这等食物，为何如此隆重？老夫有事，烦请两位陪张秀才转转。多谢丁家主。张兄弟，看看咱这儿。还是读书人主意多。他建议把二狗子堵住的山路重新打通，总比每天晚上在山脚下转悠强。这张二狗真不是个东西，早知道当年就打断他的手脚。闪开！张二嫂，我要你血债血偿！丁庄主盛情款待，晚辈感激不尽。然家中尚有农业未布，不敢久留，特来辞行。张秀才家中事忙，老夫就不强留了。沐风、王英，替我送送张秀才。日后若有闲暇，丁家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看这丁家庄如何？很富足，比别处都好。只是这庄子没佃户吗？哈哈哈哈哈哈！这整个村庄除了丁老爷一家子，其他人全都是佃户。赵老四，你说是不是？我当然是丁家的佃户，只要丁老爷不嫌弃，我愿世世代代当佃户。这是为何？佃户没有地，每年至少要把收获的一半上交，吃糠咽菜才能勉强活着。他以前做梦都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若非迫不得已，这佃户狗都不想当。眼前这人给丁家当佃户，竟然还一副很自豪的表情，并打算世世代代当下去。在丁家庄当田户，比起别处自然大不相同。就算种自家的地，至少需要向官府交纳30%的税赋，但我们丁家的田户只需要交2%地租就足够了，剩下全都是自己的。这样的好事儿，离开丁家还上哪儿找去？丁家主是武举人，免交关税，收2%地租也绝对不亏。丁老爷仁义，大家平时遇到困难，他都会相助，借贷钱粮，从不收利息。我们几个人常住在丁家庄，每年都能领到5升灵米。张老弟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刚才吃的米饭之中便掺了少许灵米。灵米10年一熟，能强身健体，武者吃了能提升修为，能修仙。煮完米的锅都得刮得发亮。两位现在感应到天地灵气了吗？他记得自己好像是14岁那年成功感应天地灵气。没有，我们俩加入丁之庄的时日尚短，另外有好几位年长的武秀才早就感应到天地灵气，最强的恐怕已经修炼到炼气2层了。这灵米的禾苗长啥样？能带我去看看吗？当然没问题，不过灵田有专人看守，咱们不能靠太近。你看这个猫牙米，其实就是丁家老祖用灵米与普通稻米种植到一起之后培育出来的新品种。灵气不多，略胜于无，但如果长期使用，应该也能强身健体。
修建这么大一座水库，动用的人力起码得好几万人才行吧？要知道全县才10余万人，等于动用好几个县的人口来修，还得管吃喝，这几乎无法完成。几十万倒是不用，丁家初代家族是一位筑基期老祖，他老人家亲自使用土系法术，能顶10万民夫。不过修建这一座水库，也是丁家庄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前后调动上万民夫，才最终完成。丁家祖上是筑基老祖，族谱有载，可惜再无筑基。现任家主有望冲击。筑基施法，数代之功，这人工湖泊便合理了。丁家族人以举足之力修建湖泊，造福一方，实在令人钦佩。这座湖水清澈甘甜，张兄弟要不要试试？整个丁家庄都喝这里的水，水里含有少许灵气，长期饮用能强身健体。果然，也蕴含很淡的灵气。踏上湖心小岛的那一刻，感觉精神一振，这座小上灵气竟然比其他地方浓郁了许多。沐风王毅，家族重地，你们怎么带个外人来了？丁毅，这位张秀才是家主的贵客，我们是奉了家主之命，陪贵客四处看看。原来是家主的贵客。这是铁荆棘，看似纤细，实则坚硬柔韧，普通刀剑难伤，乃是丁家老祖从上古修仙遗迹中寻来，肥育多年，已生长成一片荆棘墙。若把这荆棘种在山里，以后出门便放心多了。向丁老爷求取或买下，实在不行，只能偷了。这就是灵谷稻田，大概今年又能收获一批了。整个安川县就属丁家庄的月牙灵米产量最多，品质最好。岛上还有很多余地，为什么不全部种上灵谷？你有所不知，灵谷的生长过程中需要持续吸纳灵气，此地有一条微型水灵脉，然后利用湖泊将周围的水灵气聚拢，才足以开垦出这几亩灵田。若是种植太多灵物，相互争夺灵气，最后缺少灵气，谁都长不好。有这5亩灵田，就足保一个家族兴旺长盛不衰了。安城县就这么几块灵田，普通武者一辈子吃不上一回，咱们投靠丁家庄是天大福分。张秀才，你可有兴趣同我们投入丁家庄？除了猫牙米，还有白银100两，10年以上的老人参1株。张二狗如果没有得到黄皮葫芦，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但现在他手里有黄皮葫芦，蛇口山种了10几亩人参，葫芦还能为普通食物提升灵气，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5升灵米投靠别人。引气入体成修仙者，但世俗功法早被销毁，没有法术终究一场空。丁家出过筑基修士，加入丁家就能得功法。你们2位得到功法了吗？我们资历浅，等感应到灵气就能求。他最终还是没有加入丁家庄。他对于丁家庄以及丁秀的第一印象都还是很好的，对于加入丁家庄成为门客，从心理上并不排斥。回想自己这些年来，现在如果为了修仙功法加入丁家，重新寄人篱下，跟他的初衷背道而驰。哪怕他想要考武举人，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守住自己那1亩3分地罢了。至于修炼功法，凭借师傅留下的功法，照样磕磕绊绊修炼到炼气3层了。丁家主为人真豪爽，我拒绝拉拢，又要求种子，实在有些不知好歹。他竟一口答应，免费送我。今天村里好热闹，难道是黄老财死了？还是去随个香烛钱，顺便吃个席？原来你没死啊！托张老爷福，是你大伯死了。他怎么突然死了？听说是暴病而亡，头天还红光满面，一晚就死了。世道不安宁，你住蛇口山上，晚上注意安全。多谢提醒，去大伯家看看情况。人既然死了，看小蛾子份上，去看看。你来干嘛？你还有脸来？你冲我这么大火气干嘛？你爹又不是我害死的，你有什么资格再冲我瞪眼？以前在大伯家寄人篱下，但现在他再也不用看大伯一家的脸色。这颗鹅蛋竟比普通的鹅蛋大了1倍有余，才1个月时间，猫牙米就可以收获了。剥了一粒试味道，发现比丁家庄所种植的猫牙米还要香一些，而且米粒里面蕴含的灵气也更多了一点点。特别是收进葫芦储存3天后，味道更好，灵气也更浓郁，比我原来种的那些普通稻谷强太多了。
同一时间种下的铁荆棘，生长速度就慢了很多。想要铁荆棘开花结出种子，还不知道要等多久。秀才老爷家养的鹅都是天鹅，张秀才老爷可能已经修成仙师了。同样是一个村的，两个张秀才老爷，一个仁义，一个刻薄。怎么弄这么多菜？过年也没这么丰盛呀。小门小户没好东西，秀才老爷别嫌弃。老爷，求您个事儿，想保荐小娃去正武堂。现在没法答复，下次去我帮你问问堂主。多谢了，大恩人！满仓，快磕头！头都磕了，年后我多上点心去问问。一晃17岁了，风灵剑法仅用1月便练成。书上说去10余年苦练，看来是夸大其词。有仙道修为加持，练这些普通武功没什么难度，威能还成倍提升。使那么多花招，还不如一剑斩过去，简单有效。这便是大道至简。借回来10几本书，足够学习很久。除武功外，还有农经兵法。种了一山药材，医武不分家，医药之理必须掌握。培元固固板丸的配方，这药丸在县城红安堂卖10两银子1粒，还供不应求。打算去县城配齐药材做培元固本丸，但最早这批人参也才勉强30年药龄。这次竟用了2个月才看到小鹅破壳，就是这批崽子净挑食，没灵气的弄叶看都不看一眼。这些小鹅光吃不长个儿，好在跑得快，普通人别想抓住它们。这下我就放心了。去年冬天没下雪，一直到现在，一滴雨也没下。这一路走来，为争水打架的看了10多起，幸亏我的地靠着山泉水。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张秀才，就是一剑击飞考官的猛人。哈，还欠下巨款那位。没想到自己在县城竟然还小有名气。你现在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我能不赔钱就算不错了。大部分都是穷病、恶病，要是能吃几顿饱饭，吃2顿猪肉，这些病都能不药自愈。司马懿这种见不得人间疾苦的性子，就不适合做郎中这一行。以前我还小，不知道天高地厚，拿珍稀的灵物出来卖，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幸亏当年遇到的是他，一共328两，还全换培元固宝丸。先帮我采购这批药材，这方子加上人参，你要自己配，正好有几株人参，想自己配点试试。有了这些，足够我好好钻研一段时日了。保荐皇家那孩子的事，劳烦您费心。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想吧。万一大旱连年，连水都没得喝，得提前多备些水，以防不测。守着灌了2个时辰，水位都降了，葫芦竟填不满。用了好几年，始终没弄清它的极限有多大。多谢张老爷，你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张老爷，地基做好了，石磨和冲臼也全做好了。多谢张老爷。不用客气，来年可能还要找你们干活呢。仙师神通广大。主要备了2种人参，20和30年的。虽不到50年，葫芦能提升药力。经过比对，用20年人参制作的药丸，经过提升之后，完全能达到正品培元固本丸的效果。30年人参制作的药丸，比正品培元固本丸效果要强一些。以后如果对外出售，用20年份人参制作培元固本丸就可以。至于自己服用，
最好还是购买正品培元固本丸，用葫芦提升灵力之后自己吃。这便是开辟了上仙庭，这奇妙的雾气定是真实。以后将葫芦藏在识海之中，就不用担心被别人发现了。啊！居然还能养鱼，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买鱼了。以后收放物品更方便，而且葫芦能隐藏在识海，再也不用担心被人发现了。进阶4层了，眉飞剑没灵种，目前为人独望气数。望气术成了，不过神识只能覆盖1丈。这道法术有点鸡肋了，除了野外点火做饭，似乎用处不大。当然，随着以后不断练习，修为提升，这一状况应该能得到改善。只要难成，最多连放3次，想必会彻底耗苦。普通的种子根本就无法承受真气灌注，直接就爆开了。看来只有使用特殊种子才行。也许将来铁荆棘的种子可以试一下，上面这么多刺和倒钩，比缠绕敌人再好不过。给我断！已经繁殖出500多株铁荆棘幼苗。500多株，已经勉强可以在上山的一些关键位置种上铁荆棘了。鹅崽子的体型比他们的父母辈还要高大，力量也更大，现在驮着我能飞1-2里远。东家，今年地里没有收成，能不能减免一些地租？今年一共收了多少粮食？加上我自己的那1亩地，51亩，共收了73镇稻谷。官府已经发下公文了，今年的户税、人头税、阳光税都要照交。不过考虑到灾年欠收，可以延缓2年再交。算了，今年的租子就给你免了吧。多谢东家，多谢东家。拿回去哄孩子吧，将来长大又是个种地的好把式。上次买的各种药材做成培元固宝丸，全都被自己吃掉了。修为越高，需要的灵力越多。他看那本《大周修仙叠笔》里面提到，有些职业的炼丹师能够把灵药炼成丹药，效果奇佳。只要是安宜县境内的事，他应该都能知道一二。这里人多眼杂的，晚上再来。想起自己今天给阿虎免掉的100寿地租，价值500两银子，至少能买50个媳妇儿，又有点心痛了。他等于大手一挥，就少了50个媳妇。起码得有炼气3层修为了。这名刀疤脸也是修仙者中的高手了。一次买这么多人口回去干嘛？来2个肉包子。今天损失了100道粮食，还是少吃几个肉包子吧。今天带了多少大力丸？一共6530粒。咦，你有神识了？前段时间刚刚突破的。以你的修为，明年可以试着去参加武举人考试了。如果能成功考上武举，你将成为整个三阳郡最年轻的举人。那我还是过几年再去考试吧。
现在拥有武秀才功名，已经可以不交税，也不用再受那些衙役的气。若成为最年轻的武举，到时候万人瞩目，那种感觉很不自在。万一谁看我不爽，要追查是私传功法的罪名，别想有好果子吃。你怎么也开始不思上进了呢？我本来就没想过当大官，只要有口饭吃，能在山上安心种地就可以了。好吧，你比我还不思进取。对了，这次的大力丸是换成培元固本丸，还是换其他的？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办法搞到丹药？丹药，这个有些难度。大周王朝的炼丹行业都是由官府专营专供的，安城县没有炼丹师，要到三阳郡府城才有官府设立的炼丹坊。安城县衙这边每年都会向三阳郡缴纳大量物资，郡府会发下几十粒丹药。我家有一块灵田，每年能收几株勉强拿得出手的药材，都是拿到郡府的炼丹房换回1-2粒丹药。所以丹药这个东西是狼多肉少，价钱很贵很贵。我大伯平时得到1-2粒丹药也是舍不得吃的，攒到要突破境界的时候才拿出来辅助突破。大概有多贵？就以最便宜的培元丹举例吧，1粒的价格能换你100东大力丸。现在大家吃的培元聚宝丸，据说就是根据培元丹的方子，用普通药材手搓出来的。还是帮我换成培元固本丸算了。100两普通的大力丸，差不多能卖3万两半子，要浪费他大量的时间，葫芦的提升效果他都没算进去。其实大部分人连10两银子1粒的培元固本丸，也不能像他这样经常吃。如果张有良看到二狗子这副很无奈的表情，大概会气得把祖坟都刨了。行，你明天早上过来取药丸就行。对了，你这段时间能不能多送点大力丸过来？大概要多少？这一次是多多益善。其实我每次倒卖大力丸都赚了不少差价，我现在需要一大笔钱。大概在他心里，赚朋友的差价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儿。如果司马懿在这里面1文钱都不赚，二狗子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好的，再过10来天就给你送过来。师傅留下玉佩必有深意，只是自己始终未能猜透。糟了！唉，挺俊的一个小伙儿，可惜了，给他留条裤衩。其实二狗子意识早就清醒了，幸亏这一家子还算讲究，给他留了条裤衩。还有点气儿，身上还没凉透，趁热倒带走吧。一次捡这么多，普通人家也吃不了这么多呀。难道要加工卖肉？比如肉脯、腊肉、肉包子？何老大，一共12具尸体，你查验一下。没错，一共12具尸体，每具尸体给你们1升稻谷，一共1斗2升。能不能再多给点？我们忙了一整天，走了几十里的路。涨价是不可能，现在粮食都在涨价，过几天这种尸体更不值钱。顺便帮我把这些尸体扛到山洞里去，我再给你们粮食，别往地上拖。把今天收的尸体和前几天的一起都收进养尸洞里。后天会有一名铁狮舵手带一缕汉魃大人的尸气过来，这些普通的尸体，只要沾上一点汉魃大人的尸气，只需1-2个月就会变成僵尸。平白无故被人这么一阵折腾，还差点死了。被耗尽的神识还只恢复了小半，不过只对付一个炼气3层的修仙者，应该足够了。咦，这不是我昨天晚上搬过的那具尸体吗？嘿嘿，尸体活过来了，再弄死一次就行了。你怎么进来了？你是谁？
你是张秀才？你认识我？考场上把考官打晕的张秀才，整个安城县的武者多少还是有所耳闻的。我不知道是谁派你来的，或者还是误打误撞。我劝你最好是现在就离开，当做什么也没发现。有些事不是你能掺和的。既然被认出来了，那就更要斩草除根，不留遗患。你是铁了心要和我作对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丹药？打算下次一起拿给司马懿鉴定。相隔较远，看不出具体修为气息，但大约能感觉到比自己应该强了一点点。但他也尤是，打不过可以骑到大鹅背上，对方只要不会飞，实力再强也没用。对方的修为大概上是炼气5层或6层，应该不会到7层。你好，前辈，你就是铁石舵主吧？李大巴人呢？他刚才正在修炼的紧要关头上，让我到外面来等候迎接前辈大驾。好了，走吧。前辈请。不错，现在有像你这般有礼貌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有一回遇到力量跟我一般大的对手，他似乎是毫无知觉，这样拼下去肯定是亏本的。这2个人是你杀的吗？杀人犯了王法，那我可就去报官了啊！这可是杀头重罪。咦，有点面熟，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咱们前2天路边捡的一个尸体吗？前几天以为你已经死了，都是误会，还请恕罪。东家好。现在地里没庄稼，马上就冬天了，怎么还浇水？明年春天有没有雨还不知道，我这块地离水源太远，肯定是分不到水的。趁现在没人抢水，多挑些水，把地泡透。要是能储备点水，就更好了。既然你要挑水，把我这辆牛车借给你用吧。那就太好了，谢谢东家。牛车上还有一些旧衣服，干脆也送给你们吧，都是捡来的，你们洗一洗，拆了改个样式再穿。这次因为好奇，用神识看了一眼玉佩，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不过师傅没骗自己，他留下的那块玉佩确实是好东西，只是自己现在修为太弱，神识都被榨干了，也无法读取里面的信息。既然是师傅留给自己的，肯定是修仙方面很重要的内容，可能是不方便直接明说，才用了这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再帮我看看这2样是什么东西。怎么样，这是丹药吗？最便宜的丹药也得几万两银子一粒，他这次得到5粒，岂不是发财了？确实是丹药，名叫血魄丹，确实是丹药没错，不过是用活人炼制而成的，值不了那么多钱。
用人炼丹，没错，就是要把活人当成炼丹材料，好像要用好几十上百个普通人才能炼制出一粒邪这样的丹药。上古时期，宗派林立，当时有很多魔道宗门就很擅长于把普通人炼制成丹药法宝。普通人类在这些修仙者眼中就是修炼材料，有时候一杀就是数万，甚至数十上百万人，这样滥杀无辜就没人管吗？当时确实有自居正道的宗门，不过没人管这种闲事。后来大周圣祖皇帝起兵，屠尽天下魔道宗门，但终究有些漏网之鱼。最近100余年，邪教越来越猖獗了。这个黑瓶子里面，如你所说，很有可能是汉魃的尸气。我就可以替你把这个瓶交给县衙，他们去调查，让他们去，也许能顺藤摸瓜找到这只僵尸也说不定。对了，我看到书上说旱魃一出赤地千里，咱们这里干旱会不会是旱魃引起的？不会，此地干旱范围有限，并非赤地千里。好吧，可能是我多虑了。那这块铜盘是什么？是邪教的身份令牌吗？也不是，这是黑市通行凭证。黑市通行凭证，凡江河所至，日月所照，皆为王土。但任何事物都有明暗两面，就算大周王法也管不到这里。黑市就是这么有一种地方。手持令牌，找到入口，对上口号，帮我买100吨粮食。按现在的粮价，需要500两银子，但比起这条秘密的价值，不值一提。以前确实来过一次，司马懿给他的具体地址，居然就是那家小药堂。需要堕胎还是看花柳？我要看花柳。什么症状？菜花状，偶有瘙痒，最近开始破泪流脓，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冒烟的，给弄了这么一套街头暗号。我帮你看看。这里大庭广众之下，不方便吧？跟我到房间里来吧。从这儿下去，一直走，走到头就是了。记住，别回头，别点灯。入场费每人10两白银。难怪财力雄厚，入场门票就要10两银子。这是什么药啊？是行军丸，2两银子1粒，买1瓶10粒还能赠送1粒，吃1粒相当于吃下1斗米饭。说是修仙者炼制而成，用3斗大米才能制成1粒行军丸，作为军粮之用，携带更方便。后来民间修士出门在外时，为了方便随身携带，也开始购买行军丸。看到中间的差价这么大，他甚至都很心动，想要在这座黑市里面摆摊卖大力丸。其实，他也可以不把黑市的秘密告诉自己的，仅仅是那个暗号，让他自己琢磨，想破头也对不上。这个稻谷能做种子用吗？可是可以，不过只有灵田才能种，灵气稀薄的地方死亡率高，产量极少，得不偿失。哦，1亩田差不多要1斗种子，100两一升，1斗就得1000两银子。那这些普通粮食怎么卖的？100吨售价500两白银，交易完成，凭票自行到县衙领取。县衙？没错，直接到县衙粮仓领取就行。果然，这处地下黑市的背景不简单，竟然能直接支取县衙官仓里的粮食。你这里收不收这个东西？当然可以。不过你这个灵枣的灵气不太足，比起灵米还是要差一些，我只能出价20两银子一升。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反正自己吃不了这么多，留着也是用来喂鹅的。这2个米本来就有亲属关系，外形也是一模一样。可以把猫牙米收进葫芦里，提升灵气之后，再当成月牙米卖出去。1谷产米400斤，10亩就是4000斤，除去自己吃的，还能卖3000斤左右。就算是普通的月牙灵米，也能卖个1两银子1斤。换成品质更好的猫牙米，再配上培元固宝丸，价格还能往上提。不过，在月牙灵米种出来之前，他还要留着给自己吃。自从进入炼气4层之后，就需要大量的灵气。培元固本丸所能提供的灵气也有些不足了。原本要生长10年才能成熟的月牙灵米，只需要1年就能成熟收割。你要的米粉都已经做好了，10稻谷一共冲出了7斗米，还剩下1桶米糠。工钱还是按照先前约定好的，给你1斗稻谷，米糠我不要了，谢谢东家。谢谢东家。5天后我再来取。你不是已经知道黑市地址了吗？怎么还来我这里？
懒得往黑市多跑这么一趟，以后还卖给你算了，顺便找你看看病。你中毒了，可能还是上次和那只僵尸打了一架的原因，身上被抓伤了，一直没好。我原以为一点小伤，有个3、5天就好了，没想到这么久也不好，最近还忽冷忽热的。你中了尸毒，幸亏你还记得来问一下我，不然下次见面你可能就是一只僵尸了。今天先别回去了，我给你熬一锅药水，泡个澡。唉，原来洗热水澡这么舒服的。你没洗过热水澡？记得自己只洗过1次凉水澡。12岁那年夏天，后来他就没再洗过凉水。对了，你身上这么多的伤是怎么来的？当然是挨揍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你看这一条疤痕，那天过节，沈娘让我煮了一锅白米饭，我想着尝尝白米饭是什么味道，就在开饭之前偷偷挖了一大坨出来吃了。你个小兔崽子！不过挨这一顿打也不亏，至少我把饭吃了，真好吃。你看这道伤就很亏，但司马懿却没法陪着他笑，才知道他们的童年差别这么大。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摔破一点皮，家里的丫鬟婆婆们轮流照顾，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现在你也有5秀才功力，你堂兄应该打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报仇雪恨？杀人犯王法要杀头的，你就实说想不想报仇吧。如果你想报仇，我保准你没事。其实我很纠结，他们应该是我唯一的亲人，他今年10岁，如果当着他的面把爹娘兄长都杀了，再等几年吧，等到小娥儿嫁人了。水凉了，出来让我看一下。痛不痛？不痛。你这个尸毒有点麻烦，普通的药材没有效果了。你等下去黑市看看，有一家鸿福堂药店是县太爷开的，你去问一下有没有解毒丹。如果有的话，用你手里那5粒血魄丹，应该能换到1粒解毒丹。需要交多少钱定金？我们这里不收白银，只收培元固本丸或其他珍稀材料。这是邪教炼的丹，拿到县太爷开的店里来消费，真的合适吗？解毒丹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你要不要摆点普通的解毒丸，暂时抑制毒性发展？要。几时200炼银晶，再要100粒培元质宝丸。师傅留下的法术之中有一门回春术，之前需要学习修炼的东西太多，一门门的修炼下来，目前还没轮到回春术。看到书上说这门法术可以疗伤，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解毒。这次他要提前修炼这门法术了，先试试再说。现在他用手戳到伤口上，能有一点点的痛感了。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也许不服用解毒丹，他的尸毒也能解。要不是他的葫芦能提升解毒丸药性，再加上会点疗伤法术，可能他人死了，也不一定能等到解毒丹到货。没照看好师傅的房子，有点惭愧。最喜欢吃的肉包子也不能吃了，谁知道里面是什么肉？粮价又涨了，这街上卖儿卖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小哥，要不要买个媳妇儿回去暖被窝呀？你看看我媳妇儿，村里数1数2的美人，能干活能生娃，只要一时到己就卖给你。不要媳妇儿，如今我哪还看得上这些瘦得跟竹竿似的女子？你就看一下，不买也没关系。行吧，一时稻谷我买了，你自己去粮铺买稻谷。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把这件棉衣改一下，可以给2个娃做成棉袄。把我卖了，就不能卖娃了，娃还小，卖不起价的。这位小哥，你也看看我媳妇儿吧，我媳妇儿也挺不错，我的孩子8岁了，能种地干活，只要1斗粮食。一时冲动，带了这么多人回来。今晚上你们就暂时用这一堆稻草取暖过夜，明天再搭草棚子。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秋月。好吧，
以后这30几人都交给你了，你们所有人都听秋月的安排，用麻袋装一些，带出去给大家吃。哦。琴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秋月，带人冲米煮粥，那边搭几个草棚。哎，来，你们几个跟我来。去年冬天，他接连出手，一口气买了300多个人回来。他仓库里存的几十吨稻谷，根本就撑不了多久，买了200石粮食。原本需要1000多两银子，使用百炼银晶才花了10几两。这么大一群人，总得给他们找点事情做，让大家掏泥巴做土砖盖房子，盖好的房子给他们自己住。把这几亩田挖下去，还能改造成池塘。整个安陵县只有丁家庄没受到影响，粮食正常丰收，就是因为丁家庄有一座特别大的山顶水库。去年冬天又没有下雪，今年肯定还得干旱。300多人同时做事，效率还是挺高的。年前就已经盖好了2座土坯房子。占基德什么的，从来没想过，就是有点不忍心罢了。我背着琴步步往回宫闱里。照这样下去，那1粒解毒丹可以省下来了。二高，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消息？还记得你上次得到的那瓶旱魃湿气吗？县衙觉得自己对付不了旱魃，就把那一尸交到郡城。他们根据这一瓶湿气，还真的找到一处邪教巢穴。郡府衙门出动上报高手，剿灭邪教巢穴，当场直杀邪教筑基期头领3人。你郡城、朝东条、县衙都有功劳。你虽然没参战，应该也会有一份功劳。过不了多久，奖赏就能发下。不过，那只拥有旱魃血脉的僵尸逃脱了，你上交的那瓶湿气用完了，如今也无法找到其行踪。那只僵尸大概什么实力的？如果到处更为窜，听说是拥有旱魃血脉，具体实力可能比普通的筑基修士还强一些。围剿战斗中，这只旱魃生撕了一名筑基修士，然后突围而去。好吧，官府会奖励什么东西给我？听说郡府那边参战的首领升了官，其他人都奖励了丹药，咱们这边应该也能分到1、2粒吧。丹药？客官看看，正宗的丹药出售。你这里真的有丹药卖？不会是假的吧？客官，这可是正宗的血魄丹，低价出售，您闻闻这灵气。请问一下，这个丹药从哪里进的货？不买就算了，别打扰我做生意。丁家庄主是个大善人，在石州还要招募民夫修水库，招家丁护院。丁家庄，不过蛇口山前面是蛇溪村，蛇口山的后面也是一大片荒山，也可以在那几座山之间修一座大水库，再把地势低的地方平整一下，就能变成一片良田。终于更进一步，他可以通过剑刃发出一道剑芒。这道剑芒只会消耗1半的真气，剑芒威能不如全力一击，却极为锋利，而且一招之后，他还能留有余力。也许还可以再弄一点飞刀、石头之类的，从天上往下扔，不一定能扔中敌人，但敌人永远只能挨打，无法还手，气也能把人气死。无人识字。张老爷，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黄老财，能不能帮个忙？你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帮我交给手下的几个汉子？张老爷，你是要培养铁匠，打造武器吗？这样的效果，还不如直接扔块石头下去。飞刀还存在问题，还需继续钻研改进。还有，有空的时候教孩子们识些字。大家看，这个字念人。除了刀不行，胯下的大鹅也差了点，载着它飞2、3里，最多3、5里就不行了。前几天，他每天给每只大鹅都喂1粒培元固补丸。有些人已经在暗中调查原因，吓得二狗子不敢再出手购买了。用20份的人参调制了一大批培元固本丸，悄悄地在黑市卖出去。培元固本丸的价格
又慢慢的降了下来。能自己制作培元质本丸喂给鹅群吃，自己仍然从黑市中购买培元质本丸，收进葫芦中提升之后再服用。但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把自己放出去的培元质本丸又买了回来。这一次受伤中毒，一直持续了半年才彻底恢复。人都安顿好了，也都各司其职。这2天还挖了5亩池塘。这300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现在他们都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二狗子随手选出来的那个秋月倒是很称职。二狗子，聚居点的建设已经完成了大半，大家的情绪也都稳定了下来。这300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二狗子买回来，现在他们都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二狗子随手选出来的那个秋月倒是很称职。你堂堂一个武秀才，竟然跟顽童一样跳到河里摸鱼，真是有辱斯文。那你吃不吃？当然吃，摸鱼的不斯文，吃鱼的斯文。来，把这条鱼拿到后厨去。你们城里人真讲究，一条鱼还能做出这么多花来。你喝酒吗？不喝，又呛又辣又苦，不好喝，还不如喝蜂蜜水。好吧，你上次要我帮你打听的那一片荒山已经打听到了，谁家的？县太爷。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我一个小小的武秀才，连见面谈价的资格都没有。你不用灰心，还有一条消息，你上次提供僵尸情报的奖励下来了，是一粒丹药。真的？我没想到，一贯不靠谱的官府竟然真的奖励了我一粒丹药。你也别高兴太早，这粒丹药你大概率是拿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丹药发到县衙，被县太爷家里的小妾弄丢了。也不是不给你，县衙给的话是什么时候找到了就给你。幸亏有司马懿请他大伯出面，跟县太爷一番交涉。张二考自愿请少抵丹药。县太爷仁义，你打算开荒种地吗？反正现在流民这么多，全都无所事事，不如让他们帮我开荒，先把山脚下那一块地开垦出来。跟修仙者的丹药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我要把那些荒山全都变成良田。我这里有60两2链银晶，你有空就帮我到集市里看一下，如果有卖人口的，无论男女，全都买下来。全买？对，全买，一个也不留给那些人牙子。好，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竭尽所能。天下大势如此，根本就不是1、2个人努力能够改变的，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经过他这些年的采玉，100年灵药，再有6年就可以达成了。只是最近蝗虫越来越多了，幸亏鹅群立了大功。这些蝗虫卵竟然蕴含比较浓郁的灵气。这么好的蝗虫肉，绝对不比稻谷差。现在粮食价格已经暴涨了10多倍，要10几两银子一担。除了黑市，手里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粮食。黑屋里都是官仓里的粮食，据说也被盗买空了。接下来，我要利用好这新得的荒山，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长期吃蝗虫，情绪暴躁，每天都有人打架斗殴。试着将一部分葫芦里储存过的蝗虫加到手下的饭食里。今天的饭好像格外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经过一段时间后，手下人的体质都增强了很多，而且那种暴躁易怒的情况也得到缓解。张老爷家的鹅怎么就能养这么大呢？肯定因为蛇口山上有仙气。你没看张老爷才住到山上才几年时间，就考上了武秀才。风水宝地，山下有泉眼，是镇压蛇妖。黄老财，你这地卖亏了。就算是宝山，也要有福消受才行。蛇口山在我黄家手里近100年，不过是一座石石，连树都种不活。老将驴一家子上蛇口山开荒，最后把自己累死，老婆改嫁，子女卖作家奴。以前听老一辈说，蛇口山上有大蛇，见之必死。你还要试一次？你疯了！你自己摔了个半死，还害死了爹，你现在还要我们陪着你去发疯？记住了，
咱爹是二狗子害死的。如果不是我，咱家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只要能更进一步，咱们全家都能跟着飞黄腾。蛇口山上绝对有宝物，他二口子不过是一个喂猪打柴的，又何德何能坐拥宝山？不管能不能得到，但至少绝对不能便宜了二口子。虽然不缺吃喝，但作为一个从小挨饿吃猪食长大的人，是一粒粮食也舍不得浪费的。排好队，不排队的没有瓦头吃。也许是吃了很多灵物变异的原因，这些鹅除了力气越来越大，还越养越聪明。如今略通人言，能听懂简单的指令。张老爷，原来是王捕头大驾光临，失敬失敬。这位关老爷要找你，好像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带过来了。张秀才每天住在山顶，倒是好雅兴啊。王捕头过奖了，家中贫寒，还请进屋饮杯清茶解解渴吧。张老爷的茶可真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甜。果然是好茶，这些茶渣你还要不要的？如果不要的话，我正好包回去给家里的娃解解馋。多谢。这个王捕头真不要脸，竟然不顾身份跟他们抢要茶渣。不知王大人这次前来有何指教？益州各郡大旱连年，现在闹蝗灾，又有刁民趁机作乱，盗贼四起。当发下公文，前天当朝武秀征召全县40岁以下武秀才，抗击蝗灾，平定匪患，救急如救火。所有人明日午时到县衙集合。每天守着自己这1亩3分地，有吃有喝，是真不想离开。但县衙的征召令又无法违抗，只能连夜做一些仓促的准备。任何人都不许上山，安排至少200人轮流值守，日夜不休。这2只大鹅是用来对付蝗虫的，关键时刻它们还能带着我飞。帮我搭把手，我去方便一下。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你这么分就不够吃了，你以前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啊！流民太多，粮食难买，我也是软磨硬泡，才从大伯里搞到朝廷赈灾粮。赈灾粮，朝廷下拨了一批赈灾粮，早就到了，被县衙中几位压在手里，舍不得拿出来。我也是花了18两1吨的高价，才从他们手里买出来。难得有机会，这么多武秀才齐聚一堂，跟大家都不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县尊大人爱民如子。县尊大人每日为了安城县灾民，真是操碎了心。是啊，是啊。看司马副堂主的修为，好像比自己还差点。倒是张友良也达到了炼气1层，前不久他还看过一眼。当时张友良仍然是普通武者，并没有突破感气，突然就炼气1层了。大家目前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所有人分成20个小组，分别前往城外各个流民聚集点，征召民夫灭蝗。任何人只要参与灭蝗，县衙管饭。至少被克扣了2斗，也就是这5天口粮，实际只有8斗左右。必须即刻返回原籍居住，不得随意流窜，违者视为盗匪一类，杀无赦。都是县尊妙计定乾坤，既灭蝗灾，又化解流民之患。流民，安城县人民安居乐业，从来就没有流民，一切皆是谣传。就这个样子，别说是灭蝗。送过去就是给蝗虫群送加餐了。当地村民也想过捕杀，但接连有5个人被蝗虫群咬死，吃成了白骨，就没人再敢去招惹虫群了。原地休息，起灶做饭。这鹅好大，一锅炖不下。这一只鹅起码得有200斤肉。张队长。粥已经煮好了，我带了些肉脯，你要不要吃点？张队长，我这还有点柿饼和红枣，你也尝尝。多谢诸位好意，我这次出门比较匆忙，没准备食物，只有一些柿饼和红枣勉强可吃，也请诸位品尝一下。现在找遍全身，连一件普通点的食物都找不到，这味道绝非凡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清乡现有大的蝗虫群5群？较小规模的无法统计，几乎布满了整个大清乡。当地村民也想过捕杀，但接连有5个人被蝗虫群咬死，吃成了白骨，
就没人再敢去招惹虫群了。从大清乡南边开始，一路向北扫荡过去。他们应召而来是为了吃饭活命，可没有拼命的勇气。捕快，你在后压阵，谁敢逃跑杀无赦！遵命。200流民，轻伤92人，无一人战死，算是大胜。所有人原地休整。这一天，200流民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还有肉吃，比过年都丰盛。跟着队长拼一把就能吃上肉，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接下来几天里，他们差不多每天战斗2、3场。才短短几天，灭皇队员的精气神已经完全不同，没有人再畏惧逃跑，人人奋勇争先。老爷，收下我们吧，我们也能打蝗虫，我们不要粮，给口虫肉吃就行。大额的空中拦截为灭皇队分担了很多压力，减少了伤亡。和二狗子这边进展顺利不同，其他队伍往往损兵折将，士气低迷，进展缓慢。不过，除了二狗子这边，还有一支队伍的进展也比较顺利，就是他堂哥张有良的队伍。大哥，事情办成了吗？当然，110两银子全都花出去了，能不成吗？花这么多钱，就抄写了一张纸回来，你懂什么？这可是仙道法术，不外传的，每一门法术都珍贵无比。你没有关系，花几百两也求不来。我说了一箩筐好话，人家才抄了这一份给我。哪儿我多抄几份，然后100两银子一份卖出去，咱家就发财了。停！你以为天下就你一个人聪明？你也不想想，为什么别人不多抄一些仙家法术出来卖钱？私自传播仙道功法是要治罪的，轻则打板子抄家，重则杀头诛九族。修仙者之间，顶多偷偷抄写1、2份交换，谁也不能说出去。你要是这么搞，咱家明天就要抄家灭门了。有信，我知道了。圣人云：天下皆刁民，有戮民之术可弱之，贫之困之，切不可使其知之。我悟了，读书无用，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够了。我要踏上深道，将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才是正途，才是通天大道。你不会又从上面掉下来吧？你从这崖上掉下来过太多次了，全家人都跟着上线。我已经学会御风术，这次一定能成。虽然不能飞行，但只要稍微借一点力，就能顺着崖壁窜上去。哥，该不会摔傻了吧？我没事，没事就好，别往心里去。不就是一只扁毛处处吗？毛畜生，也敢吸我！扁毛畜生，我就不信打不过你！连续施展3次御风术，他体内的法力耗尽了。他自幼学武，苦练10几载，到头来连一头畜生都打不过。更可恨的是，这只畜生还是二狗子的。不就是一只畜生吗？圣人云：人之异于禽兽者，智也。故圣人斗智不斗力，区区禽兽罢了。咱不跟他比力气。我有一计。这山上的鹅可不少，你的药靠谱吗？你放心，我往稻谷里掺了10几包老鼠药，毒死10头牛都不成问题。忙了好几天，仍然一无所获。无论斗智还是斗力，难道自己兄弟俩人真的连触手都不如？队伍已经集结了上千人，但余下的好几个蝗虫群全都汇聚到一起，变成一个超大的虫群，5寸多长的变异蝗虫，至少有100只。
这些流民都是一盘散沙，打打顺风仗还行。如果战死1、200，余下的全都得逃跑。到时候可能手下这几个武者都有性命之危。让所有人休整1天，利用这1天时间做更多的战斗准备。但他们如今有1000多人，每天只有将近2斗粮食，100个人分2、3斤粮食，不战斗就意味着大家都要饿肚子。在所有人求战心切的盼望下，次日早上，二狗子让人将前几天攒下的蝗虫全都炒熟，2斗粮全部煮了稀粥。张队长，蝗虫群就在前面那个小山包上。赵秀才，把你准备的青草都拿来。现在天下大旱，为了找到这些绿叶子可不容易，费了不少心。这些绿叶被太阳暴晒了1天，原本已经萎靡不振，在吸收了一些清水之后，立即又散发出勃勃生机，显得更清脆了。加大火势，快点，多扔火把！不能放走一只。这么大的蝗虫王，就是这对后足撞断了我的白金中剑，他的力量应该已经化为传说中的黄妖。你们想吃？过几天再给你们吃吧，我是为了你们好。张队长，这次一共收获了156只变异蝗虫，应该怎么分？这种蝗虫除了美味，还蕴含一些特殊能量，能增长气力，壮大体内真气。还是按照老样子，变异大蝗虫平均分成7份，每人1份，剩下的给灭蝗队当口粮。孙秀才已经死了，他还要分吗？当然要分。任何人战死都不应该克扣他的东西。他从小只会砍柴喂猪，在遇到李半仙之前，从来没人教过他为人处事方面的知识。自从进入正武堂藏书室，他就像发现一片新天地，能从书上学到很多以前从来没人教过他的东西。这段时间我读了一些兵书，书上说带兵打仗最重要的是赏与罚，有功者哪怕是最卑微的人也要赏，有过者哪怕是位高权重者也必须罚，这样做才能维护威信，令行禁止。救命啊！兴旺真武秀才，多谢了。请问兄台高姓大名？结识了那么多朋友，怎么就没早点结识这一位？我姓张，这几位是赵秀才、钱秀才，想必你们早就认识了。才来的第1天，招募的流民就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几十人。后来他们又持续招人，又持续伤亡逃跑，没几天时间就又遇到一支规模特别大的蝗虫群，同队的武秀才也死了2个，因为扫黄队经常死人，现在招人都不好招。你也是逃回来的？什么逃回来？我是回来向县太爷复命的。前段时间派出去的20支灭蝗队，好几支队伍都散了，剩下的也都在苦苦支撑，打得很艰苦。还有一些队伍干脆躲起来混日子，不敢去招惹那些规模大的虫群。其中一部分家境不错的武秀才索性逃回县城，不干了。出来这么多天，想家了。算起来，离开蛇溪村已经1年了。今年家里的收成还算不错，芝麻和粟都收了不少。谢谢东家！哇，枣好甜！我离开的这些天，一切还好吗？有小偷来过。几个小孩前几天在后山脚下捡到一些老鼠和鸟的尸体，想要拿回来煮着吃，正好黄老财也看到了。
他说不对劲儿，就把那些东西给埋了。然后大家在后山找到了一些洒落的稻谷和被毒死的其他小动物。之后他们晚上增加了一批职业的人手，特别是后山附近藏了100多人，可惜最后还是没能抓到人。好，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我不在的时候，晚上多安排一些人值守，绝对不能让任何人上山。那些有毒的稻谷的尸体，记得一把火烧掉，免得被人捡回去吃了。在这重重防护之下，就算是县太爷或典史那种高手亲自前来，也难以突破蛇口山上的防火。一共11名百夫长，这样一来，队伍就显得整齐好管理多了。有什么事只需要找这11个人就行。大周始终也很多次，特别是大战前后，将将会纵兵劫掠几天。不学了，在军规中增加了一条，不得进村劫掠，更不能杀人放火，违令者斩，绝不允许士卒欺压劫掠平民。这一点违背兵法就违背了吧？反正他一个种地的农民，又不是什么大将军，这些人散漫惯了，根本就没把规定放在心里。大人饶命啊！大人，我再也不敢了。张队长，我们接下来怎么安排？休整1天，然后往黑山镇方向出发。今天人还真多，大概都是为了那1粒丹药而来，都在炼气6层以下。也许就跟培元固本丸一样，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这种丹药的帮助就不大了。话说这枚丹药的来历呀，那可是大有来头。倒霉蛋换荒山，县太爷仁义为怀，县太爷他老人家爱民如子。听着这些翻来覆去的陈词滥道，只觉得厌烦。不过是一群蛆虫，看什么看？老子早晚一锅端了你们这些蛆虫！不知是哪里来的道友，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道玄宗的清风子，有本事就到道玄宗来找我。好，我记住了。你根本就不是道玄宗修士，为何要嫁祸道玄宗？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道玄宗修士？难道你是？不错，我就是正主，道玄宗清风子。望诸位不要误会，我道玄虽然被官府所不容，但只想潜心修道，从未有过谋反之意。这种上古遗留下来的宗门，一直在夹缝里求生存，要是彻底惹怒官府，很容易被灭门。这是1粒1品培元丹，本店不收普通的白银，为了方便大家竞价，统一以培元固本丸出价。拍卖成功之后，可以使用培元固本丸交付，也可以使用其他等价的灵物。起拍价1000粒培元固本丸。我出2000粒培元巨补丸。不过，我出2500。二子以前听司马懿说过，培元丹至少也要3万两银子才能买到，换成培元巨补丸，起码要3000粒才行。3000粒。 3100粒，3320。382 200炼银晶，刚好价值4000粒培元固本丸。这种材料可用于修仙者炼制法器飞剑，价格昂贵。不过现场只有一小块，炼不成法器。将这块材料融入到它的重剑之中，以增强坚韧度。诸位，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件拍品。这只蝗虫王已经生出了灵智，成为了黄妖。当初为了斩杀它，可是扯损了我们好几个高手。这体内蕴含着极为浓郁的灵力，直接服用可增长修为，用来炼丹更是绝佳的材料。花了我几万两银子，还欠了一屁股债。这丹药明明是我的，却还要我花钱买。没办法，为了尽快提升实力，只能先这样了。 道友究竟意欲何为？四处挑拨我道玄宗与官府的关系。你们道玄宗藏得太深，我要不是这样，你怎么会主动现身呢？哼，就算找人，也无需出此下三滥的手段吧？我是真的找你们有事，切，没兴趣。别急着走嘛，只是想请你们帮忙炼制一只炼丹炉。你们不是有炼丹炉吗？那么多血魄丹，应该就是出自你们之手吧？ 咱们道玄宗传自上古正道，跟你们这些邪魔外道向来都势不两立。以活人炼丹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道玄宗绝不助纣为谋。何必急着走呢？任何事都可以交易，可以谈条件的嘛。正邪不两立，伤天害理的事，
没有任何条件可谈。道玄秘藏，你真的有道玄秘藏的信息？你说，你手里有没有道玄秘藏的信息？何必这么急呢？我手里自然是没有的。你就算杀了我，也得不到任何信息。我手里没有，但我们教主自然是有的。你该不会以为仅仅炼制一只炼丹炉就能换到这么重要的信息吧？这我自然知道，区区一只炼丹炉不过是举手之劳。你想要什么样的炼丹炉？我回去之后1个月就能交货。好，爽快！炼丹炉，我要的是3足圆顶，炉身要大，能容下3人怀抱；炉口要开，便于投放药材；炉耳要大，方便我等搬运；炉身要雕龙刻凤，彰显我等身份；炉底要空，便于我等烧火。是不是从1品变成2品了？1天1夜，终于晋升了1级，神识也增加了3丈范围。现在的真气水平，连施4道剑芒没有问题。如果再遇到蝗虫王，相距2、3丈远就能施展剑气，对其一击必杀。果然，施展法术需要修为做基础，对于那些腿脚灵便、会逃跑的敌人也有一定威胁。老夫青丹宗金丹期长老，道号白鹤真人，一生钻研炼丹之术，而今宗门被大周朝廷覆灭，自身难保之际，老夫不忍将一生心血带于黄土，留下这份炼丹传承。炼丹一道，手变灵药，此3者为炼丹基础。人参生于极阴之地，性温；灵芝长于绝壁之崖，性平；诸果结于九阳之木，性烈。哈哈哈，我将要成为一名炼丹师了，而且是不受大周朝廷控制的野生炼丹师。现阶段也只能先把炼丹的基础知识学好，再慢慢找丹炉。玄铁在葫芦里提升之后，品质更强，想必现在没那么容易断了吧？东家，你试一下这个，看好不好用。好，不错，辛苦了，帮我再打造一些，越多越好。张队长，那只虫群目前在5里之外，正在向我们这边移动。这一只蝗虫群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的，一直往我们这个方向飞。你们就不用管了，让虫群继续往前飞，我来想办法对付。
秋月，带人过来打扫战场。张二犬呢？张队长追踪一只大规模虫群去了，还没有回来。我看他是擅离职守，县尊大人追究起。大人，您看，这是小的刚刚抓到的几只蝗虫，您看。张秀才，你倒是逍遥自在，可知道整个青州府蝗灾肆虐，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而你的灭蝗队却在这里踌躇不前。张秀才，你可知罪？我等仅以每日3、4斗的口粮，昼夜浴血，荡平周边5镇蝗灾，何来踌躇不前？你别以为有个秀才功名，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县太爷有令，让你即刻率领灭蝗队去城西镇协助灭蝗。总算到了。收获不错啊，恭喜恭喜！司马兄，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闲逛？快请坐，正好有刚刚猎杀的变异蝗虫，一起吃点。好啊，正好我还带了一坛酒。张兄弟，你也喝些。我喝不惯，感觉酒不好喝。有买酒的钱，还不如买点蜂蜜冲水喝，嘴里甜丝丝的，这才是享受。你现在还小，等你再大一点，就能体会这种美妙滋味了。张兄弟，你今年18也不算太小了，有没有考虑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我有一个堂妹，年方16，长得极为标致。对，我自己想静静。好，那我就不打扰了。二兄弟，丁兄、丁姑娘，我这次来呢，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丁家庄。是啊，二兄弟，你就加入我们丁家庄吧。多谢丁兄美意，只是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二狗子是吧？是，典史大人有请，只要你愿意，以后就是典史大人的人了。多谢典史大人抬爱，只是我习惯了自由自在，恐怕不能胜任。我乃道玄宗修士，你可愿入我宗门？入我宗门，可享长生之福，成仙之望。多谢前辈厚爱。典史大人，我们已经连续战斗1天1夜，能不能让我们撤出去休整一下？撤退！你身后还有小母的珍贵灵药，你担待得起吗？任何人再有临阵怯战者，杀无赦！所有人冲进辣椒田，继续灭蝗！县尊，现在要不要启动？下面那支灭蝗队快要耗尽了。不用，再等等，还有一只大虫王未到。虫王不死，终究是功亏一篑。再驱赶几千人去辣椒田里，暂时拖住虫群，不要让虫群离开辣椒田。县尊，现在可以启动了吗？好了，动手。要不要把灭亡队那些人都撤出来？废话，把人撤出来，蝗虫群岂不是也跟着跑掉了？做大事总要有人做出牺牲的，牺牲他们这一小部分人，能灭这一大群蝗虫，值了。是。无背景者，终是其死。不好！所有人随我来！万妖国的妖孽，大周王朝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引起两国交战吗？
采你一株良药而已，何必那么小气？我相信以大周王朝天朝大国的风范，断然不会为了区一株灵药而发动战争。妖孽，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放箭！所有人放箭，给我乱箭射死他！还愣着干嘛？没箭的用石头也把他砸下来，打中一次奖实力培元固本丸。他曾经笑拥的不要忘记。你为什么不去追？我刚才受伤了，2只鹅的毛被烧掉了，飞不起来。贻误战机，导致万妖国妖孽逃脱，罪不可恕，给我抓起来，押入地牢。我已经不将朝满岁云过自飘渺。还是不肯吃，灵骨也不吃。听说青州府城有一种专门控制灵兽的法术，不过此去来回20-30天，大鹅早就饿死了。况且这种级别的法术要公务效立下大功，或拿出像的财物才能换得到。嘿，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一头扁毛畜生，你就看我怎么治这头畜生。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你。给我飞！孽畜，快停下来！还不快停下！破破苍穹，一个人不断天明红色，手臂和我所是最的。司马县尉，你不是在带兵剿匪吗？如何了？哎，匪患山贼越来越多，绞杀不尽，每天杀，每天都有新冒出来的山贼作乱。那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我来是想向你讨要一个人。张秀才，张秀才贻误战机，放走了万妖国的妖孽，这可是死罪。我正要上报郡府，大概年前就能问斩。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我作为一县之父母，自当遵守国法，为民之表率。你看这株百年人参能否为张秀才赎罪？既然司马县尉亲自出面，我当然要卖你一个面子。人和鹅你都带走吧。多谢。侄儿答应大伯的事，自然会做到，那就好。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你为了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的夜路来找我，但人心隔肚壁，人家心里不一定把你当朋友。司马懿，还不快点开门！要我请你吗？司马公子息怒，这就开门。走吧，这里面太臭了。这次差点死了，多谢你了。没事，不过是举手之劳。你的2只大鹅死了1只，还有1只暂时关在回春堂后院。我已经求大伯把你调到他的手下。你现在是县城军中一名武长，手下目前没有兵，只是一个空职。你如果想去军中，就可以跟着我大伯去剿匪；如果不想去军中，回家也没事。只要我大伯还是安堂县尉，其他人就支持不了你。多谢了。都闪开，让我来！别打了，我服了，我招了，我全招。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我叫羽山，雄性，来自万妖国飞羽部落。大周邪教勾结万妖国，透露我大周边军虚弱，鼓动其出兵，承诺在内部制造动乱配合，家贼难防。我还知道万妖国北山下有一口灵泉，喝了能生4胞胎。停，今天就暂时招供到这里吧。别杀我，我还有很多情报。我还有200岁的老母亲要奉养，我还是个孩子，我会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你去推一下那个石磨，如果能推动，就留下你。好，暂时留你性命。如果想要逃跑或者干活不卖力，就跟这块石头一样。火灵草是5灵草之一，可炼筑基丹，提升筑基成功率2成，但它需要火灵气浓郁之地，消耗极大，会让土地贫瘠百年。
整个安完县也仅有2株。42只大鹅，7只灵兽。东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好，跟着我，出发吧。这果树在葫芦里可以正常生长，但需要每天浇水，维持10倍速生长。此行就是用它吸引蝗虫，为过冬做准备。张老爷，我想求你一件事。什么事？是这样的，最近太乱了，我想带着全家搬到蛇口山脚下来住一段时间。张老爷，你放心，待到旱灾结束，我立马就搬回去。哎，张老爷，我们也想搬过来。流民为饥饿所迫，这是抢劫，抢上了瘾，便聚集成匪，杀人越货，危害更有生物，安京县病患四起。三叉子镇周边有闯入天黑金粉，甚至有修仙者为首，而山下多是妇肉和年轻女子，出境极不安全。各队报数。师傅，我看大周王朝这些官员都烂透了，朝廷拨付100万石赈灾粮，最终没有一粒粮食进入灾民肚子里，全都被他们分了。哪怕你们吃肉，多少留点汤也行啊。据我所知，青州府其实只收到50万赈粮食。唉，大周王朝立国上万年，早就没有当年开国之时的锐气。如今人人只想为自己捞更多好处，再这么搞下去，大周王朝也要完蛋了。这种话可千万不能乱说。我大周历代君王都爱民如子，受天下万民所敬仰。尤其是现在的陛下，自登基以来至今128载，亲贤臣远奸佞，励精图治，朝野上下一片欣欣向荣之势。雕虫小技，不好，这是困龙大阵，趁大阵尚未合拢，我用全力送你离开。雨山，你这几粒药丸搓得不够圆，还有这几粒大小不一，重新搓一下。好的，主人。他神通尽失，却又不甘奴役，屡次逃跑，但每次都被鹅群抓回，毒打一顿后，便会安分很长一段时间。这片地是我特意为雨山开垦的，他空有一身修为，却无法施展。我怕他想家，就给他找了点事情做。主要是雨山不够努力，不然还能种更多。每天吃一蒸，功效强于10粒培元固本丸，3亩地产出足够自用。这些培元固本丸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以后就用来喂鹅，奖励手下，或者拿出去卖。你继续制作吧。雨山，我出去一下，你看好家，不要想着逃跑。东家，我没什么事，你们继续练习吧。他们只有单衣，冬天可能冻死人。我得去县城一趟，备些物资，盐、油、布、铁，还有药材。粮食的话，先去黑市看看。官仓里有粮，但官府严空，还抬价。你门口那么多乞丐呢，
我也难得的可以轻松一天。今天是个好日子，晚上带你一起去混饭吃。混饭吃？今天是县太爷过寿，在鸿雁楼摆下酒席，你跟我一起去吃就行了。现在全城的乞丐和流民都守在鸿雁楼的后门，等着晚上的残羹剩饭大餐。县太爷的寿诞嘛。是啊，这县太爷的寿诞是大事啊。怎么卖？限购一论，50两一论。去县衙办正事，百般刁难，但拿黑市的票去官仓领粮，却畅通无阻，足斤足两。符纸这东西，以前只看过道玄宗和邪教的人用过。你这个是什么符？这2张是隐身符，这1张是敛气符。一般隐身符可以隐去身形，炼气4从以下，没有产生神识的人都无法发现。遇到拥有神识的修士，神识一扫便能发现你的气息。就要再配上1张敛气符。要多少钱一张呢？不收钱，只要赔原固本丸，1000粒赔原固本丸换1张符纸。这3张我都买了。请帖，里边请。那是司马公子，那是谁啊？是那个武秀才。武秀才。味道怎么样？好像是白萝卜味道。就是用白萝卜雕刻的。一般这种盘子里摆着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都不是用来吃的。你看这一小盘菜，这是雀舌尖，只能取刚学会飞的荷花雀，将其舌尖割下炒制。这一小盘菜要捕杀好上1000只荷花雀才能做成。你看这道菜，看起来只是一道很普通的白菜叶子，其实要耗费好几只鸡，用几个时辰将鸡肉的滋味煨入白菜之中。所以这道菜看起来是白菜，你闭上眼睛仔细品味，又是鸡肉的味道。做完这道菜之后的鸡肉呢？鸡肉里面的鲜味已经被熬出，没有用了，大概是当下脚料扔掉了吧。你再看这道菜，这是将活驴绑在树上，用热油对着驴臀浇淋，将肉烫从活驴臀部片下熟肉。还有这道鸭掌，将铁板上撒满调料，把活鸭赶到铁板上，下面放火。这个粉丝汤其实是鱼翅，这是佛跳墙，灌汤黄鱼。我得多吃点，把本钱吃回来。你慢慢吃，我去方便一下再来。哎，你什么人？怎么跑这儿来了？出去！出去！嘿嘿，鸿雁楼是县太爷的产业，不拿白不拿。我吃饱了，要不咱们走吧？真不吃了？不吃了。据司马刚传过来的信，现在外面全都是闹事的刁民，杀不胜杀。县尊大人，你说我们要不要开仓放点粮食，稍微救济一下？你这是妇人之仁，刁民闹事就给他们吃的，岂不是更加助长刁风？以其他刁民纷纷效仿，没饭吃了就闹事，此等刁风绝不可长。留下来的才是谨守本分的良民。有花园的你会认着谁？谁也不许抢，不然我就不发了！所有人都坐回原位。冲动了！不仅用掉了1张隐身符，1分钱没赚回来，还倒贴了2张符钱。本来想着那些食材能回本，结果一时兴起，全施舍出去了。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要攒钱，财富是需要积累。天上的道友救命！这难道是那只逃脱的旱魃？好恐怖的气息！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道友救命！必有重伤！这家伙不会飞。你尽量把距离拉远一点，还不够，你把距离再拉远一点。
右前方有一片石林，你把僵尸引到石林里去。你忍一忍，很快就结束了。这只僵尸拥有筑基实力，还带有一丝汉招血脉，一身铜皮铁骨，你才炼气修为，伤不到他的。那你能出手杀了他吗？我受伤太重，手里连件法器也没有，同样伤不了他。你只能像刚才那样，从高空中往他脑门上扔箭头。唉，僵尸的心脏应该值点钱，其余的碎肉最好是一把火烧了。哦，好的。多谢你救命之恩，能否留下姓名，日后必当厚报。你就不能现在就报答吗？拖到日后，难道是想赖账？我的储物袋炸裂了，身上什么都没留下，要不我给你写一张欠条吧。你叫做姬苍，是真名吗？姬家子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如果信不过，我现在就把命还给你。好吧，别砸了，我信。再说了，你现在砸死了对我有什么用？你顶多能卖1斗粮。如果要报答我的话，记得到蛇溪村来找张二嫂就行了。哼，一群刁民，给我杀，一个不留！区一个山贼，竟然也拥有了炼气2层的修为，看来你的背后还有人啊！老子背后的人，你没资格知道。你自己能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他们拦不住，那我呢？4名炼气后期。铁马飞几个，天色。奋起天下，给我个官儿呐！这些将军，给我个封官儿！现在全天下都反了，咱们还不反吗？要不我和姐妹们连夜给你缝一套漂亮的戏服，明天也称王算了。看样子就要下雪了，还是踏踏实实种地吧。趁冬天无事要开垦黄山，等明年春天种粮，大家才有饭吃。司马懿大伯已死，上次自己坐牢，多亏对方搭救，如今要抽空去县城吊丧。我乃破天大王座下，大将军牛二蛋，特来招降你们的。原来是牛将军，快请进。我家大王拥有雄兵数万，朝中猛将如云，将来是要杀上京师做皇帝的。趁早归降，我家大王还能赐你们一个好前途。你们这里有漂亮的黄花大闺女，可以给大王当嫔妃。像你这种脸上有疤、长得比较丑的，我家大王自然是看不上的。不过我牛二蛋不挑食。滚！我们蛇口山有几百个黄花大闺女，还有100多个小媳妇，但都是东家的人。让你们那个什么破王死了这份心思。方圆几十里唯蛇口山未反，这些牛鬼蛇妖看中的其实都是这里的人口和粮食。如今外面到处缺粮，局势险恶压抑，招揽过去也只是抢粮、吃小孩、女人沦为玩物乃至军粮。现在全天下都反了，你怎么不反呢？别人都反，就你一个人不反，到时候第一个要打的就是你。我只想安心种地，还不如关心一下自己身上的伤吧。大概再有个把月，你应该能变成一只纯粹的僵尸了。到时候可别咬我，不知他什么来头，都半死不活了，每天仍嘴角上扬，骨子里透出骄傲。区尸毒罢了，我应该还能撑3个月。我有一粒珍藏的解毒丹，你要不要？
你怎么不早说？我先用普通的解毒丸给你试一下，如果解毒丸能治好，就能省下1粒丹药。我可跟你说好了，这粒丹药很贵的，你以后要赔给我。两人非亲非故，二猴子真舍不得给这么贵的丹药。没问题，区1粒解毒丹罢了，我到时候还你100粒。那好，你给我写个欠条，就欠我100粒解毒丹。看他的穿着打扮，像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趁他病要他命，占点便宜没什么心理负担。品质还不错，有这粒解毒丹相助，大概半个月就能清除尸毒了。那你好好休息。你们可以试着改变一下队形，把用长矛的和用短刀的分开，再把精壮的和体弱的搭配起来。好，大家听我命令，重新列队。原来你还懂得兵法，略知一二。那请问一下，兵少路遥，何以破之？以正兵，兵法数千里，非正兵无以致远。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坐之而知动静之理，行之而知思想之地，教之而知有余不足处。策之就是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坐之就是激怒敌人，行之就是示行于敌，教之就是与敌人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哦，这就是兵法的最高境界。书上说大周王朝有一支很强大的镇国军，现在还有吗？镇国军啊，这是大周立国之时太祖亲自带出来的军队，立下过赫赫战功。只是大周东有海妖之祸，西有恶鬼围猎，北有巨人侵扰，南有万妖国窥命，镇国军早不如前了。现在确实是造反的大好时机，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我觉得你可以叫做蛇口山大王。老子就要秋月，谁也别跟我抢！踏平蛇口山，今晚分娘们！活了几十年还没睡过黄花大闺女，给我留一个！你就只有这些财物吗？张秀才饶命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你中秀才那天，我还给你送过礼，大家乡里乡亲的，能不能放我一马？有点印象，你是怎么当上山贼头目？这身修为又是怎么回事？这2年不是吃不上饭了吗？我就带了些兄弟做起打家劫舍的买卖。他们说来了一拨人，只要我给他们送些人，他们就给我修仙功法和丹药，我就照着做了。我敢造反也是他们撺掇的。那个神秘势力在什么地方？怎么交易的？我不知道，每次都是我攒够了人口，他们在晚上找过来，给我几粒丹药，然后把人带走了。痛，别打了，我们是亲戚。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丹药和功法呢？床底下有个暗格。这些人大概就是破天大王们的军粮。没想到你还很有善心。唉，我能有什么善心？不过是不忍心看到他们被当成军粮吃掉罢了。本来就没几粒粮食，这下又多了200多张嘴，喝西北风都不够。圣人云：“恻隐之心，人之端也。”说明你是一位仁义之人。你这也算是为天下苍生做了一件好事。不，我不是，别给我戴高帽。你那些欠条我可是都留着的。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什么大仁大义的好人，只要自己能好好活下去就够了。像书上那些英雄人物一样，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好人好事，他是坚决不干的。大概是交友不慎，受了司马懿的一些影响，有时候头脑一热就会做一些亏本的事。你带着他们去安顿一下，然后加强巡逻。因为这次被偷袭，蛇口山这边也死伤了10几个人，以后一定要更加小心才行。好，干得不错。从今以后，蛇口山就是你的家，你也应该把这里当成家一样。
不要总是想着逃跑了。你看，辣椒田里长草了，还有那些稻谷也该收割了。好的，我等下就去。我连猪食都能吞下肚子，但这种用活人炼制成的丹药，实在吃不下去。我现在的功法已经修炼到了瓶颈，若是转修这血煞诀，说不定能有所突破。到底要不要修炼这门功法？一共也只见过2部修仙功法，很难分辨出其中的优劣。姬大哥，你的伤怎么样了？好了吗？这次受的内伤太多，手里又没有疗伤丹药，1年也不见得能好。我给你带了一块肉，也许能对你养伤有帮助。送你一块肉，怎么能让你打欠条呢？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是的。鸡哥，这肯定是误会，这是我诚心送给你的，希望你能早日恢复。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这么小气的人，突然送我一块驴肉，肯定有事。鸡哥，你真是慧眼如炬，瞒不过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本功法？我能练吗？这是一门魔道功法，大周朝廷早就禁止任何人修炼这一类魔功。这门功法不完整，有很大的缺陷，擅自修炼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险。贼联军攻城，县城危急。青州各郡县皆反，目前无兵可派，固守待援。援军无期，城外贼军日夜攻打。城内刁民不断闹事，总得找个背锅的。终于练齐1层了，这是对大伯的承诺。现在有病的是整个大周王朝，大周王朝从上到下都病了，只有走武举之路，才有机会为大周王朝治病。下医医人，上医医国。难道是反叛军打进来了？怎么是县衙的人？奉县尊大人命令，查抄司马家族，任何敢反抗者，格杀勿论。将司马家族的人全部押入大牢，听候发落。如此巨贪，天理难容。接下来几天，县衙查封司马家所有产业，搬运持续半个月。县太爷趁机将自家陈粮与司马家新粮调包。这些年来，本官忙于公务，以至于被奸佞之辈所蒙蔽，让各位乡亲受苦了。青天大老爷，本官知道，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司马家族的人也想狡辩，把人带上来。抬起头来说话。本官问你，姓甚名谁？是。罪民姓司马，名东，出自司马家族，现为司马刚嫡4子。司马家族为富不仁，贪赃枉法。我已经洗心革面，与司马家族彻底割裂。司马刚这个人面兽心之徒，从此不再是我的父亲。你可知司马刚贪污赈灾粮之事？罪民知道，司马刚将朝廷下发的赈灾粮食全部搬进了司马家的仓库。罪民曾经劝说过，司马刚却道：“我司马家自有粮满仓，管他刁民恶肚肠，关我屁事。”老实点儿。本官也万万没想到，司马家族表面忠厚，背地里干出这么狼心骨肺的事情。司马家族贪得无厌，为富不仁，他们根本就不缺粮。这是我在司马家谷仓里查抄出来的10年陈粮，家里粮食放到发霉，还要贪墨我们的救命粮，我们误会县太爷了。
县太爷才是青天大老爷呀！都是司马家族造的孽！幸亏懂牧民之术，否则自己就是发泄对象了。各位父老们，司马家族酿成如此大祸，本官也有失察之责，决定绝食3天，以自罚。此等大案本该上报朝廷，由上官定夺，但如今非常族斩首存代袍，今决定对司马族中全部存粮分发给全城百姓。青天大老爷，美丑、好坏、清贪皆由对比产生。由司马家做反面教材，更衬出我的清廉。在百姓快饿死时，我力挽狂澜，分粮救民，犹如他们的再生父母，声誉已到顶峰。最让人沉醉的，还是这种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的快感。你如果敢亲自动手行刑，本官考虑放你一马。启禀县尊大人，司马家其他人或许有贪污，但这位司马公子为人极为心善，经常施舍城中饥民，给贫苦百姓看病少收钱或者不收钱。想必在场的很多人都曾经受过司马公子的恩惠，草民斗胆，想请县尊大人网开一面，饶司马公子一命。是啊，这个司马公子是好人，还请县尊大人网开一面。我以前家中富足，帮助别人的时候，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没想到有一天，所有人都在为我求情，知足了。还不能这么白白把人放了。以前听县委说过，此人天赋不错，留下此人，后患无穷。我只问他施粥送药的钱粮都是从哪里来的？还不都是从你们身上贪来的？现在给你们一点小恩小惠，就把你们感动了，用你们的钱粮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来收买人心，沽名钓誉罢了。怎么？难道真是他？放手！给我松开！着火了！着了！快救火！其他人随我上城墙！公子，咱们快跑吧！快让开！让开！人呢？多谢你们了。恩公对我们有活命之恩，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这些乞丐正是经常守在回春堂门口的那群人，他们全靠司马懿罩着，才能平平安安活到现在。我们在公子被抓的那一天就开始谋划了，我们还组成了一个义字营，利用这段时间挖了一条小小的地条，直通外面的护城河。东家，多谢你这几年的关照。将来如果封侯拜相，如果田百相飞黄腾达，一定提携东家一把，以报答今日的恩德。我爹当年舍了一条命，为家中换到一薄田，但也只是多了1亩地，过得并没有比以前更好。我也想赌一把，赌一把更大的。如果成了，从此翻身，子子孙孙再也不用种地了。如果赌输了，死就死吧，还能躺下休息几天。二狗子只是他的东家，不是他的主人，无法决定别人的命运，更不能阻止别人升官发财的梦想。好吧，祝你早日飞黄腾达。多谢东家。二口子只是他的东家，不是他的主人，无法决定别人的命运，更不能阻止别人升官发财的梦想。好吧，祝你早日飞黄腾达。多谢东家。要不要一起去赌一把？不许去！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2条腿。咱们黄家往祖上18丸数过去，都没有这种富贵命。你还是踏实的跟着张老爷，安安稳稳打铁。鸡哥，天冷了，要不要给你缝一件大棉袄？你身上这件衣服破了好多洞，要不要我拿去帮你洗洗，缝一下？不用，现在这身就挺好的。我这是法袍，冬暖夏凉，不染尘埃的。啊，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法袍，应该很贵吧？他早就看出姬苍这件衣服不一般，想要弄过来瞧瞧。法袍就跟法器一样，每一件法袍的制作成本都很高。普通的修仙者攒点钱，首先是给自己弄一件法器，如果有盈余的钱，才有可能去置办法袍这种奢侈品。我也不知道贵不贵，
出门的时候，家里人随便拿的几件换洗衣物，可惜我的储物法器在战斗中爆炸了，不然倒是可以送你几件。啊？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不着急，伤好了自己回去，或者家里派人来接我。哦，你好好养伤吧，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开口，千万别客气，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好了。雨山做饭的技术越来越好了，这鱼煎的外焦里嫩，鲜香诱人。雨山，辛苦了，你也休息一下，自己做点饭吃吧。好的，我不累，我干完这点活再吃饭。雨山的思想觉悟越来越高了，二狗子感到欣慰，有了精神追求，思想得到了满足，每天都充满干劲儿。虽然每天吃的都是昨天的剩饭，但是感觉特别香。你别光吃饭，这还有一些野菜叶子。我跟你说，你现在过得比我那时候好太多了。我以前每天干活，连稀饭都吃不饱，经常只能偷猪食吃。你现在都已经能吃上干米饭了，顿顿管饱。就这种日子，那是地主老财才能过得上的。我领悟过来了，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吃苦。所以我说，吃亏是福。你今天所吃的每一分苦，都会成为以后的财富。我也是这么过来。我吃饱了，先去干活了。地里朝天贡椒已经红了，今天一定要摘完。这小子最近越来越有精气神了，已经好久没有逃跑了。县城又被18路反王包围，没法拿去黑市卖，找不到销路，真愁人。山脚下好像还住着一个大户人家，也不知道他吃不吃。虽然收不到现款，存几张欠条也可以，以后慢慢守债。姬苍，你怕不怕辣的？辣椒嘛，我们姬家人什么都不怕，尤其是不怕辣。要是连辣椒都不敢吃，怎么能成就大事？这么说你是不怕辣的了？当然不怕辣，你有什么辣椒尽管拿出来，最好能把我辣死。安城县特产朝天贡辣椒，怎么样？哎，爽啊！这个辣椒地道，好久没吃了。姬苍专门备了笔墨纸砚。你还有辣椒吗？我给你写欠条。张老爷，救救司马公子，他被叛军抓走了。这个乞丐有点面熟，好像以前在回春堂门口经常看到。他被叛军才抓了。司马懿竟然造了这么大的祸事，刚出牢笼又掉进虎穴，逃出来。司马懿被叛军擒住，只余下他一个人成功逃到蛇口山。秋月，你们守好家，我出门救个人。姬苍，我不在的这些夜，麻烦帮忙看护一下，回来还你一张欠条。叫做靠山王的乌龟，给我出来！快点给老子出来！我的眼睛！这种朝天贡椒的辣度远超普通辣椒，普通人皮肤沾上一点点都会火烧火燎的难受。二猴子趁机拿出好几个竹筒，对着下方大肆喷洒辣椒水。你是什么人？我与你无冤无仇。我问你，前几天抓了一个头发雪白的青年，你把他关在哪里？饶命啊！他走了，我抓回来的当天他就逃跑了。真的假的？他往哪里逃了？真的，千真万确。人嘴最不靠谱。张老爷，张老爷，张老爷！我们几天前被这里的人抓住，一开始就和公子分开了，没有关在一起。这些孩子年龄小，血气不够，卖不上价钱，是用来当口粮的。以司马懿的性格，如果逃脱，
应该会回来救这些小乞丐。你们跟我来，你们帮我看住，别让他们跑了。我来一个个拷问。挺痛的吧？很痛。等一下还会有更痛的，要不要试试？你还有那么多手下，我先去一个个的拷问，等下再回来问你。等一下，我说，我全部交代。就在昨天，我把他交上去换成弹药了。在什么地方交易的？就在距此5里的一个山沟沟里。今天把靠山王这里灭了，逃走很多人。刚才听说附近的黑山大王跟靠山王有仇，他抓住这边的人，大概会用来换丹药，可以试着混进去。快点，磨磨唧唧。黑衣人实力不强，一剑就能剁死，但很容易惊动其他人。大家一起关在这里等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有一个人能逃跑，就不好无辜了。使用符箓时不能动用体内真气，一动真气隐身就会露出破绽。今天运气不错，弄到了1食粟米，终于可以换个口味了。是啊，每天吃2脚羊，吃腻了。也不知道那新来的小子能不能熬过今晚。管他呢，能活下来就是自己人，活不下来就是一堆烂肉。让他们吃些苦头。此人起码有炼气5、6层的实力。现在找司马懿要紧。幸亏自己没有轻举妄动，眼前这个人的实力起码也有炼气6、7层，硬碰硬占不到便宜。但现在自己还没暴露，偷袭就说不定。舵主，热死我了，快点拿水来。这以血炼煞之法，修为增长确实快，就是太热了，受不了。啊，这是什么水？我怎么感觉越喝越热，火辣辣的？孽障！老夫哪点对你不好，竟敢如此谋害老夫！舵主息怒，属下对你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好一个忠心耿耿！好啊，你还胆敢还手！老夫今天就要清理门户！事情好像不太对劲。你是谁？说，怎么才能救活他？如果救不救他，让你生不如死！
他体内精血都已经被我抽干，救不活了。你说不说？有没有办法救活他？你急也没用，他救不活了，被你拔掉钢针，死得更快了。老夫一时不慎着了你的道，老夫只是教内一个小小的分舵主，你得罪了神教，摊上大事了。现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幸亏刚才偷袭弄死了舵主，不然舵主凭着炼气后期的实力，再操控飞剑，长9个脑袋也不够砍。御气术，才试了一会儿，丹坛里的真气已经少了一大半了，上丹坛里的神识也少了很多，现在随时都有危险。不能把真气耗尽了。这期间一直没有黑衣人进来，可能因为这里是舵主修炼的地方。只是柱子上那个麻子脸的尸体已经没有精血流出，余下的那几个活人也死了2个，精血不够了。现在为了救司马懿，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了。反正这里是邪教自己搞出来的东西，这黑衣人也很乐意参与的。到目前，他们应该还没发现，他们的舵主已经死了，散发出来的气息比我还强了很多，就是没有醒来，不知道是不是药效还不够强。司马懿，你什么人？怎么突然就感觉像丢了魂一样，心里空落落的？这下子心里终于踏实了，怎么可能丢下这么重要的东西不顾？看来司马懿短时间不会有事，应该为黑衣人担心才对。这些黑衣人没一个好东西，早就把东西卷走了。余下的这些实力都不强，司马懿一个人就能搞定。乱七八糟的，倒是收了很多东西，自己用不上的，手下人应该也能用得上。司马懿，你瞧，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帮你把衣服穿上。司马懿，你疯了！费尽千辛万苦才把他救活，现在总不能又用飞剑给斩了吧？把他关在那种暗无天日的地方，一关就是好几天，关得他精神抑郁，快要怀疑鹅生了。
大概是得到消息，到这里来增援的。别以为你今天骑鹅飞走了就没事，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竟然练成了血煞！杀得太快，想留一个活口拷问的机会都没有。这些人出门也不知道多带点钱财，一个个摸过去，总是缺少一点惊喜感。走吧。你恢复了，没事了，谢谢你。好。那就好，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疯了呢。那咱们就回去吧，去我的蛇口山怎么样？暂时还不能回去，山洞里还关了一些人，先回去把那些人放了吧。大鹅下来，上来吧，咱们飞回去快些。哎，怎么活动筋骨？算了，咱俩走回去吧，正好我也活动筋骨。大哥，幸亏人还活着。你们怎么还没走？这里是老巢，到时候找回来，又把你们全都抓进去了。我们想追随2位恩公。是啊，我愿意为恩公当牛做马，只求恩公收留，我什么都不要，我愿为奴。不要，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粮食，养不活你们。还是自谋生路去吧。我们不要2位恩主养，我们自己解决，哪怕吃草、吃树、吃土都行，只求追随2位身后。那行，你们喜欢跟，那就跟着吧。跟上，快跟上恩公！你不是说出去救1个人吗？怎么回来这么多？你这是打算扩张势力，称王了吗？我哪里有空去当王？每天要修炼种地都忙不过来。是他们自己主动要跟过来的，撵都撵不走。鸡哥，这位是司马懿，我朋友。司马，这位是姬苍，姬大哥，现在是咱们蛇口山的大管家。鸡哥，你知道什么叫做血煞吗？司马之前在山洞里突然失控，变得嗜血，战力暴涨。十一会的回邪教老者惊呼出了血煞这个词。血煞，我只是略知一二，这应该是上古时期的魔道功法，包括你上次得到的那本不完整功法，也是属于这一类。1万多年前，大周圣祖立国之初。荡平天下所有魔道宗门，焚毁魔道修炼功法。为了防止有人修炼，连皇室都没有保存这些功法。现在存世的资料不多。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机缘巧合，在体内练成了一种血煞。但魔道功法讲究速成，拥有强大威能的同时，总是会有各种缺陷。血煞这种东西会蒙蔽人的心智，使人变得残忍嗜杀。正常的修炼都是人控制各种各样的功法与法器等外物，讲究的是以我易物，而非物易我。但魔道修士往往反客为主，搞到最后反而被功法或者法器等外物控制了人，会变得残忍嗜杀。而且随着体内血煞的增强，随时都有失控的风险，那个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只会杀人的怪物。目前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但不要再继续吸收精血。可以尝试着炼化体内的血煞，直到彻底被你掌控。多谢指点。我承诺过还你1张欠条，你想要哪1张？不用还了，你再给我2斤辣椒吧。我上次可是给了你10斤，全都吃完了吗？他只用几斤辣椒熬成的辣椒水，最起码放倒了好几千人。吃完了啊。恩公，你叫什么名字？回恩公话，小的姓孙，名旺财。好，这名字吉利。我给你一些稻草和2毡粮食，你带着人去那边荒山脚下居住。那2座山，山脚下有一片荒地，你们可以在那里暂时居住，等到明年春耕继续开荒。确实需要一些人手，到时候可以考虑让这些人帮忙干活。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多谢恩人！都起来，别磕了。二狗子让秋月从库房里搬出2室粮食，交给孙旺财。粮食你们省着点，搭伙吃几天。稻草每人1捆，挡风可以生火，也可以搭个临时的窝棚。孙旺财，你负责分发，维持秩序。都别急，听恩主分领排队。谁要是敢乱，就别怪我孙旺财不客气。
辛苦了。不辛苦，为东家分忧是我该干的。只是这葫芦太大了点儿，要是能小点就好了。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你的死活与我家无关。若是被人发现我在冰天雪地的石头山上种了这么多水稻，还长势极好。木半山，你的药丸虽好，比起培元固宝丸还是差了很远。我最多只能给你50文钱一粒。好，从今天开始，守口山就算卖给你了，但必须每年还款40两白银，1两不能多，1两也不能少，不能提前还款。这难道就是书中所说的灵气？我能感应到灵气了！道法粗鄙，哪里比得上剑？教你一些剑道，倒也可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14岁拜师学武，至今大约2年半。尔等今后当勤勉忠君，报效朝廷。我不知道是谁派你来的，或者还是误打误撞。我劝你最好是现在就离开，当做什么也没发现。去年冬天，他接连出手，一口气买了300多个人回来。老夫清丹宗金丹期长老，道号白鹤真人。多谢你救命之恩，能否留下姓名？日后必当厚报。你就不能现在就报答吗？拖到日后，难道是想赖账？我以前家中富足，帮助别人的时候，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没想到有一天，所有人都在为我求情，知足了。自从收了羽山之后，每次出门归来，山上都被打理得妥妥帖帖。幸亏当日没有一冲动就把羽山杀了。最开始是打算当场就杀掉的，免得泄露自己的秘密。后来发现这人实际上挺怂的，特别怂，留下来当个苦力看合不合用，不好用的话再杀掉也不迟。羽山，我给你挑了件衣服，有点大，你把袖子卷一卷，应该也能穿。谢谢东家，东家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东家的恩情。没事儿，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安心种地就行了。东家，我一定好好种地，把这里当家。这次出门收获的好东西确实不少，现在自己不花1分钱，也捡到一柄法器飞。待到将来修炼成熟之后，3、5丈之内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梦寐以求的炼丹笼，这次也得到了。有总比没有好，只差灵药和灵炭就可以开始炼丹了。这株灵药名为七叶虚骨草，是一种能够疗伤的灵药，需要生长70年，长出7片叶子才算完全成熟。这次在邪教洞穴里还得到2只木箱子，竟然全是符篆。好家伙，竟然有200多张！可惜都是些普通符篆，竟然还有隐身符和敛息符，这2个我喜欢。这些也不错，一丝真气就能瞬催动，就是普通人用精血也免能重定动。3000两银子，1000多粒培元固宝丸，20多颗血魄丹，还有上百件衣服。季哥，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块清心石，
能够清心除躁，让人保持平静，防止在修炼中走火入魔。看来当时麻子脸是打算给舵主用的。羽山泽这早饭真及时，怎么回事？新来的人闹事了。东家，我们想卖给你。卖给我？对，我们想把自己卖给东家。只要东家能收下我们，为奴为婢，当牛做马都可以。只要东家能收下我们，为奴为婢，当牛做马都可以。不买，我现在不想。东家，我们很便宜的，只要1个铜板，自愿为奴。东家，如果不愿意给钱，1个铜板也不给也没关系，契约我们都自己写好了。如果能活，谁不想有尊严的活着？但是现在，卖掉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对比那些反王手下，二狗子这会儿更幸福。这是大周王朝的耻辱，是大周王朝上至皇室，下至文武百官的耻辱。皇室大臣每天吃着民脂民膏，却让天下百姓沦落至此。他竟然想得和我一样。大周王朝早就病入膏肓，需要一个良医下猛药，刮骨疗毒，才有一丝改变的可能。可是良药苦口，刮骨疗毒之痛，谁能受得了？而且这种良医又到哪里去找？我要成为这样的良医。卖身契我收下了，不过我手里没有这么多铜钱，就给你们每人1升粮食，算是抵债吧。谢东家恩德，谢东家恩德。这1升粮食就是100文也买不到啊！这些库存的柿饼和红枣还能扛一段时间。秋月，你带几个人把量具摆开。孙望曹，你维持下秩序。存粮也不多了，等到开春野草长出来就好点了。得再开5亩地，都种上稻谷，加上之前的2亩，半个月就能收一次。1个月下来，这7亩地能收50多吨稻粉，一天10多稻粉，3000人吃，勉强不会饿死人了。蛇口山外的各方势力都在互相吞并，壮大实力，毁掉邪教一个老巢，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血魄丹的炼制。反叛军中出现了大量修仙者，就连反王也靠着吞食血魄丹到炼气中期，但人口资源越来越少了。这1年，整个青州百姓都无心过年，活下来10万姓，有一口吃的更是万姓中的万幸。运气不好，直接成了别人的晚餐。今年真寒酸，才10几个菜，连鲜鱼都没有，就是些吃腻了的鸡鸭猪狗。几十年了，没过过这种苦日子，这帮刁民还不省心，整天喊饿。今天过年，白米饭管饱，大家都敞开肚皮吃。这2头驴只在屁股上被割掉了一点点肉，其他肉质极新鲜，在火光里隐约带一点肠子，仔细分开，其他部位都还在。驴皮弄干净，熬成胶，可以入药，也可以充饥。这2头驴竟然还带有灵气，难道是妖？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好的东西，当然是偷来的。难道天上能掉？我还是头一回看到把偷东西讲得这么理直气壮。打又打不过，不能明抢，除了偷还能怎么办？对了，过完年我要离开一下，提前跟你说一声。啊，这么快就要走了吗？那你欠我那么多债怎么办？你可别坑我，我这种单门小户的庄稼人可比不过你们大户人家，亏不起的。那这一堆欠票我该找谁要呢？我也许还会回来的。如果我没回来，你拿着这些借条到青州府衙门就能要到账的，或者到京师来找我也行。你家住在京师吗？那你有没有见过皇帝老儿？他是不是吃饭也要用金碗金筷子？小时候听人说，皇帝老儿家里用来挖土的锄头、挑大粪的扁担都是纯金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以讹传讹了。县太爷都从来不种地，皇帝老儿怎么可能挖土挑大粪的？当今皇帝全称叫做英明睿智、文治武功、德备苍生、万寿无疆、至高无上、龙兴圣皇帝。要是在京师也这么乱喊皇帝老儿，会治你个大不敬，要被抓起来砍头的。至少也要称呼为龙兴圣皇帝。经书这么凶险的吗？我在人少的地方说，他还能听到。王朝耳目遍布天下，尤其是京师重地，随时随处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你。别说京师这种地方，你就是到了三阳郡、青州府这些城市，说话做事也要谨言慎行。山野之人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犯了某些人的忌讳。
说起当今隆兴圣皇帝，我确实见过，他吃饭不用金碗，而是用更贵的玉髓雕刻而成，甚至还有更贵的。算了，还是不说了。姬苍，希望他不要赖账才好。年也过完了，该开垦荒地了。人多干活就是快，2个月就把荒山400多亩地和20亩水塘都开垦出来了。因为是旱地又是新田，还是养不活这么多人的。蛇口山顶上培育了3种树苗，无法种种的边边角角就都种上树。橡树顽强到在1指宽的石缝里也能生长成活，成年的橡树每年能结好几斗橡子，不过得用清水反复漂洗，不然味道又苦又涩。哎，你怎么又受伤了呢？遇到了邪教的高手，没打赢。另外，我还打探到一些不太好的消息。什么消息？青州府的军队也被邪教叛军打败了。啊，不是说青州府那边有很多高手的吗？据说青州府连金丹级的高手也有好几个，怎么会被邪教打败了？邪教有这么强吗？邪教原本是不强的，但是经历这1、2年的快速发展，也培养出大量高手。同时，万妖国那边也派出一支人马攻打边界，牵制了青州府很多军队和青州了。现在不仅的好几个州郡也开始有叛乱出现，有叛乱蔓延的迹象。二狗，我想求你一件事，我给你开欠条。什么事？我想请你组建军队，扫平周边叛乱。不干！我现在既要养3000多人，还得种400多亩地，叛乱关我屁事！上次灭皇带出来的2000人，也是精心培养的，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杀，还给手下分了很多好东西，最后却被县太爷当成炮灰，一把全都坑死了，还被县太爷抓进大牢。要不是司马懿死救，就出不来了。我这次可以给你开一张很大的欠条，怎么样？灵丹、灵药、灵石、法器、修炼功法、土地、州府的房产。失去这一次机会，你就算再奋斗几10年，也不一定能得到这些宝物。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写下欠条，事后我马上归还，保证1根毛都不会少。不要，再好的东西也要有命花才行。那么多高手，连青州军都被打败了，我算老几？其实是你不需要跟邪教大军正面战斗，只需要在后面捣毁基层的那些小分舵，以及摧毁那些叛乱称王的小势力。这些简单的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一直没人做。因为这些叛乱的小势力和大量分舵才是邪教的根基，能源源不断的为邪教高层提供资源。毁掉其生存的根基，邪教就相当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死不远了。如果任由邪教发展下去，最后青州各郡县的人口都会成为邪教的修炼资源。以后就算朝廷大军剿灭邪教，青州也没几个活人了。所以现在不仅仅是为了朝廷，也是为了青州无数百姓。如果按照邪教和叛军这种搞法，最后人大概真的会死光，只剩下极少数高手。原来的1000人大部分都是女人和小孩，至于新收的这2000人里面，确实是男性精壮比较多。但是饿了2年没啥战斗力，挖邪教的根基，人家不得跟你拼命？到时候最先死掉的，可能就是自己这一波人。也许司马懿能做到牺牲自己，照亮别人，但自己真的无法做到舍弃自己生命来保全别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一定有人记得。最后还是县太爷的政绩上又多出一道功劳，然后县太爷凭此升官发财。不干！刚开垦出几百亩地，我要趁着春耕把粮食种下去，不然这几千号人吃啥喝啥。秋月、孙旺财，明天开始春耕播种。好的，东家。蛇口山下的50亩良田原本是店租给阿虎的，听说阿虎在张友良军中敢打敢拼，还真的当上了将军，手底下管着好几百人，养得更好点了。可惜现在找遍整个安城县也找不到一只牛羊。现在有水了，大片田地被抛荒长草，却没几个人愿意踏踏实实种地了。蛇溪村的田地才耕种了1/3都不到。
站住！狗蛋歪嘴，原来是你们俩啊！我进去找张有良谈点事儿。大胆！梁王的名讳也是你能随便呼喊的？我们俩现在是梁王座下10大中郎将，李狗蛋将军、陈歪嘴将军，你们让不让？军令如山，不让。好吧。我找张有良，让他来见我。大胆，竟敢直呼名讳，王不可辱！住手！狗子哥，你怎么来了？小蛾子，我找你哥谈点事。好的，先进屋吧，大家先散了吧。现在灾年也没什么可吃的，将就一下吧。你哥不是称王了吗？怎么还没有饭吃？家里原本也存了点粮食，但这几年都没有收成，人口又多，早就没剩下几粒了。他们吃的那些肉，我又吃不下。我那边还囤了点粮食，你要是吃不惯这边的饭菜，以后就到蛇口山来吃饭吧。这有点不太好吧？没事儿，我那里有3000人呢，又不差你这一份饭菜。好的，谢谢狗子哥。哟呵，稀客啊！这两人在这短短时间修为提升太快了。张有良已经到了炼气4层，张有信也修炼到了炼气2层。既然你来了，咱们兄弟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加入我大哥麾下，让你当一个大将军怎么样？没兴趣。今天来找你，就是看你们那些田地都荒着，有些可惜了，想要向你们购买一些田产。原来是求田问舍的，当今群雄逐鹿，你竟然还想着那1亩3分地？那你卖不卖？不卖，荒着长草也不卖给你。我用1斤肉换你10亩地，别不知好歹，不要逼我动手来抢。小蛾子，吃点鱼肉。谢谢狗子哥。你确定是用1斤这样的肉换10亩地吗？没错，换不换？换。蛇溪村还有600多亩土地，全都换给你。也就是在这个乱世，才能用60斤牛肉换到600多亩土地，加上这600亩良田，他手里已经拥有1000亩田地，总算能养活手下的这3000人了。现在邪教和叛军之中，已经有很多修炼魔道速成功法的修仙者。你这样训练放在平常时期自然是没事的，但如今特殊时期，遇到这些强敌会死伤惨重。那应该怎么做呢？鸡哥教我。方法倒是有一种，我这里有一门适合军阵修炼的仙道功法，你要不要？算了，不要了。私传修仙功法可是死罪要杀头的。姬苍主动传授他军阵修炼的仙道功法，肯定是想让他们去跟邪教拼命。别这么着急拒绝嘛，我又不要你付出任何代价，你拿去让大家练就行了。真的这么好说话？当然。那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份书面文书？你要替我承担责任。这门功法需要所有人同时修炼，仿佛将数百上千人连接成一个整体。功法一共有9重，今天传授你们第1重。你哪来这么多丹药？偷来的。从14岁开始拜师修炼，到现在一共修行5年，到现在炼气6层，这份修炼速度比起很多天才人物也要快了很多。终于炼气6层了，神识又增强了，又可以进玉佩学炼丹术了。培元丹得要100年人参，这只有50多年的。还真丹嘛，7叶续骨草倒是有，还差地龙根啊。先用50年人参试试看，普通煤炭放进葫芦里也能增加点灵气。这只丹炉品质还不错，又是偷来的？当然是偷来的，这么好的东西我不偷人家能给我吗？打又打不过，只有偷了。绝对不能让他去我家做客。炼丹炉其实也属于一种法器，而且比普通的刀剑之类法器更难以炼制，成本更高，价值有多贵？起码也要几百块灵石吧。就你熟悉的那种培元丹，100粒也换不到。而且以目前大周王朝的情况，手里有灵石丹药根本就买不到。这只丹炉好是好，就是可惜被污染了，对丹药成品有点影响，容易出现异变的丹药。当你炼制出异变的丹药时，不要服用就行了。你会炼丹，万一我在炼丹方面天赋异禀呢？你这样等于白白浪费药材，还不如拿着这些药材去炼丹房换几粒丹药。灵药浪费了再去偷呗，与其辛辛苦苦偷灵药，还不如直接去炼丹房偷丹。算了，你还是炼丹吧，万一你真的很有天赋呢？
千万就别浪费了你的炼丹天赋。我也这么觉得，当年我师傅就说我天赋异禀。在生生世世，因为断肠有所话要最爱，送一片祝福，再默默相助，恐怕你以后不是血流回路。竟然真的被我炼制出培元丹了，修为竟然增长这么快，那再吃几十粒岂不是能突破炼气7层了？总比手搓好多了。这2粒特殊丹药还是单独放吧，扔掉可惜，万一之后用上了。该来的终于来了。前2天你还让秋月加紧巡逻，你早就猜到了吗？不是猜到的，而是必然的。现在天下大乱，他想独善其身，怎么可能呢？他不想去打别人，邪教和乱军早晚也会找上他，最后还是你死我活的结果。前面平静了几个月，现在秋收结束，正是各大势力打仗抢粮的好时候。军阵最大的作用，就是聚集无数弱者的力量，战胜实力更强大的敌人。王大脑袋这群人真是废物，平时吹牛皮吹得震天响，那么多修仙者，那么多人，还败得这么惨。蛇口珊珊运转流畅，杀戮高效的轻巧，不是王大脑袋太差，而是蛇口山这边太强了。王大脑袋这一支队伍在周边10几里范围算是最强的了，之前好几个村镇的势力都被他消灭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战子功劳。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再去其他更远的地方勾搭1、2支队伍过来？反叛军实力都差不了太多，再勾搭几支过来也是送菜。对呀，就让他们来这里送菜，来的越多越好。哎，我听说啊，那蛇口山可是个宝地，那蛇口山可是有仙人留下的灵药，只要吃了就能修为大涨。只要咱们占了蛇口山，就有吃不完的粮食，还有漂亮的女人。哎，听说了吗？要是真有那么多宝贝，蛇口山一时间，蛇口山成了人人向往的圣地。有姬苍和司马懿在山顶专心修炼，人参倒是还有，不过辅药都用完了，还是得去县城看看。我还在打仗，但对比去年已经少了很多势力。这丁家庄竟然还能保持着安宁平静。当初的18路反王，如今也只剩10道了。幸亏这纪律差，直接扮成小兵溜进去就行。看来就连县城也是急缺各种物资，就这一包，也只够再炼10几炉丹药。果然灵药也没有。哟，这不是典史那老小子家吗？作为曾经的下属，探望一下病情还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就凭我现在的样子，大门肯定进不去。果然还是符篆好用，大摇大摆就能进。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带点身外之物。竟然粮食如山，几乎还有这么多粮食，加起来得有上万担。幸亏我的葫芦能装。这起码得有1万丈以上吧，有些竟然都生腐了。这么多干货，点痣老小子肯定吃不完，全都收走。这些钱财留着也没用，也一起收走。我可真是助人为乐的大好人。
竟然没有一点药材。就算没有丹药，灵药总有几株吧？再不行，培元聚宝丸总得有吧？奇怪，连茅坑都找了，这老家伙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老爷，轮到奴家了。这了。这老家伙没完没了了，试试看投石问门吧。谁抓贼呀？抓贼呀！抓贼来人啊！老爷，没了，全没了！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老爷，没了！住口！粮仓里的粮食全没了，都被人偷走了。全部？是的，除了粮食，相邻的其他仓库物资也全都被偷窃一空。你怎么不早说？竟然全都搬空了，一点都没留下。整个安城县能做到的，只有县太爷了。好啊，搞到我头上来了。上次灭了司马家，就有种隐隐不安的感觉。钱财还能再搜刮，那间密室可千万别找到了。好东西果然在这儿，这才是大户人家。邪教密室简直就是狗窝。这么多好宝贝，钱财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只要把这老家伙弄死，这些就都是我的了。出来吧！难道他发现我了？藏头露尾还不出来？需要老夫请你吗？万一是想炸我呢？老夫已经发现你了。幸亏当年被师傅逼着练了这套风刮不尽、雨泼不透的剑法。算了，不能白来，拿了再说。不行，还是得加点重量。怎么了？下山倒了，有血迹。还是得尽快出城，县城毕竟不安全。本来还想去县太爷那个老东西家看看，万一有陷阱，那就成自杀了。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息下，看看腿。典史这个老货太阴酸了，一点武德也没有。就偷点用不着的东西，至于这么狠吗？回去我也得在兵器上涂点毒药。幸亏当时手快，把这玉盒偷到手了。要不先放葫芦里3天，等药效更强了再吃，万一多发更严重呢？现在吃还是3天后再吃？过2天看吧。如果能控制，那就不用浪费了。张兄弟，好久不见！丁家主，张兄弟这是去哪里了？哦，我就在这周边看看情况，哪儿都没去。庄上正好准备了一些土鸡混酒，张兄弟要不要到庄上吃一顿饭再走？多谢，我身上还有事，今天就不打扰了。这样啊，我还想跟你叙一叙当今的局势，想请教一下张兄弟的看法。哎，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庄稼人，能有什么看法的？守着自己那1亩3分地，踏踏实种庄稼，谁当了皇帝老子，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再见，张兄弟，以后有空常来啊！我跟丁庄主比还是差远了。
清点下这次的战果吧：5株地龙根，2株聚灵草，3株百年人参，5粒培元丹，2枚解毒丹。有了百年人参，就能炼正品培元丹了。地龙根和7叶续骨草也有了。这又是哪一个大户人家倒霉了？大户人家吃不完，我搬点回来正好。啊，小蛾子怎么来了？小蛾子，你来的正好，过来吃几块腊肉。咦，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小蛾子可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没有人欺负我，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嫁人了。嫁人？你还这么小，嫁给谁？张有良兄弟竟然要逼着13岁的小蛾子嫁人？不认识，没见过，听说是神教的一个大官。肯定是张有良为了巴结邪教，把小蛾子往火坑里推。走，我带你去找张有良，必须得去找张有良兄弟算算账了。必须阻止这场婚事。后来考上武秀才，一直隐忍，就是不想让小蛾子太难过。你又来干嘛？小蛾子的婚事我不同意，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与你无关吧？反正我就是不同意。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到时候你如果作为娘家人来喝杯喜酒，我们自然欢迎；如果不喜欢，你也可以不来，不要胡搅蛮缠，无理取闹。若今日是别的事，我也就放下了，但这事我就蛮横无理了。反正我就是不同意。我不同意，你这件婚事就别想办成。二狗子，你这个逆子！不要再提养我10年这种事，我父母留下的家产可全都被你吞了。我每天起早贪黑为你们家干活，就算是一头牛马也得喂点草料吧。每次开口就是养恩，实则把我当牲口一样使唤。好啊，吃干抹净就不认账了是吧？当年你父母早死，留下你们2个几岁的小子，如果落到别人手里，你们兄弟还有命在，早就死了，尸体都喂狗了。老娘养了你10年，不懂得感恩，恩将仇报的。反正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你就办不成。你凶，你打我呀！你打我呀！哎呦，打人啦！你个会忘恩方的，打死我啦！娘，我没你这样的女儿，老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还胳膊肘往外拐，整天向着白眼狼，命苦啊！男人是个短命的，儿女一门心思向着外人。撒皮无赖还真是远不如婶娘。小蛾子，跟我走吧。这婚事就是一个火坑，不能同意。你要是敢出这个门，老娘就死在这里。老娘含辛茹苦养了你10几年，现在要跟着一个白眼狼跑。狗子哥，我嫁人算了。那就是一个火坑，听我的，别嫁，谁也强迫不了你。小蛾子，我们女儿家反正迟早要嫁人的，嫁谁都是嫁，就算把这条命还给爹娘了吧。可惜小蛾子终究拗不过婶娘。等小蛾子嫁完人，张有良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这些当嫁妆应该能保她一辈子吃喝不愁了。至于灵药，我是不会让她落入邪教妖人手里的。腿伤未愈，走起来还是不方便。罢了，给小蛾子撑场面，也对自己大方一回。一叫吉时已到，红红郎。邪教老巢竟然在城西镇参与灭皇时，差点死在这灵田里。看来又种了不少好东西。邪教准备的饭菜能吃吗？算了，小蛾子出家吃一些吧。狗子哥，虽然不爱喝，但今天这杯酒必须得喝了。狗子哥，一个不胜酒力，快扶他回去休息。还想用毒酒毒到我？我哥呢？哪一个哥？如果问的是张有良，他已经回蛇溪村了。算一下时间，现在应该正在攻打蛇口山。有神教的人马和你哥联手，
应该很快就能拿下蛇口山。狗子哥人呢？二狗子吗？他这一刻应该是死了吧？为什么？我要去见狗子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老实坐下！人是你自己敬的毒酒，亲自毒死的。现在尸体都凉了，猫哭耗子有什么用？竟然是我亲手毒死了狗子哥！是你们射的计，你们害死狗子哥！你又何必那么激动？他的父母也是被你父母害死的。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肯定会报仇，杀你家满门，还不如早点把他弄死。所以张有良在自救，我是在帮你们。为什么？既然你问为什么，我就修修戏跟你说说，好让你死了这条心，以后也知道自己该往哪一边站。这必定是个宝贝啊！直接神教，自己得来的宝物，凭什么交给神教？要是他不上交，那就一点好处都分不到了。有回你没事。神器勾成，二狗子打！你也不想想，你们村里黄老财都供不起孩子学武，就你们家那几十亩地，怎么可能供得起张有良习武？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钱财的来源吗？原来狗子哥的苦难都是我们家造成的。幸亏还有这解毒丹的药效，解了腿上的毒，又正好解了毒酒。这么贵的丹药差点就浪费了。现在他们估计以为我已经毒发身亡了吧？应该是刚刚中毒落在了客厅。幸好葫芦里还有一柄飞剑，在葫芦里放着，看起来更锋利了。大喜日子，连个守卫都没有，不愧是老巢，比上次的山洞大了不少。酒席上的邪教人员也多了很多。那个老头起码有炼气10层，深不可测，还是得小心点。符卷也不是万能的，上次那个点身就识破了我的隐身。竟然才这么点人，酒席上的高手都去哪儿了？村外那片灵田还有很多灵药，去找找用得着的。这新种的朝天贡椒还没开花结果，倒是有了，这些等结果了再来摘。火灵草没了，还变成了荒地。邪教身家很丰厚嘛，这么多灵药，那就不客气收下了。反正是移栽的，拔起来不心疼。培元丹和疗伤丹的主药材都有了，之前的东西应该都在这儿。这铜锁可拦不住我。给我出来！竟然挂了铃铛当警报。狗子哥，是不是你的魂魄回来了？变成鬼还不忘偷点东西的，也就只有狗子哥了。狗子哥，原来你没死！果然是你，小看你了。虽然符钻能在战斗占据优势，但就是太贵了，普通人用一次得心疼半天。狗子哥，我还以为你死了。我死不了，你走远一点，免得误伤到你。小蛾子，这个男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要不要？不要了。幸亏我修为更高，神识一开，这些攻击都被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竟然还拥有飞剑！小蛾子，这人叫什么名字？在邪教里面当什么官的吗？名帖上有他的名字，我没注意看，好像是神教的护法。你小心点，跟在我身后，不要乱跑。嗯，好的。狗子哥，听说我大哥和邪教的人一起去攻打你的蛇口山了。
啊？你听谁说的？你不用赶着回去吗？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以邪教徒走路的速度，这会儿顶多刚刚走到蛇口山脚下。我等下飞回去，比他们快得多。再说了，山脚下有姬苍和司马懿，还有那3000人手，短时间你哥占不到便宜。嘿嘿，带回去伺候，明年就有10几只羊了。狗子哥没死真是太好了，但要是他知道他父母都是我爹娘害死的该怎么办？狗子哥从小吃的苦都是我们家带来的，我们家得到的一切也都是爹爹告密得来的。估计是吓到了，回去缓缓就好了。实在没东西了，这辣椒还没熟，等下次熟了再来摘吧。这边来吧，让我骑。唉，这要是平时，慢慢走回去也行，我就不信了，你还能经得住我的诱惑？你看这粒丹药，灵气浓郁，吃了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让你翅膀更硬更大，羽毛也更加漂亮，心动吗？想不想要？那可就说好了，给你一粒丹药，你要载着它一起飞回去。这一趟的路费也太贵了吧！这傻大鹅真好忽悠，反正没吃过也辨不出真假。你别往心里去，那个邪教徒不是什么好东西，死了就死了。等你再长大一点，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婆家。要是新找的婆家对你不好，我就把他杀了，再重新找。在姬苍的指导和灵气食物的帮助下，我们队伍平均实力那可强得多，对方别想占便宜。你们俩倒是挺清闲的，那么强的实力，也不帮忙杀几个敌人。你小子也是学过兵法的，慈不掌兵的道理应该知道。不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怎么能培育出优秀的将士？我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得了几个钉？倒是你，去吃个喜饭，怎么把新娘子还带回来了？新郎官被我杀了，邪教老巢也被我抄了家，当然就把人带回来了。这下子想不和邪教对上都不行了。抄了邪教的老巢，是不是又偷了很多好东西？那是肯定的。你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灵石，果然是灵石。这就是让狗子哥爹妈身死的灵石吗？姬苍，这是一种毒药，能毒死修仙者。早就想弄点毒药了，这不就来了。再问一下，这个毒药应该是内服还是外用？这种毒药内食外用都可以，吃下去见效会比较快，外用见效慢点。毒药见效快慢还跟对方的修为强弱有关系。这种低层次的毒药对于筑基修士作用就不大了。把毒药放进葫芦是会更毒，还是中毒同时加点修为呢？你小子是不是有一只储物袋？我隐藏多年的小秘密，没想到被你发现了。既然看出来了，那承认就是了。谁那么倒霉，连储物袋都被你偷了？这次你可就冤枉我了。我这储物袋来路可是正得很，是我的授业恩师所传。他老人家法力高超，早已经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区1、2只储物袋，随手就送给我了。反正师傅已经承担这么多了，再多个储物袋也不算什么了。看来这李半仙果然名不虚传啊！你们在这里掠阵，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大白鹅，走！都是熟人，以前一起长大的玩伴。阿虎去年还在我手下做佃户。算了，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蛇溪村乡亲们听着，给你们一次机会，立即撤出战场，事后我绝不追究。大家不要中计，现在是各为其主，考验你们忠诚的时候到了。如果这次战败，事后肯定要清算你们的。传我将令，任何人胆敢后退半步，杀无赦。此战胜利之后，每人奖励粮食1斗。无伤虎意，忽有害人心。不想下死手，但人家却有杀他之心，不想善罢甘休。
他混了几十年，就从来没见过这种从天上喷辣椒水的打法。教主，不好了！你哥人呢？从开战到现在，一直没见到你哥的影子。这一次都是张有良出的主意，最后又是邪教损失最大。蛇口山没抢着，连老巢都被抄了。我哥一直在战场，马上就回来了。我直接捷足先登，把好处吃干抹净，稍微留一点点残汤，哄哄邪教那个老头子就可以了。当初爹就是在这儿被石头压死的，今天我必须登上蛇口山顶。终于成功上来了，二狗子真可笑，以为这点荆棘就能挡住我了吗？哎呦，失算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位道友，帮帮忙，救我，救救我，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请问道友高姓大名？我叫雨山，是主人最忠诚的奴仆。你不要惊慌，不要想着逃跑，逃跑就会挨揍。既然来了，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我每天只需要拉磨、种地、除草、浇水、煮饭、喂鹅就可以了。主人夸我很能干，主人对我很好，主人的恩情这一辈子都还不完。欢迎你加入蛇口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牛马都没这人能干，竟然如此甘之如饴。你能不能先把我弄出来，然后我再帮你家主人干活？怎么样？什么叫我的主人？主人这么好，你难道不想给主人当奴仆吗？我时常都在感恩，遇到主人是我的福分。天哪，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不愿意给主人当奴仆的。我愿意，我也愿意。刚才是口误。这就对了，给主人做奴仆一定是你这一生最正确的选择。你忍着点儿，我帮你取刺。哦，痛！你忍着点儿。自己的队伍输了，而且是大败。小蛾子，你怎么一直都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样子？狗子哥，我一边是父母兄长，一边是狗子哥，我该怎么办？别难过了，我带你在这周边玩玩，散散心。我从县太爷手里换到后面的2座荒山，现在已经把荒山都开垦成田地了，还有好几个鱼塘，里面都养了鱼。我带你去抓鱼吧。我到底该怎么办？要是说出真相，以后可能就是仇人了。父母虽然有点偏心，更喜欢2个兄长一些，但那也是血浓于水的父母兄长。那狗子哥呢？他是活该吗？不行，狗子哥是无辜的。狗子哥太苦了，他需要知道真相。如果他要杀了我，我也不怪他。狗子哥，我跟你说一件事。什么事？你这一整天都心事重重的，就是为了这件事吗？如果说出来更舒服，你就说吧。不，我已经决定了，一定要说，应该让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你爹娘的死因。什么人？这次竟然还是失败了。大哥，你怎么在这里？我还没找他算账，他倒先当起贼来了。二狗子，你别过来，有话好说，咱们好歹也是堂兄弟，一家人。你还有脸说这话？你看在小蛾子的份上，放我一马，以后再也不与你为敌，怎么样？大哥这次真的错了。小蛾子，你倒是帮我说句好话呀！妹妹，你倒是帮大哥说句话呀！小蛾子，当着小蛾子面杀他哥，是不是太残忍了？狗子哥，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什么事？妹妹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其他的？我想说的是，你爹娘的死因。不许说！畜生！小蛾子没有修为，扛不住张有良这全力一击的，在邪教老巢，我都能护得他毫发无伤。没想到，竟然伤在自己大哥手里，伤太重了，内脏都碎了，丹药的灵力都溢散了，气息越来越弱了。
找司马懿，司马懿一定有办法。司马懿，司马懿，帮我救救他！司马懿自幼学医，在这方面更擅长，一定有办法。别着急，我看一下，我没把握能救活他，只能尽力吧。这只瓶子里还有3粒肺疗伤丹药，都交给你。幸亏在老巢还得了5颗，刚刚喂了2颗，还剩3颗。狗子哥，我可能要死了。有一件事，临死之前必须要告诉你。你爹应该死不了了，只是他的身体太过脆弱了，短时间难以恢复，需要慢慢调养。多谢，他就交给你了。秋月、孙旺凑，你们做好准备，3天后出发，咱们反攻回去，彻底剿灭邪教。是。主人，昨天来了一个人，我劝他留下来安心给主人当奴仆，他竟然还不愿意干。我知道，那个人已经被我杀了。多谢主人当年不杀之恩。没事，只要你好好干活，咱们都是一家人。一下子发生这么多事，真让人难以接受。不想了，先做好眼前的事。这次在老巢收了10几种灵药，葫芦里放一段时间，灵气更浓郁了。没想到父母竟是因为这个死的，难怪张友会对蛇口山念念不忘。灵气被消耗的差不多了。雨山，你看好家，不要逃跑，我去杀几个人就回来。东家，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我要去打叛军和邪教了，你要不要去？我去看看热闹也行。出发！季哥，帮我看着点，我去镇子里面看能不能抓几个活口。去吧。这些普通人不值得浪费精力。练笑。张老爷，我是隔壁村的王秃子，大家乡里乡亲的，能不能放我一马？当年偷了人家媳妇的老家伙。张有信呢？他人在哪里？信王他，张有信这个狗贼，他霸占了乡正家的院子。这老东西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上次办理户籍名册，还来过乡正家，人都不见了，只剩一地血。这声音，小蛾子现在生死不明，我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我的好侄儿，快救救婶娘！哎呦，痛死我了！看在我养了你10年的份上。说起这个我就……哎呦，痛死我了！好侄儿，帮帮我！哎呦，我是你婶！哎呦，咱们可是一家人！哎呦，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哎呦，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好侄儿，救救我！你还在埋怨我以前打过你吗？你不懂，打是亲，骂是爱，这都是为你好。哎呦，要是别人家孩子，我还不打他。没有婶娘这么多年的教导，你哪有今天这么大的出息？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哎呦，好侄儿，快救我！只要把婶娘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答应。我问你，大狗子是不是你们害死的？怎么可能？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侄儿，我待你们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们那么小就没了爹娘，我和你大伯疼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害死他呢？哎，这孩子命苦啊！哎呦，痛死我了！好侄儿，你先把我救出来，其他的以后再慢慢说。哼，不用装了，我爹娘都是你们告密，然后被邪教杀死的，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你爹得了宝物，舍不得与大哥分享，想要独自藏起来发财。像你爹这种不仁不义、狼心狗肺的人，死了也活该。你那个哥哥竟然敢当着我们的面嚷嚷着要报仇，在老娘手底下讨饭吃，还想报仇？那天晚上，我和有良按住他的手脚，你大伯撬开他的嘴巴，将一碗毒汤给他尽数灌了进去，没过一会儿就断气了。这死鬼小小年纪力气还挺大，我都差点没按住。
把老娘的胳膊都抓破了。你这货倒是贼精，每天老老实实干活，逆来顺受，才让你活到现在。没想到包藏祸心，早知道当初就把这小鬼也弄死，就不该贪这小便宜。我不该，我真不该，当年就把你们2个小畜生都给杀了。大狗那个小畜生，他拼命的挣扎，我真该把你们2个一起给弄死，痛死我了！你个杀千刀的，你有本事就一刀杀了老娘啊！我不会杀死你，我要你生不如死。幸亏用了脸西服，掩盖住了气息，逃过一劫。娘，儿子，你没死太好了，快救我出来！哎呦，痛死我了！娘，你小声点，等下二狗子又回来了。这么多废墟一件件搬开，就得花很长时间。现在可是逃命的关键时刻。娘，你安静一下，听我说。儿子，你有什么主意？娘都听你的。娘，大哥这么多天没有回来，很有可能已经死了。嘘，别哭，惊动别人咱们都得死。可是娘，你现在伤成这个样子，带上你，我就逃不脱了。儿子，你的意思是不救我了？可我不想死，我怕死，我还没活够。好不容易等来的亲儿子，竟然不救我，这还不如让二狗子杀了我。开始还以为是张有信，一路追了出去，结果只是一个邪教徒。邪教徒也是必杀的目标，追了这么远也不能白费，干脆继续追。上次在洞窟里得到一箱符钻，全是乱七八糟的品种，果然有风行符。奔跑追杀，那可是我的强项。用了符钻，速度和灵活快了很多。不好！小贼，看你还往哪里跑！小贼，你毁了我的分舵，老夫今天就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炼你的魂魄。活了几十年，就从未见过如此无耻的修仙者。整个村庄除了砖头房子搬不走，只要是能带走的东西，全都没了。就连厨房里的铁锅菜刀，也都被这个小贼搬走了。要不是那个贵公子的气息吓得我心惊胆战，早就找二狗子报仇了。幸亏设了这个计策，把二狗子勾引出来再杀。老贼，有本事抓住我再说！攻击范围跟自身的神识差不多，没有神识掌控的地方，攻击就没了准望。逃到攻击范围外，先放鹅。只要企鹅飞上天，筑基以下就拿我没办法。不好，他冲着大白鹅去了。好险，只能硬挡了。该死，他的飞剑力道好沉。去搬救兵，把姬苍喊过来。飞走了，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现在只能靠自己撑住了。又来了，这些神识我都不如他，飞剑威力、范围、操控精细度都比不过，这下麻烦了。拼了几下，真气就消耗过半了。他的飞剑越来越近，人却离我那么远。这么打下去，我必输无疑。拼不过飞剑，就拼近身。我这一身力气可不是白长的，只要让我近身，就能一剑剁了他。近了，更近了，就是全身所有的力量，毫无保留吃我一剑。剑坏了，但机会难得，不能停。对了，拼法力和神识我打不过，但拼力气和近身，他不如我，就这么打。
线断了，但还能打。小贼，今天算你走运。只知道另一个巢穴的大概位置，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你拷问邪教的分道位置，不想缩在蛇口山种田了吗？鸡哥，你上次跟我说的好处还有没有？当然还有，我说过的话一直作数。你想要些什么东西，我现在就给你写下欠条。东西肯定是越贵越好，但具体要什么嘛，还是得好好想想。欠条上让我思考几天再说，我还没想好。没问题，随便你。倒是你，怎么突然就转性了？我也是武秀才，突然觉得在此危难之际，应该挺身而出，报效朝廷。来了，最后的洋料，吸收了这些，我的筑基之路便再障碍。高手？哪里有高手？你说的是天上那3个傻子吗？黄口小儿，休得猖狂！休得猖狂！天地玄宗星，去死吧！鸡哥，差不多就得了，你悠着点儿。拜见齐王！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床上的那具尸骨。这小男孩叫许峰，这名字好像听到过。这片地方必须拿下。对，咱们现在不战，迟早会冒出新的山贼土匪。张有良一完蛋，这方圆10几里就成无主之地了。司马和姬仓都说必须占下，我不战，又会冒出山贼土匪，乱糟糟的。可我哪有那么多人手去管？不如把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吧。战后有很多叛军残兵四处流窜，正好可以收拢他们，安置到各个村庄里，让他们安稳种地，重新做人，也算是我和义字帮出一份力了。好，你去吧，这些都是吃惯了人肉的，别太心善了，该杀的就杀吧。放心吧，我知道的，治恶疮也要剜肉剔骨才能药到病除，医者仁心，但也会用刀的。司马懿愿意接手最好，他带走了受伤的小蛾子。秋月，你带一批人，多准备一些干粮。孙旺财，你去队伍中挑选出2000名最精壮的，过几天准备出征。这次出征干粮要备足，2000精兵应该够了。接下来得找姬仓要报酬了。那个鸡哥，我想问一下，你打算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宝物？想了2天，还是没想好到底要啥，干脆先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怎么，你想了2天，还没想好吗？你感觉自己最缺什么就选什么，不就行了？我想是想好了一些，又怕太贵重了，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你说来听听，我考虑一下。以这家伙的性子，准没好事，我得防着点，不能把话说满，免得被他讹上。需要我帮你什么？其实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什么。你随便给我1000粒筑基丹就行了。1000粒筑基丹？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他这表情，难道我又说少了？看来你是真不知道1000粒筑基丹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就敢狮子大开口。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也好，让他知道天高地厚。1000粒很多吗？那就少点，500粒、300粒怎么样？不可能的。整个青州也没有这么多筑基丹。筑基丹原材料需要数百年份的5灵草，而这5种灵草又必须在特殊的灵地才能生长。筑基丹产量有限，需求又多，每一粒都很珍贵的。那就50粒，怎么样？
你该不会连这么一点筑基丹也没有吧？从1000到50，我已经做出巨大让步，你好歹也是大从家，不要太抠门了。你怎么不开价1万？从1万到50，你的让步更大。咱们俩谁抠门？你心里没点数吗？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随便拔一根毛也比我的腰粗。筑基丹只能给你1粒，多1粒也没有，还必须到郡府衙门登记。1粒？书上都说珍贵，看来是真的。县太爷那么贪都弄不到，姬仓竟然真给，嘿嘿，赚了。不过1粒有点少，得再试试，看能不能替司马懿也要1粒。再给1粒，2粒怎么样？我帮司马懿这小子也讨1粒。不行，每个人只能登记领取1粒，这是王朝律法，我也不能违背。你私人送我1粒筑基丹，也需要到郡府衙门登记吗？当然，在大周王朝，炼丹房里出品的每1粒筑基丹都是有数的，绝对不能让筑基丹落入到奸佞之人手里，凭空增加不安定因素。你看这一次叛乱，邪教徒里面大部分都是些炼器修士，叛乱再大也难成气候。只要朝廷抽出手来，举使投足之间，便可将祸患消灭于无形。筑基丹绝非真的稀缺到1粒难求，国库里甚至多到放坏。筑基丹便是通往王朝上层的门票，是筛选和掌控的工具。这张票必须由朝廷牢牢攥在手里，此乃帝王心术。掌控筑基丹，便是掌控了晋升通道与人心欲望，只能做不能说，表面上只能是物以一息为贵。他之前开口1000粒，等于要1000张官票，圣上也没这么大方。既然筑基丹这么珍贵，邪教的筑基修士又是怎么来的？邪教得不到筑基丹，往往会使用一些上古魔道的邪门法术。你上次救司马懿的那洞窟布置，应该就是为了筑基做准备的。还有一些邪教徒会勾结万妖国，从万妖国得到一些类似的宝物。那功法的事，筑基丹是硬通货，受管制，功法秘籍尤其是我个人所学的，反倒自由些，只要不涉及皇家秘传，给他一门也无妨。看他的路子，正好有套合适的。我看你有一身蛮力，又喜欢使用重剑，我传一套剑法吧。开山断水剑，刚猛无回，以立正道，正适合他这猛。这股子蛮劲儿和那柄重剑，默写出来给他便是。不过我身上没有功法原本，只是以前看过，还记得一些。这2天我默写出来给你。开山断水剑，名字就够霸气，一看就是好货。姬仓这家伙这次倒挺大方，让我看看怎么练。好家伙，这威力果然是1粒破万法，爽！跟之前领悟的光路子很像，但更猛更直接。这一剑下去，啥玩意儿扛得住？主人威武！这不算啥，你把这些石头捡一捡，这块地又能种一些灵药，威力不错，还能顺便开荒，一举两得。山顶这灵药园子越来越有样子了，等武灵草凑齐，说不定真能自己炼筑基丹。雨山，我这次要出去一段时间，你看好家，等我回来。主人放心，雨山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奴仆，主人的恩情，雨山一直牢记在心，将用一生来偿还。所有人听着，投降不杀！哼，留群乌队合之众，等司马懿来收拾，大队继续前进。这趟出征看来比想象中顺利，太顺利了，顺利的不对劲，大半个安州县都拿下了，可一个像样的有修为的头目都没抓到，邪教的据点也一夜之间全消失了，像从来没存在过。这帮家伙躲哪儿去了？当外界一片兵荒马乱，唯有这丁家庄宛如风暴中心的风眼，平静的奇异，美好的不真实。这片远近闻名的灵田，这道防备严密的荆棘墙，守护的或许并非仅仅是灵米，更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入口。哈哈，痛快！那狗官的人头就是老子砍的，睡了县令的小妾，那滋味儿。如今咱也是号人物了，说话得有点派头。诸位，干了这碗！赵大王，赵大王！一群不知死活的蠢货，死到临头还在做白日梦。罢了，反正都是祭品，就让他们最后快活一会儿。诸位久等了，请随我来。这恐怕已经到水库底下了吧？这是自然，那条水灵脉就在水库的底下。听说在灵脉上面修炼，事半功倍。灵脉啊，要是能在灵脉上修炼几天，说不定老子也能突破。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好了，到了。赵大王，你不一起进去吗？是啊，这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不一起进去呢？一起进去？进去当祭品吗？祝你们早日被圣法吸干，神功大成。下辈子吧。池子里还有好多血迹未干。
真讲究，地上还要刻这么多的花。这些花纹好像是符文或者阵法。咦，亮了，果然是阵法。还是宋大将军有见识。咦，我怎么流鼻血了？我也流血了，好冷！这封邪门血，我怎么无缘无故流血了？我的功力动不了，身体不听使唤了！救命！放我出去！赵狗贼，丁庄主，你们不得好死！来了，最后的阳料，吸收了这些，我的筑基之路便再障碍。播下的种子，如今终于到了收获的涅解。这些蠢货真以为天上会掉馅饼？你们修炼的越勤快，功力越深，我这血煞大法收割时效力便越强。筑基就在今日。筑基已成，力量倍增，但这还不够。那些邪教徒修为比泥腿子更精纯，是更好的补料，一个都不能浪费。是。姓赵的，你搞什么鬼？里面的人呢？大家一起上，冲出去！血煞诀，我改良过的功法而设，专为闹修炼到几层，在我面前不过是待宰的羔羊。感谢天地，馈赠予我如此丰美的庄稼。终于出关了，这气息好可怕，人都处理干净了，只剩下我一个。家主神功大成，顺利出关。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在叛军之中分发功法与血魄丹，都是你一手操办。老夫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功劳。工具用得好，也该安抚一下，让他走得安心些，无牵无挂，方是慈悲。我从小父母死得早，全靠家主一手把我养大，此生能为家主效力，是我的荣幸。家主待我恩重如山，没有他，我早就饿死冻死了。这条命本就是家主的，只是对不住家里的妻儿了。唉，只是苦了你了。戏要做足，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感恩。该上路了，得把尾巴都清理干净。所有知道丁家庄秘密的，还剩下几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谁必须死。任何知晓此度秘密的，都必须彻底消失。就是城西镇的那个铁舵主，前段时间被蛇口山的张秀才打败，然后就不知所踪了。倒是一只老狐狸，你放心，我迟早会把他揪出来。当务之急是处理好眼前这个最知情的。多谢庄主养育之恩，属下只剩一件心事，希望家主能善待吾家中妻儿。家主，求您看在我这条命的份上，照顾好他们。小宝、小贝，爹对不住你们。你放心，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妻儿一样善待你的妻儿。来生你可还有其他愿望？去吧。没了，死而无憾，只愿来生能再为家主效命。庄主下山了。哎，下山了。庄主好，好，都好。看，这就是我的庄稼地，我的子民，多么淳朴，多么可爱。我会继续好好照料你们的。庄主爷爷。老赵啊，你看，你的种长得真像你。放心，爷爷会替你把他们都照顾好的，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谢谢庄主爷爷。庄主，你老就是太惯着他们了，快要把他们俩宠上天了。多好的一家人，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我这个当长辈的，自然要多多照顾才是。看，我答应过老赵，会像对待自己妻儿一样善待你们。现在你的妻子是我的了，你的孩子我也会视如己出。老赵，你可以安心了。哎，快，都麻利点儿。是，庄主。哎呀，真是好人呐！庄主真是大善人呐！老赵家遭了难，全靠庄主操持。这样的东家，打着灯笼都难找。庄主爷爷，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带你们去该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和你们一样无父无母的好苗子，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这里有很多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他们也都没有父母，都是可怜的人。我把你们接过来，大家年龄都差不多，一起生活也好有个伴。另外，爷爷还传你一套修炼功法，你们好好修炼，以后有大本事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好好修，是爷爷给你们最好的礼物。修炼的越勤，根骨养得越好，将来收成才越丰硕。多谢庄主爷爷。
庄主爷爷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弟俩永生难忘。庄主爷爷是好人，是大恩人，爹妈都不在了，以后我们要听爷爷的话，好好练功，报答爷爷。庄主爷爷，多好的苗圃啊！这些都是未来的希望，好好长吧，孩子们。爷爷会给你们最好的焚料——血煞诀和血魄丹。庄主把我们都叫来，还让带上家伙，这是要干啥？难道有山贼要打过来了？今天召集全庄的精壮汉子，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扫平那些叛乱，让大家都可以回到村里安安心心的种地。还是庄主仁义！既能保境安民，赢得好名声，又能削弱潜在对手，顺便看看有没有值得培养的新种子。邪教的人像地老鼠一样钻没了，叛军头目也跑得精光，就剩下县城外那帮乌合之众。打他们，岂不是帮知县那老狗解围？最好让叛军冲进去，宰了那几个老家伙。县城那些渔民善恶不分，害死了你的家人，你还要救他们？杀，都该死！他们都只是普通人，不明真相，被县令蛊惑才犯下此错。这些人顶多只能算是被县令利用的刀，甚至连刀都算不上。冤有头债有主，真正的幕后凶手是县令和典史。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况且黄老财那老小子担心他儿子，有空一定要经常去我们丁家庄做客。这小子倒是个实在的愣头青，实力不错，心思也单纯，若能拉拢或可利用，即便不能结个善缘也好。就是这几只扁毛畜生，坏了我的大事。原本能让我冲击金丹大道，全被他们吓得提前收割了。可恨，可恨啊！又跑了，这帮泥鳅，肯定是跟邪教有勾结，听到风声就跑。娘的，白忙活一场。司马懿，他竟然没死，还拉起这么大一支队伍。还有那个乡下小子，真是养虎为患。两个泥腿子，翻了天也是民。司马懿更是铁案逃犯，本官有的是法子拿捏他们。先稳住，秋后算账。狗官就在眼前，杀了他们！冷静，现在不是时候。众目睽睽，不能连累二狗子和兄弟们，血仇必报，但不是现在。多谢诸位义士来救，本官一定会上奏朝廷，为诸位义士请功。本官在县城鸿福楼备了些薄酒，为诸位庆功。姬苍，带你去混酒席去。哼，不去。干嘛不去啊？又不要钱，不吃白不吃。我又不缺这一口饭，这些人没资格与我同席。唉，这家伙又装上了，还是欠条不够多，生活没压力。哟呵，还装起来了。平时看你在山脚下跟大家一起吃野菜窝窝头，你不也吃得挺欢快的吗？不一样，你理解不了的。好吧，你继续留在这里啃干粮吧，我要去鸿雁楼吃烧鸡了。吃饱了，告辞。道不同，不相为谋，与仇敌同席，如坐针毡。这顿饭吃得恶心。黄满仓这小子，差点饿死在城里。雨山又跑了，还偷了我的灵药，我辛辛苦苦从外面一根一根偷回来的。雨山这个天杀的，他知道为了偷这些东西有多难吗？偷的那一刻有多提心吊胆，真的挨打有多惨吗？他人往哪个方向逃了？追！看来是想逃回万妖国，偷灵药是其次，但他知道太多秘密了。好可怕的气息，都不敢喘气了。完了，主人亲自来了，我的逃跑计划又失败了。主人，我错了，我仍然是你最忠诚的奴仆。主人，我想家了，想回家看一下就回来。这怂包每次挨打都拼命求饶，最近很久没逃了，都疏忽了。这次留的大额太少，让他有了机会。主人，你待我恩重如山，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奴仆。是我猪油蒙了心，竟然想着逃回家去看老婆孩子，差点做出违背良心的事儿。先糊弄过去再说。我羽山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主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仁慈的主人，你对我的恩情这辈子都还不完。主人，你最忠诚的奴仆诚心向你忏悔。每次都这样，认怂特别快，跪在地上忏悔大半天，都听腻了。行了，去把你挖出来的那些灵药重新栽种好，浇上水，1株也不能少，少1株我就打断你1根肋骨条子。根据经验，打人不能打手脚，影响干活，肋骨断了会痛，但还是可以坚持干活。谢主人开恩。雨山到底要不要留呢？已经逃了10来次，要是杀了，那谁来干活种地呢？自己干就没时间修炼了，还是得留着雨山干活。我不累，给东家干活，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点也不累。那你感觉苦不苦呀？不苦，只要每天能跟在主人身边为主人干活，生活过得比蜜还甜。那你冷不冷呀？山上风大，我给你拿了件衣服。不冷，只要在东家身边干活，我的心就是热的，数九寒寒也感觉到全身暖洋洋的。还是加一件衣服吧，山上风大，万一着凉就不能干活了。你对我这么好，我猪油蒙了心，竟然还想着逃跑，我以后再也不跑了。身上的伤还痛吗？痛，肯定是痛的，特别是干活的时候被牵扯，就更痛了。哎，你看，逃跑就会挨打，以后别跑了，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主人，我以后再也不逃跑了。嘘寒问暖还真有点用，现在这样看，放心多了。跟着姬苍学了不少东西，用在雨山身上还挺管用，不过好像还要恩威并施。虽然打过了，但还不够，之后恶人还是给大鹅来当吧。这鹅群的数量稍微少了点，自上次爆发式下蛋后，1年没再下过蛋了。书上说，实力越强的生灵，繁衍能力越差，鹅群规模无法扩大，就只能想办法提升实力了。当初县衙就是用这玩意儿把蝗虫群引诱到辣椒田里，当初那么多黄妖，不可能全死绝了，应该藏起来修炼了，用这个试试能不能引诱几只出过来。20了，时间过得真快，个子总算撵上那小白脸了，就是这身皮晒不白，不过男人黑点结实。练气7层了，离筑基又近一步，最卡人脖子的筑基丹早就跟姬苍预定了，只希望这家伙到时候别赖账。我跟你说，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只有吃得苦中苦的人才能成为人上人。主人说的太对了，我也发现了，每天白天干的活越多，晚上就睡得越香甜，睡得越踏实。雨山，把这只老鼠拿过去洗剥干净了，等下分你1条老鼠腿。好的。这花妖果树散发的气息总是吸引周边的野兽赶来自投罗网。去年冬天还来了头变异大野猪，让手下众人过了一个肥年。前几天刚杀了1条小蛇，今天又来1条蛇妖，难道传言是真的？如果一直有1条蛇妖存在，但没吃我，也算是万幸了。也不知道是只有这1条蛇，还是藏着其他蛇。如果还有其他蛇妖，干脆早一点引诱出来，藏在暗处终究是隐患。鸡哥，看看这个。嘿嘿，鸡哥你太客气了，每次都给我写个欠条，怪不好意思的。别酸文假操的了，帮我搭把手，把蛇皮剥了。好的，这张蛇皮品质还不错，可以做一件软甲，送给你了。多谢鸡哥。真难以想象这么辣的菜竟然是我做出来的，看来还是吃点不辣的蛇羹算了。这2个货捅了马蜂窝，现在打不过，就往我这里逃，把叛军也引来了。二狗兄弟，帮个忙！事已至此，就算不想打，那些叛军也会杀到这里来，也不会放过蛇口山。前面的叛军听着，我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请速速退去，否则休怪我手里的石头不长眼。哈哈哈，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飞蛾将军。老夫正想会会你，这一直在天上纵横无敌，还是头一回遇到也能飞的对手，对方还是筑基的高手，这下麻烦大了。马老头，你想独吞咋的？见者有份，这几只大鹅我也看上了。这2个货究竟捅了一个什么样马蜂窝，惹来这种强敌？搞不好今天蛇口山这些人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鸡哥，救命！鸡哥，差不多就行了，那可是3个筑基高手。高手？哪里有高手？你说的是天上那3个傻子吗？黄口小儿，休得猖狂！休得猖狂！天地玄宗星，去死吧！鸡哥，差不多就得了，你悠着点儿。蛇口山怎么就冒出这么强的高手了？幸亏我收手早，没有暴露身份，不然……县尊大人，胜局已定，我就带着人先回去了，正好还能赶上春耕，回去先把地种上。鸡哥，原来你这么厉害的吗？你的伤好了？筑基与筑基之间天差地远，就这几个草包，也配称筑基？扶我一把。鸡哥这姿势，我以为他摆着好看，原来是不行了。鸡哥，你休息一会儿，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哈哈，没有筑基修士的天空就是我的天下。砸，撒，让你们尝尝爷爷的手段。额分都给我拉准点儿。孙旺财，差不多了，收兵吧。那是又来了一支援军。这叛军怎么跟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糟了，是筑基修士！鸡哥现在动不了，司马懿又疯了，这下怎么办？难道天要亡我？大鹅张嘴，咱们拼一把，这是最后一点药了。大鹅，对不住，咱们爷俩今天就把命豁出去，吃下去，给我力量！对面的小子，只要你把灵兽大鹅交出来，可免你一死。老夫劝你不要自取灭亡。2个草包筑基也敢叫嚣，不知死活！好强的反震力，真气快不够用了。不过这一剑应该伤到他了。这些变毛坑手，跪下！跪下！什么怪物？精血在流失，自己体内的一丝丝精血不受控制的活体而出。姬苍教的这门剑法威力确实很猛，但对体内真气的消耗也很快。看到姬苍斩杀筑基修士，跟杀鸡屠狗一样简单，自己上手才知道有多难。炼气和筑基之间相差太大了。给我死！终于成功干掉一名姬苍嘴里的草包筑基，一共42只大鹅，现在加上胯下这只鹅王，一共只剩下8只，其他大鹅全部战死，自己身上也受了不少的伤，好几次差点死了。怎么才能帮司马懿一把？2人纠缠得太近，动作又快，从上面扔飞剑肯定不行。
司马懿看样子已经失去神智，也不会配合我。想起一个伤敌1000，自损1000的笨办法，就是苦了司马懿，要吃点苦头了。有完没完了？今天怎么就有这么多筑基修士？难道谁捅了叛军筑基的老窝？怎么办？现在无论是姬苍，还是他，或者司马懿，都没有能力应对这么多筑基修士。难道是天要亡我吗？他们好像是在逃命。邢队长，我是州府夏家的人，任安城县令。那这些又是什么人？他们全都乱臣贼子，都是叛军。没想到县太爷这老小子会突然使出这种阴招。县太爷他纯粹是公报私仇，想要诬陷我们。胡说！本官作为一县之父母，向来一县孺子爱明若本人，一心为公，只有公敌，无私仇。你说说，本官平日之官风如何？我们的县尊大人爱民如子，每日为了全县百姓饥而操碎了心。县城被贼军困一整年，县太爷与城内居民同甘共苦，县尊大人苦啊！我们这些做百姓的，无法为县尊大人分忧，时常夜不能寐。这次回去再运作一下，大概能捞个肥缺了。县尊大人为了全城百姓省吃俭用，废寝忘食，但有些人却不顾百姓死活，中饱私囊，私吞朝廷赈灾粮。他就是他司马家族。火候还不够，还得再加做。一切恶一把火。他修炼邪教功法，还勾结叛军，与叛军里应外合，打伤衙役。将军，误会啊！你不要被他的一面之词蒙蔽了。其实他只是看起来很凶恶，实际上他才是一个大善人。赈灾、施粥、免费看病、救人于危难，样样好事都做的。一群刁民，证据确凿之下，还想狡辩？你们这些刁民、反贼，统统给我跪下！违者杀无赦！大胆！你为何不跪？你是在教我做事啊？此人面如冠玉，唇红齿白，看起来气质不凡，跟那些泥腿子改行的叛军截然不同的，至少也是出身于富贵人家。富贵人家有钱有粮有资源，还可以做官，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傻子才造反。虽然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大人物，一个也不敢得罪，否则刚才也不会卖县令一个面子。哪怕大人物家里养的狗，也不要随便去踢。你是人字部哪一支的？我是镇国军人部丙字队的。哦，原来是陈胖子的队伍。他人在哪里？让他来见我。遵命。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搞不好就是打蛇不死，反被蛇咬。这家伙究竟是不是虚张声势？相处这么长时间以来，敢说姬苍身上有几根毛都一清二楚，腰上那块玉佩也拿在手里把玩过的，感觉平平无奇。还没他身上的法袍值钱，之前看不上，不然就用几斤辣椒换过来了。鸡哥，你如果是虚张声势的，我建议你现在骑着大鹅逃跑。无妨，安心等着就行了。这家伙虽然改不了吹牛的毛病，大部分时候还是靠谱的。
感觉承受不起，要不要跪回去，或者上前把人扶起来？活了20年，还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镇国军人字部丙队拜见齐王，拜见齐王。起来说话吧。谢殿下。属下来迟，还请齐王殿下恕罪。无妨，是本王自己不想暴露。叛乱平息了吗？回齐王殿下，青州的叛乱已经被肃清，至于少数贼首还在逃窜。我这里也没什么事，不耽误你们干活了，该忙什么就去吧。是，属下遵命。感觉怀里的欠条有点烫手，会不会把我这个债主给杀了？饶命啊！都是误会，小人受了奸人蒙蔽，误听谗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求齐王殿下把小人当个屁给放了吧！都给我抓起来带走！早就是在书上多次看到镇国军的事迹，这回终于见到真人，果然名不虚传。雨山这次竟然没有逃跑。主人，你终于平安回来了。我在山上看着，都为主公提心吊胆的。主人，你看，我用稻草搓了一条长绳子，用来晾衣服。哎，不错，就是这绳子用来晾衣服还略粗了一点，长了点。山上晾衣服的绳子已经够用了，不用再搓了。最珍贵的是那株火灵草，这株灵药可是炼制筑基丹的主要之一，得好好保存。经常有筑基修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火灵草实在太显眼了。之前因为姬苍老远就徒步过来，镇国军没人敢飞越蛇口山。等以后姬苍离开，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别人从山顶飞过去，看到那么珍贵的灵药，很难不让人生出歹意啊。这次也斩杀了5名筑基修士，除了每人有一柄飞剑，一些血魄丹，好像也没多少值钱的东西。鸡哥，西王殿下，你小子装什么装？以前怎么称呼，现在还怎么称呼吧？草民不敢，草民以前不知天高地厚，有眼无珠，得罪了齐王殿下，就是再给草民100个脑袋也不敢了。你是不敢，还是不愿意？知道是圣皇子的时候，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很，总把他当成一只肥羊使劲的薅。现在很心虚，记得上次送一坛酒，还让写了一份欠条。自大周王朝开国以来，你是第2个敢让皇族给你开欠条的人。你的勇气哪儿去了？齐王，那第1个是谁？称呼鸡哥了这么久，习惯了，现在改口总是不太自然。不过更好奇第1个债主是谁了，死了没有？第1个名叫许峰，死了，死得很惨。我以前跟你开玩笑的，这些欠条都当不得数，现在都还给你吧。现在好吃好喝供着，早晚磕几个头，烧几炷香，把人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多好。君无戏言，怎么能不算数呢？难得还有人敢让皇族开欠条，都留着吧，一粒丹药也不会少你的。从镇城国君那边传来消息，那个安城县令在狱中胡乱攀咬，仍然一口咬定你们俩是罪民。二狗子还好，芝麻大点事儿，不算什么。司马懿这边的罪名就大了，已经被定成了铁案。现在叛乱已经平息，一切都要重新回到正轨。就算背地里有什么操作，明面上还得按照规矩法度来。这官场之上，谁的拳头硬，谁就是道理。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你现在唯一的罪名，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我自知罪大恶极，甘愿领死。家族赈灾粮的事，罪证确凿，将永远是我身上的污点，无法洗白。先不用着急，你顶多算是从犯，请我师父在朝中走动一下，还是能兜得住的。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对于司马懿的人品还是了解的。出淤泥而不染，更难能可贵。这样的人不重用，还有谁可用？圣祖当年为天下苍生而立国，若今日之大周，连一个真正山路的人都容不下，活该毁灭。我这2天就要回京师了，相识一场。你们俩想不想跟我去京师？正好可以提携他们，给他们一场富贵。我愿意随齐王殿下进京，此行不为荣华富贵，只为实现心中抱负。戴罪之身，想要参与科考已经很难，只有跟着齐王进京，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生的抱负。上衣一国，我要给这个重病的大周王朝治病，要不就是大周王朝活过来，要不就是我死下去。你呢？可我就是个偷吃猪食时长大的庄稼人，没有大额的傲气，
他们看不上的荣华富贵和钱财都是我的最爱。每天像县太爷一样用金碗吃饭，蜂蜜漱口，搂漂亮媳妇儿睡觉，再修成1、2门神仙高法，做梦一样的好日子啊！鸡哥，我好奇问一下，你以后会继承皇位吗？要是鸡哥能当皇帝，那我还犹豫个啥？赶紧抱大腿啊！以后跟人吹牛就说皇帝是我兄弟。嘿嘿，我父皇青春正茂，如今才1800多岁，传皇位之事还早得很。而且我父皇一共生了99个儿子，最大的今年也有1000多岁了，我是最小的，今年才20多岁，有98个兄长在前面，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我本就与皇位无缘。哦，这样啊，当不了皇帝啊，可惜。京城当官的心眼多，我这点脑子肯定玩不过人家，还是村里好。实在，我的宝贝葫芦也不能让人知道。我不去了，蛇溪村这么多人，这么多田地，舍不得啊！马上就春耕了，现在播下种子，到秋天至少能收几千吨粮食。无论如何，人都要吃饭的，种粮食才是正道。从没见过这么金碧辉煌的大房子，而且这大房子还能在天上飞。姬苍带走了司马懿，司马懿又顺便拐走了小蛾子，真是女大不中留。从此以后，整个安川县最大的地主老爷非我莫属。不过二狗子，你切记，莫要贪多，此秘法耗时耗力，更耗资源。筑基寿元不过200余载，若一味追求极致，恐寿元耗尽，亦难进阶。能炼制5、6重，便已远超同辈矣。地有了，秘法也有了，先不想那么远，把眼前的地种好，让大伙儿今年都能吃饱饭。等秋天收了粮，手头宽裕了，再好好准备武举考试，把功名考上，就能免税了。嘿嘿，一步步来。唉，10户9空，地多人少。以前是佃户求地主，现在是地主求着佃户喽。地多心里就踏实，慌着就慌着，看着也高兴。这地价现在不买，啥时候买？黄老财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啥是根本。现在虽然人手不够，无人耕种，但我就是喜欢囤地，看着这一大片土地，心里舒坦。这批人都是姬苍亲手调教出来的，战斗力不错。加行我的威名，应该能守住这片灵田。所有人注意，按照原定计划开垦灵田，种植灵药。雨山辛苦了。不苦，别把自己累着了，注意休息。雨山，这里为什么少了2株灵药？奇怪，昨天还看过2株灵药好好的在那里的。主人，会不会是大鹅偷偷吃的？大鹅只会在田里乱采乱啄，绝不会挖这么整齐的坑。雨山，你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偷了灵药？主人，我对你一片忠心，怎么可能会偷灵药？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绝对不是我。这辩解多少有点苍白无力了，毕竟前科摆在那里，很难让人相信。雨山，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你为什么总是改不了呢？主人，我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从来没有小偷小摸。大王，你怎么伤成这样了？没事，有我在呢，我会照顾好你的。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给你弄点吃的。现在就剩下那么8个了，要是不培养强壮一些，到时候连雨山都扛不住。伤势都恢复了，实力也有所提升，唯一遗憾的就是不爱下蛋，种群短时间没法扩大呀。主人，你看，铁荆棘的种子成熟了。培育了这么久，终于开始成熟了。念咒。你不用紧张，你是我的家人，这种荆棘都是用来对付外面敌人的。我不紧张，我是为主人感觉到兴奋。对了，雨山，你上回逃跑的时候说想回去看家里的亲人，你家里一共有几口人呀？如果想家里人了，就跟我说，我去走一趟，帮你把家里人都接过来，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多好啊！多谢主人好意，这里就很好，我现在不怎么想家了。哎，都是我平时疏忽了，没怎么关心你。其实一家人还是要住在一起比较好。你
你是我最好的主人，但我现在真的不想家。男子汉志在四方，不能老想着家。好吧，既然你这么有志气，我也就不勉强你了。我出去一趟，你看好家。好的，东家你放心，人在山在。往年春耕时期繁忙，如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在地里耕作，大部分田地都抛荒长草了。以前人来人往的官道，现在长满了杂草。还是头一回看到，县衙竟然还会免费发放粮食。多谢青天大老爷！丁青天一来就开仓放粮。过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恭喜恭喜，恭喜丁庄主荣升县令！都当上县令了，却仍然是穿着朴素，看起来像一个人憨厚淳朴的庄汉。唉，大乱初定，全是烂摊子。二狗兄弟来得正好，我有些事想和你商量。抱歉，抱歉，让诸位久等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今天来的都是安城县境内地主和富商，上一任县令在的时候，可是跟县令说一句话的资格都没有。诸位父老不要多礼，我今天请大家来是有要事跟大家相商，是有事相求。丁青天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是这样的，经历这场大乱之后，整个安城县人口锐减，食不存一，一派荒凉凋敝。我作为一线父母官，每每看到这种荒凉的场景，都忍不住凄然泪下。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想为安城县百姓做点事，重现安城县往日的繁荣。好，丁青天真是难得的好官，我等愿效犬马之劳。虽然有阿谀奉承，但也夹杂了少量真实的情感。谁不希望能遇到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县令？但这件事情做起来很难，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这第一件便是要在场的地主回去就给佃户减租，佃户少交租才能吃饱饭，才有余粮，晚上还有心思生孩子。只要一家生4、5个，生6、7个孩子，几年时间人口就能翻倍。朝廷以免青州3年赋税，此时减租正是时候。至于今天被请来的富商们，则有另外一个任务。诸位行走四方，见多识广。丁某要求各位在外行走时，遇到流民乞丐，皆可劝其迁来安昌，只要能带来人口，县衙按人头给予奖励。安城县终于遇到一个能为民做主的好县令。现在整个安昌县的空地实在太多了，电婚不够用，根本种不过来。前年因为心软留下的3000多人，战后还剩下2600多。这批练过武的，战能冲锋陷阵，平时还能作为劳动力，干农活一个顶2、3个，拉犁耙比牛还快，工钱都省了，就是胃口好，能干也能吃。仅剩少数位置比较偏远、不相连的土地才租出去。这些佃户是去年平定叛军时司马营安置在村庄里的，熬到现在都是最抢手的壮劳力。响应丁县令，地租降到2成，佃户能吃饱，才有力气给我种地，也才会安心留下来。其他地主招不到人，地只能荒着。3年后朝廷一收税，他们就得亏本卖地。现在金银不值钱，地价便宜，此时不买，更待何时？东家，我们不要红枣，想要卖身给你为奴。卖身为奴？这孩子看着有点面熟，他怎么在这儿？这不是当初替自己扶摇一啊贵儿子吗？你怎么在这里？你的爹娘呢？还有你几个叔叔伯伯们呢？我爹和叔拔他们有一天都走了，然后就再也没回来。我娘带着妹妹嫁人了，换了好多好吃的给我，都吃完了。当年阿贵把自己卖了20栋粮食，买了1亩地，可惜搏失败了，最后家破人亡。我们几个想卖身给东家为奴。这小子倒也聪明，知道现在年龄太小，连当佃户都不合格，就想到了我这里。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爹娘都叫我狗剩子，说这样的名字吉利，好养活。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还有你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吗？听说丁家庄那边也收小孩，每人给1袋谷。我们不想去丁家庄，东家随便给点就行了。行，你就跟着我吧，我也给你们每人10谷，去那边找秋月报道就行。二狗子哥，我们会好好的。快去吧。
每天的生活都过得无比充实，从来不会无聊，一点烦恼也没有。咦？灵药怎么还会飞？终于找到偷灵药的了，害得我白白挨了一顿暴揍。丢了灵药，又要挨打了。你这只蠢鹅，没看到那株灵药飞走了吗？小偷小摸太可恶了，主人品德高尚，就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这跟其他药丸还是没什么差别呀，这就奇了怪了。主人，什么也没有啊。他在哪里？长什么样子的？刚才真的出现了，我正在那里搓药丸，然后就看到一粒药丸漂浮到空中。你留意一点，下次有发现就告诉我。好的，好的。要么是雨山骗我，要么是那个小偷实力不强，看到我就躲起来了。留个心眼吧，睡觉睁只眼睛留屁外面。啊！嘘，我也做惯了小偷，用隐身符和敛息符。这小偷绝不是这两符钻，而是更高明的手段，不然不会观察不到。有意思，跟上去看看，这玩意儿到底要飘到哪里去？到底是谁在搞鬼？这手法有点门道。竟然是这蛇口泉，可惜洞口太小，温和大鹅都进不去。因为蛇妖吃人传说，当地小孩都被告诫不许来这里玩。手下倒是有很多小孩，但应对能力差，也没什么战斗力，还是不合适。主人，抓住小偷了没有？被冤枉了这么久，挨了这么多打，今天终于有希望洗净冤屈，沉冤得雪。还没抓住。雨山，小偷害得你总是挨打，现在你报仇的机会来了。小偷在哪里？我去揍死他，终于可以重振雄风。想当年一人独斗县太爷和典史联手，如今折翅的鸟人不如鹅。我带你下去。好。那个贼就藏在这里面，我进不去。你体型小，可以爬进去把贼揪出来。这洞口这凉风吹得我一身鸡皮疙瘩，还是算了吧。主人，我已经原谅这个小偷了，挨点打也没什么事儿。今天的苦难必将成为我明天成长的养料。雨山，拿出你的勇气，不要害怕，我会始终站在你的身后。进去吧。里面情况怎么样？当然不能说进去睡了半天，只能撒个谎了。主人，山洞里面太深了，我往里面走了很远，里面还有很多蛇妖。我跟那些蛇妖战斗了大半天，还被蛇咬了。主人，你看，这是被我打死的大蛇。手臂粗，勉强算是妖兽，没太大威胁。不过，里面要是有大量这种蛇妖，确实也不好对付。雨山好样的。都是主人平时教导的好，我只是出了点微不足道的力强。这几天冤枉他了，让他白挨了好几顿揍，给他弄点好吃的，算是补偿吧。这几天天天进洞查探，躲在山洞睡觉，生活美滋滋，都胖了1斤。探洞没进展，山上田地缺少打理，已经长满了杂草，还是得先放弃探洞。看来不把这个小偷揪出来，这事没完。以后山上就别想种植灵药了。主人，要不要我爬进去？哼，雨山进去战斗力太弱，这回我要把山洞直接挖开，挖出一条能走进去的路。挖了10来天，这洞竟然越来越宽敞，不挖也能勉强通行了。雨山竟然没告诉我。
9条大蛇，3条筑基实力在沉睡。万一哪天某一条大蛇苏醒了，爬到山顶上把我和雨山都吞了，想想就后怕。书上说蛇会冬眠来节约食物消耗，看来变成蛇妖后，蛇仍然保持了这个天赋，而且会更强大。在这种自我保护下，可能会直接睡死过去，就像现在这样。偷灵药的应该不是这些蛇，没有这本事。附近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这蛇嘴里倒是有一株丢的灵药，估计是在偷了给他们促进复苏的。我猜你肯定藏在暗处，能不能出来谈谈？出来吧，别躲躲藏藏的了。你偷了我的灵药，再不出来，我就杀你的蛇！玉质温润，应该值不少钱。神识竟然被门挡住了，进不去。人首蛇身，死去应该很久了，衣物血肉都腐烂不见了，仅剩的白骨也开始腐朽。你在这里面吗？你领我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床上的那具尸骨。这小男孩叫许峰，这名字好像听到过。上次姬苍说，第一个敢要皇族打欠条的人就是叫许峰，不知道和小男孩是不是同一个？你看这个字念人。对了，来把药喝了，喝了就不难受了。引气入体，感应天地灵气，纳入己身。影像中有女子教导许峰修炼的详细过程，这意味着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学习功法。许峰，筑基是踏入修仙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一定要牢记我对你给说的种每一句话。筑基时会帮你打通全身的经脉，洗髓法骨。看了大半天，神识已经耗尽了，只能暂时退出浴池。你就是想让我看这个吗？你就不能现身一见吗？我可以不追究你偷灵药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干净眼前这个人仿佛不存在一样，无法沟通，真让人头大。我来问你，如果回答是，你就上下点一下；如果回答不是，你就左右摇一下。我问你，是不是无法现身？我可以把这个玉尺带回去看吗？玉尺应该是那个女子的，经常拿在手上，许犯了错误就用这个打，使用久了，已经被磨得光滑润泽。你偷灵药是为了复苏那些蛇吗？你是谁？问了也是白问。你会写字吗？好不容易遇到个奇怪的东西，竟然还是个文盲。要是会写字，直接在地面上写方便多了。你是他？你这又点又摇的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跟文盲沟通的困难程度，起码要翻10倍。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你跟他有关系，但你又不是他。猜对了，果然是这样。他和这位蛇女前辈有关联，但又不是他本人，是他的灵宠、厨人，还是某种执念或造物？你是他生下来的儿女？那你是他的爹娘或者亲戚？不是后代，也不是亲属，那还能是什么关系？尸骨的回忆里，只有他和许峰。等等，许峰？那你是许峰？你跟许峰有仇？跟文盲沟通太费劲了，总是这样连肯定带否定的，没法交流了。你偷我灵药，就是为了让那些蛇复苏吗？你以后不要再去偷我的灵药了，能做到吗？这种连本体都找不到的文盲，油盐不进，还真是死拿他没办法。你看，咱们住在同一座山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偷东西是不对的。当小偷会被人人唾弃，那些大蛇如果复苏，就会咬人吃人，周边的村民可能都会被蛇吃掉。你这么做等于是助纣为虐，
不要再偷灵咬蛇吃了，好不好？这东西不像是人，倒像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不行，他既然能听懂人话，就该讲道理。苦劝无用，头一回遇到这种。其实我每天在山上修炼，感觉特别的孤独寂寞。好希望能交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也有一个好朋友，他名字叫雨山，你可能已经见过了。他是一个诚实、善良、勤劳、勇敢的人。我把雨山当成自己家人一样，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比亲人还亲。我每次从外面回来，要是第一眼看不到雨山，就会特别想念他，哪怕走遍天涯海角，也只想找到他。你愿意做我的朋友，成为一家人吗？这又是什么意思？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只能靠猜了。你是要考虑一下才能决定，是吗？那就好吧，你慢慢考虑。反正我们是邻居，以后我会经常来找你玩的。对了，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本体到底在哪里？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原来藏在这下面。这块玉石就是你吗？玉石不是你，那就是你住在这里面。哈哈哈，我终于找到你住的地方了。这玉石起码也是上等炼器材料，这样就太好了。以后我随时都能到这里找到你，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我今天先回去了，过2天再来找你玩。以前诸事不明文姬哥，可惜现在无人可问，只能自己找答案了。你这几天别去我山上偷良药了，好不好？字迹清晰了，许风求蛇妖于此，竟然是他！浴池里那个被蛇女养大、天赋异禀的少年许风，是他把蛇妖囚禁在这里的。他和蛇女不是母子吗？他们之间后来发生了什么？主人，抓住小偷了没有？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凶的蛇？遇到蛇了，里面那么危险，你也不早点跟我说。主人，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我是怕你太担心。辛苦你了，我回屋休息一下。被耗尽的神识用了2、3天时间才恢复过来。这玉尺和白鹤真人的传承不一样，真人的神识必须要达到一定强度才能学习新的内容。这个玉尺第2次进入，可以直接接着之前的位置继续往后看。看得有点激动了，我也好希望过这样的生活。每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女人在家门口等着我。唉，以前16、17岁还有很多媒婆来说媒，最近2年都没有了。唉，还真是一点都没变。黄老财家的2闺女现在都已经嫁人，生了2个大胖小子了。那个曾经出现在梦里圆脸圆腰圆屁股的大女孩，曾经的梦想。不过也没后悔，一个雨山我都没搞定，娶个媳妇儿回来，总不可能用铁链子锁住吧？断断续续用了1个月时间，终于是看完了玉尺中记载的所有影像，全是蛇女和许风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一直到完成大婚，后面就没有了。连洞房花烛夜这种激动人心的场景都没有详细记录，只看到2人走进洞房门关上就没有了。除了日常生活的细节，还从中学到了不少修仙相关的知识。这些上古时期很普通的技能，如今都被大周王朝掌握或销毁了。幸好目睹了许风炼制法器的全过程，对于炼器算是有所了解。还听到蛇女和许风讲解过很多次阵法、炼器、阵法、上古功法，这些现在直接都被朝廷垄断了。许风和蛇女前辈随手展示讲解的东西，放现在就是绝学。这1个月值了。最想知道的一点没提，那绿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符文玉石又是做什么用的？玉池里全是他俩你侬我侬，半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那贼还不消停，又偷，还好是幼苗，化妖果树还是收起来保险。可别被那馋嘴的蛇惦记上。他和那些蛇之前都是沉睡状态，原因竟是我一直在山顶上浇葫芦里的水，有一些渗进山里被他们吸收，才促使他们复苏了。每次渗的不多，日积月累也不少了。他们醒过来是迟早的事。